帮我！女子娇媚的声音让身下黑色长袍的男子涨红了脸。放肆，滚啊！男子恼怒的吼声根本没让对方停下来，被撕烂的长袍紧贴的柔软，让男子一点点地沦陷在其中。男人的嘴，骗人的鬼。果然身体才是最老实的。6年后，叶兰晨一只脚刚踏出雅间，一个身影冲了过来，将他衣领一扯，便被推了进去，一个后退，人倒在不远处的梨花木床上。帮我！这熟悉的如魔咒般的2个字让他下身一紧，慢了这半拍，竟被对方点了穴。当看清对方倾城的容颜，又是他。次日天未亮，叶若曦全身酸疼地从床上撑起来，看了一眼旁边还在沉睡的俊逸男子。真是疯了！我的人生也太儿戏了吧！哎呀，完了！6年前刚穿越到这儿就睡了一个男人，时隔6年回到京城旧戏重现，又是他。这时身边男子动了动，吓得叶若曦赶紧就冲到了窗户旁，而在跳窗的一瞬间，她突然想到什么，赶紧扒拉开衣裙，从荷包里拿出一张银票甩过去。兄弟，昨夜本姑娘甚是满意，这1千2赏你的，江湖再见啊！话落便消失在黑暗中。叶兰晨撑起来，拿起银票看了一眼，瞬间怒得周身散发着寒意，眼眸死死地盯着外面。女人一连招惹我2次还想逃，这次我就算挖第3尺，要将你找出来。然而他刚准备起身，脑袋一阵晕眩，又重新倒了回去。这会儿他才猛然发现银票上竟然有迷药，他堂堂名震天下的战神竟然在同一个女人手中栽倒3次。京城某处，叶若曦蹑手蹑脚地推门进入古色古香的屋子，关上门，他刚准备松一口气，屋里突然一亮，让他猛地转过身。娘，你怎么不天亮才回来呀？现在还早呢，5更天都还没到呢。哎呀，宝贝，夜晚冷，出门要披上风衣，知道吗？这要是染上风寒啊，娘可就心疼了。小樱桃看着身上披反的风衣，娘，你的隐形眼镜又掉了，今日又去做什么了？我就是出去溜达了一圈，不小心就掉了。你确定只是出去溜达了一圈，不是出去给我找后爹了？他这个母亲整天不让人省心，喜欢各种玩，还特别喜欢喝酒，偏偏酒力还不行，喝完整个京都都是他的。这还不算事儿，一喝完就喜欢调戏美男，这调戏美男也就算了，可他有高度近视，每次隐形眼镜一掉，看谁都是朦胧美，各种赏，最后一堆歪瓜裂枣找上门求收留，气得5岁的他差点英年早逝。娘呢？娘就是好奇，这皇宫的太和殿是不是真的连柱子都是黄金做的？我就找机会啊进去溜达了一圈，这溜达回来一高兴嘛，就喝了半杯酒。这喝着呀，回来就迟了。还别说啊，大宝贝，这太和殿里面呀，它是金碧辉煌的，可壮观了。皇上的龙椅呀，都是黄金打造的，还有那地砖也是黄金的。要是能挖一块做纪念，说到后面，叶若曦像个色批，想到那么多黄金打造的东西，眼睛贼亮，还偷偷咽了一下口水。看到娘亲不值钱的模样，小樱桃差点忍不住心梗。所以娘，您是如何进入太和殿的？哎呀，看来这事儿是终究瞒不住这大宝贝儿了。哎呀，还是说了吧。当然这一夜涟漪的事儿得捂着。娘呢就是一时兴起去参加了科举考试，这没想到3元及第，捞了个状元回来。大宝贝，惊不惊喜，意不意外？以后你娘我呀可就是状元了。娘，你这是欺君要砍头的。哎呦，三宝贝，你就放心吧，娘用的呢是你爹的那张脸，欺君呢也是你爹欺君。听到这话，小樱桃和小麦
麦兜对视了一眼，在心里默默为那个不曾见过的背锅爹点上3根蜡烛。可是娘，你就那么确定你做的那张脸是背锅爹的脸？说到这个，叶若曦抬了抬下巴，以她在现代看了这么多萌宝文的经验，和她这次一次中3宝的经历，加上3个宝贝中2宝3宝不仅长得一模一样，而且还帅得让人脸红心跳，那长相10有8九就是孩子爹的缩小版。所以这几年他外出都是顶着孩子爹那张脸出去招蜂引蝶。那左右我帮他生了3个这么好看的宝贝，那他给我背一下锅也不过分吧？哎呦，大宝贝3宝贝你们放心吧，就算不是也没关系啊，反正呢又找不到我。哎呀，好了，你要去睡了啊，明天一早啊，这娘还得去状元游街呢。不说了啊。叶若曦倒在床上秒睡，小樱桃和小麦兜看见自己娘这个表现，简直是无语望天。叶兰晨醒来后，简单整理好衣衫，刚准备离开，看到靠近窗户的角落里有一个荷包，随后迈着长腿阔步上前，将荷包捡起来打开，里面竟然是录影以及一张脸皮，录影上写的是叶兰晨。这时门被敲响，叶兰晨将门打开，便看到一名太监。七王爷安康。起来吧，黄公公，你这是？七王爷，咱家受皇上指令过来给您送状元符，皇上还传了口谕，等状元游街完后，请您去趟宫里。一定是那个睡了我2次的女人，真是胆大包天，欺君犯上的一个。有劳黄公公了，对，我帮他只是想将他引出来。叶兰晨头戴乌纱帽，身着红袍，脸色黑沉的骑在绑着大红花的高头大马上，身后跟着长长的仪仗队，锣鼓喧天，街道两旁挤满了百姓。哇，状元郎好俊呐！状元郎，反正脸都这么好看，要是笑一笑，我得迷倒众生啊！眼见游街队快要结束，突然一个锦衣小公子冲了出来，直接拦在马前。叶兰晨最先反应过来，飞身下去将孩子抱起来，这一幕将所有人都惊艳到了。爹，小桃桃终于找到你了！这一声爹爹让叶兰晨瞬间石化，周边听到这声爹爹的人一个个瞳孔放大，特别是黄公公。这时小桃桃抬起那张巴掌大的白皙小脸，而那张俊逸可爱的小脸几乎长得跟身旁的状元一模一样。叶兰晨很快从那声爹爹中反应过来，看到他抬起那张精致熟悉的小脸，这张小脸为何长得跟我一样呢？想到什么，叶兰晨下意识伸手去掰扯他的脸皮。爹，疼！哎呀，小祖宗别哭，状元郎，你手轻点。黄公公看到孩子哭的那叫一个心疼，也顾不得那么多，当即将孩子抱起来。七皇子，此地不宜久留，还请您随咱家进宫面见皇上。说着也不等叶兰晨同意，抱着小桃桃拔腿就往身后的软轿跑去，那速度不知道的还以为他在管孩子呢。当然要快点了，七皇子突然出现这么大个儿子，我不得快点抱回宫领赏去。黄公公不知道的是，坐上软轿的前一秒，原本还泪眼汪汪的小团子看着不远处9楼2层的窗户，抬了抬下巴，还顺便做了个鬼脸。而这一幕被叶兰晨注意到，他下意识顺着小桃桃做鬼脸的方向看过去，窗户本开着，叶兰晨看过来的那一刻猛地被关上了。不愧是战神王爷，太警惕了吧！不知此行二哥会不会遇到危险？三弟，你还是担心一下，等会儿如何跟娘解释他的状元游街已经被咱爹捷足先登了吧？姐，好像我才是弟弟。三弟，咱们一家人就属你最聪明，爹娘的智商都给你了，你为我们操一下心，不过分吧？皇宫此刻小桃桃就像挂件一样挂在叶兰晨身上，他掰都掰不开。放手！爹，小桃桃最爱你了，抱着你，小桃桃才觉得有安全感，抱着你，小桃桃就觉得自己拥有了全天下最好的爹爹。
小淘淘乖，马上就要到皇上的宫殿了，咱们得行礼，不能这样抱着。是啊，小世子，等会儿到皇上宫殿要好好行礼哦，行得好，说不定皇上会有赏的。这可是我心心念念了5年的爹爹，好不容易抱得美爹归，我怎么舍得放手呢？有赏？赏何物？赏黄金吗？听说娘想要太和店铺的黄金砖头，不知道等会儿能不能去挖一块。这小子喜欢黄金。叶兰晨手中的动作比脑子更快，直接从怀里拿出一块金元宝，塞进小淘淘怀里。拿着，站好。看到金元宝，小淘淘哪里还顾着跟美爹贴贴。谢谢爹爹，小淘淘最喜欢这种金灿灿的玩具了。玩具？行吧，你喜欢就行。黄公公领着两人快到庆坤殿门口，便看到一身黄袍的少年皇上阔步走了出来。参见皇上。皇兄免礼。谢皇上。皇上万岁万岁万万岁！小淘淘祝皇上长命百岁，龙威大振，宏图大展，天下安康，万事顺。这重重的磕头声，响亮的吉祥话，听得皇上顿时眉开眼笑。看到那张跟皇兄如出一辙的小脸，好孩子，小年纪就这么会说话，可比你爹这个闷葫芦好多了。皇上，爹爹不是闷葫芦，爹爹只是喜欢干实事儿，爹爹是天下最好的爹爹，他不闷，最爱的爹爹，那么好看，闷葫芦点儿怎么了？叶兰晨没想到这家伙竟然还敢反驳皇上的话，不过不知为何心里竟闪过一丝暖意。哎呀，这就护上你爹了啊！好，你爹不是闷葫芦，跟皇公公去库房，里面的礼物随便你挑，挑完便跟皇公公去见太后和太妃。啊，皇上真的能随便挑吗？随便挑，如果库房的看不上，只要是这皇宫里的东西你喜欢就可以拿。谢谢皇上，皇上你真的是全天下最好的皇上。原来你对谁都能夸，谁都是最好的事。看到小家伙那笑的眼睛都看不到了。哎呀，皇上你这是让老鼠掉进米缸啊！京郊一座依山傍水的山庄里，什么时辰了？有我的状元游街呀！穿着墨色锦衣，一脸无奈的小麦兜走进来。娘，昨夜你喝醉了，缠着你那5个美人要来庄子泡温泉，我和姐拉都拉不住，便只能依着你。好不容易拿下个状元，还想享受一把游街的乐趣呢，就这样做没了。喝酒误事啊！再也不喝了。晚上看着躺在床上睡姿一言难尽的小家伙，再看看他怀中抱着的金砖，这无法无天的孩子到底是怎么养出来的？太和殿里铺地的金砖都敢搬？给娘金砖，我是娘最爱的孩子。娘？一定是她，她是我唯一碰过的女人。看来这女人当初是故意接近我的，2次的相遇还是她故意而为的吧？没想到她竟然这么爱我，还生下了一个孩子。这女人到底想做什么呀？想着想着，叶兰晨突然觉得头痛不已。一旁的暗衣察觉到主子的异样，姐可是头又疼了。去温泉池。叶兰晨几乎用尽所有的力气才从嘴里说出这几个字。叶若曦今日郁闷了一整天，晚上穿着自制的比基尼跑去泡温泉，泡着泡着想起隔壁家温泉池旁有葡萄。这个时候那边肯定是没人的，跑过去偷几颗应该没事吧。书房，小麦兜正在整理今日各大商铺的账目，房门突然被推开。三弟，娘呢？快送他回京城！发生了何事了？隔壁山庄是咱爹的，咱爹呀将二弟带到山庄了，这会儿他们已经住进去了。不好，娘去泡温泉了，按他那贪吃的性子，肯定又要到隔壁偷葡萄了。话落，他已经动用轻功飞身往温泉池的方向飞去。温泉池
叶兰晨这会儿整个人泡在温泉里，额角溢出的汗让他脑袋的疼痛有所缓解。突然他耳朵微微一动，敏锐地睁开双眼，只见一个身影直接往他身上砸了下来，再是躲闪已经来不及，两人的唇已经贴在了一起。叶若曦猛地睁开眼，当看到眼前放大版的俊脸猛地从他唇边离开。这个男人怎么跟儿子长得一模一样啊？叶兰晨看到这张熟悉的脸，眼眸一暗，下意识捏紧了拳头。叶若曦被疼痛拉回意识，低头一看，神都傻了，那一双大手竟然在……流氓变态！叶兰晨才发现自己刚才捏紧的并不是拳头，而是叶若曦打完，只觉得莫名的心虚，赶紧转身想跑。这女人都爱缠我了，肯定是故意跑来勾引我的，说我是流氓，欲擒故纵。叶若曦都快从池子里爬上来了，突然被抱住了腰肌，光滑的后背与硬邦邦的胸肌相贴。你想干嘛？你放开我！你个大流氓！女人啊，招惹了我就想跑，我准了吗？我何时招惹你了？你别胡说八道！原主这个高度近视的，根本连人都看不清楚。要不是他这个北大高材生懂制造眼镜，他到现在还是个瞎子。所以他这会儿也不确定眼前这个男人是不是孩子的爹。听到这话，叶兰晨将他的脸转过来，与自己对视。你想做甚啊？我告诉你啊，我这个人把控能力很差的，还很缠人。你这张脸绝艳惊人，要我把控不住了，我得缠你3天3夜。刚赶到假山，准备飞身上来的小麦兜被这一句话雷得脚步一顿。娘说的是什么石破天惊的雷语啊？见叶兰晨被自己雷到，这古代的女子都保守，眼前的这个男的一看就是个稳重的，听到我这么轻浮的话，一定会厌恶的将我推开吧。在叶若曦还觉得自己是个大聪明的时候，叶兰晨被他那得意的笑意给刺激到了，直接将人拥紧。是吗？那我倒要看看你如何难缠，3天3夜怕是不够吧？6天6夜如何？叶若曦笑容瞬间凝固，然而眼前的男人兽性已经被激发，根本没给他反驳的机会。他原本还想将戒指上的银针射出来，可男人好像知道他想做什么。温泉里儿童不宜的画面简直是让人脸红心跳。小麦兜早就拉着刚赶过来的小樱桃返回了住处。哎呀，娘都翻车了，不赶紧跑，还等着被发现吗？这场从未有过的博弈让叶若曦喊了足足3天，声音都哑得快说不出话来。6天了，可还满意啊？如果换作是平时，看到这样的美男，叶若曦早就垂涎3尺了。可被蛰伏了3天3夜，这会儿躺了3天，她都还觉得全身像被大车碾压了一样。什么美男，什么帅哥，都他妈的滚吧！我发誓，以后再也不垂涎美男了，这后果实在是太严重了。不说话，那是不满意了，看来在下还得努力一下了。当那手伸过来的时候，叶若曦猛地一个鲤鱼打滚撑起来。满意满意，小女子甚是满意。这6天除了解决3级和洗澡吃喝，叶若曦都是在床上解决的。要她敢表现出不满意，再被困几天，她觉得自己真的会疯了。衣衫都给你准备好了，可需要我帮你穿？说这话的时候，叶兰晨目光灼灼地盯着他。这6天将他这5年来的憋屈彻底报复回来了。以前他总觉得自己是个清心寡欲的人，虽然5年前以及前天尝过开荤的滋味，可2次他都处于被动的状态，这对于常胜将军的他来说是何等的屈辱。可这6天他才真的尝到开荤的滋味，竟如此让他流连忘返。接受到叶兰晨那目光，叶若曦下意识的发颤。不需要，你滚出去，我自己来。这次叶兰晨没有为难他，毕竟他是很有信用的，说让他6天不下床，那自然得信守承诺。走出房门，叶若曦觉得自己的脚都在打颤。累死我了，
这个王八蛋伪君子！叶姑娘，饭菜已经准备好了，你现在过去吃吗？去吧，你们七爷可在？王八蛋，一定要让他伺候我吃饭。七爷刚有事出去了，说晚点回来。得，伺候计划失败。吃完饭，叶若曦就想着离开山庄，却不想刚走到门口就被暗衣拦住。叶姑娘，七爷吩咐您不能离开山庄。什么？这个王八蛋竟然敢囚禁我！好，很好，那我必然让他后悔将我留下来。在他刚准备转身返回时，那个女人是谁？她为何会在表哥的山庄？刚才这女的喊那王八蛋表哥，所以这是王八蛋的表妹。看到小表妹看自己的眼神，八成是将自己当成情敌了。郡主，这是七爷的贵客，七爷暂时不在山庄。哦，贵客？什么贵客？表哥刚班师回朝，哪门子的贵客？万一不敢搭话，毕竟这人他得罪不起。叶若曦本就想搞事情，自然不会放过这么好的机会。哎呀，原来是表妹啊！你表哥刚从我床上起来就去忙了，不知道表妹找你表哥有何事啊？不如这样，晚上他回来的时候呢，表嫂帮你传达。你放肆！表哥尚未成婚，何来的表嫂？你这狐妹子竟然敢胡说八道！来人，给我张嘴！流云郡主是偷偷过来的，只带了一个婢女，而这婢女听从指令，刚准备上前打人，小绿一个闪身，一巴掌将对方给打飞了。放肆！七爷的贵宾，区区一个婢女也敢打？叶若曦那刚抬到半空的手猛地顿住。这丫鬟可以呀，这看起来柔柔弱弱的，没想到是个练家子。你这个狐妹子竟然敢让你的丫鬟打我的人，我看你这是找死！而小绿敢打丫鬟，却不敢打郡主，只能下意识将叶若曦护在身后。郡主那一巴掌将小绿半张脸都给打肿了，可小绿眉头都没皱，依然一动不动地站在叶若曦前面。小贱人，你马上给我闪开，不然你信不信我将你的衣衫脱光扔到乞丐窝里去？流云郡主还想一巴掌扇过去，被叶若曦一把捏住了。贱人，你放开我！叶若曦压根儿不理会他的话，直接用力，硬生生将对方的手腕给掰断了。小绿和暗衣直接傻眼了，这可是郡主啊！叶姑娘怎么？然而在两人都还没有反应过来时，叶若曦将流云郡主直接推给暗衣，然后拔腿就冲出门。告诉你们七爷，后会无期！等暗衣和小绿反应过来，人早就逃之夭夭了。京城叶府，叶若曦悄悄翻过围墙，进到自己院子里。然而门一打开，便看到一身高贵绸衣的继母孙氏，以及坐在椅子上一脸严峻的父亲叶帝师。你还知道回来？看到两人都在，叶若曦也懒得装了，往一旁的凳子上一坐。叶老头，找我啥事儿啊？哎呀，成何体统！你看看你，做没做相？你母亲教了你这么多年的礼仪，你是一点没记住。父亲，你别怒，可别气坏了身子。若曦丫头啊，她性格就这样，你再气也改变不了这个事实。眼下呀，还是先将重要的事情先说吧。1个月后是你与杨将军嫡子成婚的日子，这个月你给我好好在府上待着，要再敢乱跑，我将你腿打断。这杨将军的子嗣不是全都已经战死了吗？何来的嫡子啊？这嫡子啊，是杨老夫人过继的，以后整个杨家便是此嫡子继承。你嫁过去啊，便是当家做主的主母。你爹呀，可是全心全意的为你着想，所以你这次好好听话，可别再惹你父亲生气了。过继的嫡子，你说的是那个长得跟猪头一样，还满脸脓包的胖子啊？若曦丫头，那只是小时候，说不定人家长大了，样貌长开了呢。而且你也拒绝不了，这是你祖父亲自为你定下的亲事。杨老夫人去皇上那里请旨，让你择日完婚。这死丫头终于要嫁出去了，嫁出去，这个家就是我说了算了。哼，等她嫁的人一定要买多点鞭炮庆祝一下。好好待嫁，要是敢捅幺蛾子，我有你好看。哼，成婚那是不可能的，而且对方还是个胖子，我可是不会接受的。
然而今日他刚准备出门，便被告知杨家过来下聘，老爷请他去花厅。听到对方来下聘，叶若曦想到什么，突然唇角挑起，这是皇上的圣旨，要是真的抗旨，叶老头虽然是帝师，但估计也扛不住，所以还是让对方知难而退最好。去到花厅，便看到孙氏隔壁坐着一位雍容华贵的老夫人，给母亲老夫人请安。这就是若曦啊，可还认得祖母？祖母在你刚出生那会儿还抱过你呢。刚出生的我连看人都看不清，他能认得吗他？我家若曦啊，当然认得老夫人呢。小时候还偷跑你家去玩，回来高兴的呀，几天都睡不着。哎呦呵，那是做了几天噩梦了好吗？哦，还有这事儿？是啊，所以说两个孩子从小青梅竹马。老夫人呐，这成亲呢自然是可以的，但是我这边呢有个特殊的情况，如果我说了您老人家能接受，那小女子便嫁过去给您当孙媳妇儿。要是您不同意的话，那咱们好聚好散可好？若曦，你好，若曦丫头，你说。老夫人，其实呢我已经跟别人生孩子了，孩子已经5岁了。叶若曦，你胡说八道什么？母亲，我没有胡说八道，我真的生孩子了。当初我离开京城就是偷偷出去生孩子了。与杨少爷成婚，我自然是同意的，但是老夫人，你得答应我带孩子一起嫁过去，毕竟孩子是我拿命换来的。孙氏如雷轰顶，只觉得自己快要晕厥过去。这死丫头，这几年竟偷偷跑出去生孩子去了。叶若曦已经偷偷将身上特制的救心丸拿在手里了，要是老夫人气晕，她便第一时间喂她吃下。然而下一秒，老夫人的话让她猛地顿住。哎呀，那可真的太好了，这成婚就有现成的孩子，那是我们杨家的福气啊！若曦丫头，祖母谢谢你，让我在有生之年看到重孙。如果可以，可否现在让我看一眼孩子啊？这老夫人怕不是脑子不太清醒。然而不等他接话，老夫人突然想到什么。哎呀，看祖母这脑子，给你的见面礼都还没叫人搬进来呢。见面礼要搬的。于是乎，孙氏和叶若曦看到10个护卫搬了一地的箱子进来。哇塞，整整20箱！将箱子打开，让我家若曦丫头看看。老夫人一声令下，10名护卫一起动手。箱子打开的一瞬间，黄金，20箱竟然都是黄金！哎呦，谁家送见面礼送了20箱黄金呢？老夫人，这都是给我的见面礼。是啊，若曦丫头可喜欢？如果不喜欢，我可以换成其他珠宝首饰。要是你觉得这不够，那我再让人抬20箱过来，家里还放了20箱准备给你的敬茶礼，我先搬过来也行，到时候敬茶礼我再准备。妈呀，这是踩了黄金窝呀！这哪家的见面礼敬茶礼是几10箱的黄金的？老夫人不用这么麻烦，这些已经很好了。我家若曦丫头能被您这么疼爱，可真是她的福气。但是这丫头有孩子这件事情，我们实在是愧对你们。你们真的不介意吗？虽说是我们若曦不对，但是如果你们介意这个婚事，我们就一起禀奏皇上取消，这样对两家都好。孙氏虽然跟叶若曦不对眼，但她怎么都是叶府的当家主母，叶若曦名义上的母亲。这件事情非同小可，我可不能被眼前的钱财迷惑，将叶若曦推进火坑。这个死丫头可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拉扯大的，虽然平时一直被她打压着，但是毕竟感情还是有的。叶夫人，我用杨家世代的荣誉保证，对于若曦丫头带着孩子一起嫁入杨家这件事儿，我是真的不介意，反而还很高兴，白得了那大个重孙。既然老夫人您不介意，那我也丑话说在前，毕竟这个亲事是你情我愿的，若曦也是我们老爷从小捧到手心长大的，若她在你家受了委屈，我们叶府断不会让孩子在自己眼皮子底下受这样的罪。如若真有那么一日，还请老夫人
人同意，让孩子好聚好散。我们叶家永远是若曦的避风港。还有一点，我们若曦只有和离和修复。正在对着黄金两眼发光的叶若曦，听到孙氏最后这句话，被深深的触动到了。杨老夫人也被孙氏这话给震撼到了，震撼她的不是和离与修夫这几个字，而是避风港3个字。而孙氏还是个继母，竟有如此的气度，愿意成为叶若曦背后的倚仗。叶夫人，你放心，我们杨家家训最严厉的一点便是不得纳妾，就连通房，我们杨家子弟都不允许有。虽然我们杨家只剩这唯一的嫡孙，但他依然得严格按照家训来做。而且若曦一进门，这管家权我便会交给他。到时候如果我这嫡孙让若曦受委屈了，你可直接休了他，让他净身出户。但我这老人家，你能不能别赶我出去，打发我到庄子给口饭吃就行，其他祖母没啥要求。哎呀，祖母，你说啥胡话呢？这是，你这么信得过若曦？若曦以后一定会好好的孝顺您的。哎呀，没办法呀，给的实在是太多了。而且这杨老夫人听到自己有孩子，竟然这么高兴，那嫡子8成就是个不行的，不然哪有人愿意白捡个孩子回去啊？叶若曦越想越觉得自己知道真相了，所以这笔买卖不亏。在暗处看到叶若曦这不值钱的样子，小樱桃差点没气过去。三弟，你说娘她是不是疯了？姐，其实我觉得娘这次做的挺好的，嫁过去就能继承家产，这么好的买卖，谁不要谁傻呀？唉，可万一这是个狼窝呢？姐，这要是个狼窝，你觉得娘是屠狼的那个，还是被狼吃的那个呀？三弟，所以说还是你聪明，想得通透。你看着娘，我这就去查一查这杨家嫡子。说完，人便消失在屋顶。小樱桃一出现在杨府后门的胡同里，便引来了2个人贩子的注意。一位穿着朴素的中年妇女从暗处走了出来，突然脚一歪，摔了下去，篮子里的果子洒落一地。那中年妇女还以为小樱桃会直接过去帮忙将果子捡起来，然而小樱桃连看都没看她一眼，径直从她身边路过。小姑娘，麻烦你帮我捡一下果子可好？我崴到脚了。婶子，我娘说过，大人呢是不会向一个小孩子求助的，如果遇到了，那这个大人一定是坏人。所以你是坏人吗？这小姑娘，她不是老子不太好使，哪有直接问别人是不是坏人的？小姑娘，婶子啊，不是坏人，婶子是这10里8乡无人不知的好人呐。要不你扶我一下可好？这果子婶子捡。婶子，你是不是想讹我？我没银子赔你的。中年妇女嘴角抽搐的厉害。怎么会？婶子是好人，怎么会讹你？我只是脚走不了了，想你扶我一下。不行的，娘说了，出门在外不能随便扶摔倒的老太太，我还是帮你喊雨灵卫吧。说着就转身走出胡同找人，吓得那中年妇女爬起来就跑，哪里还有脚疼的样子？然而中年妇人刚走到转角，只觉得脚突然一软，一头栽在了地上。这时小樱桃已经走到了巷口，刚好看到御林卫的人正在巡逻，他跑过去，关老爷，那里有人贩子要抓我。我说关老爷来了，他就吓跑了。你们几个马上进去查探一下。在皇上眼皮子底下出现这种光天化日拐孩子的，那就是他们御林军的失职。而且这京城都是达官贵人，不管谁家的孩子丢了，他们御林卫都麻烦。小姑娘，你是哪家府上的孩子？怎么自己跑出来了？然而不等小樱桃接话，小桃桃，小樱桃抬眼便看到叶兰晨那张貌若潘安的脸。完了，这是要在亲爹面前翻车了。叶状元，
这是你家孩子？劳烦您了。叶兰晨道完谢，便抱着小樱桃离开，一直回到杨府。小樱桃都没说话。可是不舒服吗？安姨，穿府衣过来。不用，我没事。幸好娘教过她如何变音，不然这会儿就穿帮了。怎么突然跑了？还换了女孩子的衣服？爹，我是故意换女装，看你能不能认出来的。没想到真的被你认出来了，你果然是我最爱的爹爹。听到这熟悉的3个最，叶兰晨放下心来。先去换衣衫吧，等会儿太祖母回来便吃饭了。太祖母，这里如果我没看错，是杨府呀。爹爹，我太祖母是杨老夫人，便是你的太祖母。你是杨将军府的嫡子。叶兰晨并没有说什么，让暗衣拎去换衣裳。这时杨老夫人一进府便喊着：晨儿，晨儿！祖母，你慢点。杨老夫人先进去喝了一杯水，然后一股脑的将刚才在叶府的事儿告诉叶兰晨。当听到祖母竟然同意让自己净身出户的事儿，她只觉得心梗。祖母啊，好像我才是你亲孙吧？哎呀，晨儿，祖母就是为了让孙媳妇安心嫁过来。你放心吧，你这张脸，孙媳妇疼你都来不及了，怎么会让你净身出户啊？只要你养好这张脸，孙媳妇不会看腻你的。小樱桃被暗衣领到一个院子，她守着门口恭敬道：小世子，这是您的屋子，衣衫已经备好，是小的给您换还是我自己换？说完便进去将门给关上了。幸好我这张脸长得跟二弟差不多，不然让爹知道了我的存在，那可如何是好呀？没想到爹不仅是七皇子，还是杨府的嫡子。看来是当初杨府男丁全部战死后，前皇帝将爹过继到杨将军名下的。而这件事呢，属于密史，并也没传开。如今这算是明白了，为什么杨老夫人能接受娘带着孩子嫁过来了。感情这是知道孩子都是爹的呀。这样看来，也就娘还蒙在鼓里了。要不要告诉娘这件事儿呢？还是暂时不说吧，让娘自己发掘惊喜，不是更好吗？看娘翻车还是很开心的。很快，小樱桃假扮的小桃桃从屋里走出来。暗衣看到小桃桃这张脸，一时间有些微愣。小世子怎么看起来好像更精致了？但很快暗衣想通了，好几天没见，小孩子一天一个样也不奇怪，将小樱桃送到正厅。一去到正厅，小樱桃果然看到今天去送聘礼的杨老夫人。当看到小樱桃那张粉妆玉琢的小脸，杨老夫人顿时眼前一亮，健步如飞的来到她面前。这就是我的乖重孙小桃桃，给太祖母请安，祝太祖母健康如松柏，长寿无疆。这么好看，这么乖，这么会说话的重孙，谁能不喜欢呢？小桃桃，太祖母听说你喜欢金砖，这2箱送你，可喜欢？哇，虽说娘不缺钱，但谁会嫌钱多呢？这会儿他也不用学小桃桃了，全是发自内心的回道：谢谢太祖母，我喜欢，非常非常喜欢，下次请再拿黄金砸我吧，我乐意。好，下次外祖母给你打造黄金椅子。跟外祖母待了一天，小樱桃本想着晚上溜走的，可杨老夫人硬要拉着她要给她洗澡。太祖母儿大必母，使不得。这会儿屋里只有杨老夫人。你又不是男孩子，无需避太祖母。听到这话，小樱桃险些眼珠子都掉下来了。外祖母这是看出来自己不是男孩子了。太祖母亲手带大那么多子孙，又怎么会连你是男孩女孩都看不出来呢？所以小桃桃是弟弟，你是姐姐，对吧？哇，佩服，不愧是女将，
竟一眼便看穿我的身份了。太祖母，难道就不允许我见到爹爹开始就是女扮男装吗？他也挺好奇，太祖母为何这么断定自己就是姐姐。你这丫头倒是会套话。小淘淘见到你爹爹第一晚就缠着他给他洗白白，还要缠着他陪他睡。如果是女孩，你爹还能不知道？这做法确实很小淘了，难怪太祖母能看出来。这带过孩子的人确实很容易认出来我是女孩子。放心吧，这件事儿太祖母尊重你们的想法，不会告诉你们爹，而且适当的时候，太祖母还可以帮你们遮掩一二呢。太祖母这会儿就像狼外婆一样，让小樱桃无奈又好笑，同时也庆幸太祖母人真的是好。她也看出来太祖母是真心喜欢自己，而且这样也好，等娘嫁过来，她和三弟肯定要想办法进府的。如今太祖母知道了，到时候进府的事儿就容易多了。京郊山庄，叶兰晨死死地捂住脑袋，疼得在床上打滚，那仿佛被千只蚂蚁啃咬的疼让他生不如死。阿姨赶紧将止疼药喂他。七爷，您快吃下。然而药吃下，那痛感并没有减轻。李太医，您快想想办法呀！再这么下去，七爷如何扛得住？七皇子这病我真的没办法，如果加大止痛药的药剂，时间一长，七皇子更加熬不住的。难道就眼睁睁看着七爷被折磨疯吗？唉，眼下除了找到天下第一神医鬼手大人，别无他法。我马上去悬赏万金，继续找人，你看着点，七爷。阿姨刚离开，一名黑衣人飞跃到屋顶，对方拿开瓦片，原本还一脸笑意，当看到躺在床上痛苦敲打脑袋的男人，眉头顿时一紧。这时李太医无计可施，拿着银针就要扎进叶兰晨的穴位，突然一根银针射过来，将他的针给打掉。何人？只见一名黑衣人从天而降。你刚才那一针扎下去，他便会直接的气孔流血，这个不宜马上施针，2个时辰后到温泉池领人。黑衣人将叶兰晨抱起，几个飞跃便消失在屋子里。李太医也是见过世面的人，以黑衣人那神出鬼没的能力，如果真的是想害七爷，不可能跟他废话，所以他这会儿异常冷静。想到刚才那银针，他赶紧去找，很快便在梨花木上找到。是金针，神医鬼手的特殊标志，七皇子有救了。温泉池，黑衣人将人扔进温泉池。这会儿叶兰晨还是有意识的。你是何人？救你的人，不想死的话就乖乖听话。这熟悉而陌生的话让叶兰晨有一丝呆滞，但身上的疼痛根本不给他思考的机会。对方先给他喂了一颗药，随后双手放在他后背，按压住他穴位，后面就是施针。不知道过了多久，叶兰晨从全身燥热变得一点点冷起来，而头上的疼痛也逐渐减轻，直到痊愈。明日丑时在这里等我，一次诊费10万两黄金，明日准备好20万两。话落，人便消失在黑暗中。他都还没抬头看清楚恩人的脸，对方便离开了。但对方的话他还是听得一清二楚，所以在暗衣过来的时候，他便吩咐他去准备好黄金。隔壁山庄，黑衣人飞身回到屋里，换上一身淡蓝色缎裙，便前往书房。书房里，小麦兜刚收拾好账本，便看到母亲进来了。三宝贝，怎么又这么晚啊？小孩子熬夜太多会长不高的。娘，你自己的产业不管，全部让我一个人管，这夜还不是你让我熬的。哼，我就是一个工具人，娘哪里需要我就往哪里搬。每次一时兴起开的店，后面都当甩手掌柜了。哎呀，三宝贝呀，都是娘的错。这样，娘改天呢再去物色一些得力的管事，让你以后彻底的放手啊。对母亲的话，小麦都是一个字儿都不信。可没办法呀，谁让这是他的母亲呢？自己的母亲就是得自己宠着。对了，三宝，娘问你件事儿，之前娘制出来的傀儡香你都卖给谁了？小麦都没想到娘会突然问起这个。傀儡香一颗卖给了当今丞相，一颗给了干爹。你干爹要这个来做什么？娘，这是你自己给的呀，你不知道了？叶若曦这才想起来，当时他刚制出来，陆逸轩便问他要一颗，因为对他的信任，所以当时并没有多问。对了，娘，干爹来信说
3天后到京城，让你准备好欢迎仪式。啊，真的啊？那娘要好好的准备欢迎仪式。叶兰晨换上一套黑色锦衣，又恢复了翩翩公子该有的气质。这会儿站在那里，不知在想什么。安一带李太医走了进来，李太医把完脉后，恭喜七皇子，体内的脉象确实有所好转，不愧是神医鬼手啊！有他出手，七皇子必定能恢复。李太医，你确定那真的是神医鬼手？是不是真的？过几日便知晓。李太医，说说你对神医鬼手了解到的所有信息。神医鬼手是历史上第一个名震天下的女医，她一开始是治疗眼疾传出名气的。她制作了一种能放到眼睛的药，那药非常神奇，一放进去眼睛就能看清了。可那药睡觉的时候要拿出来，醒来再戴上。对了，去年皇上也花了重金向神医鬼手买了那药给太后娘娘。神医鬼手不仅治疗眼疾厉害，他还能将断掉的手重新接起来，那手修养好还能恢复如初，还有很多疑难杂症，反正就没有神医鬼手治不好的病。不过他的诊金比较贵，而且越富有的人家他收费就越贵啊。对了，他收诊金必须要是黄金，不付黄金他便不会出诊。女医喜欢黄金，难道刚好这么巧？叶若曦如约而至，她站在假山上，便看到袒露着上身泡在温泉池上的叶兰晨。在雾气的渲染下，叶兰晨坚挺的胸膛显得越发诱人。这一刻，叶若曦承认自己被诱惑到了，能跟这样的尤物待了几天，自己也不算亏了。叶若曦唇角一挑，看来是时候报一下这几天的仇了。他一根金针飞过去，叶兰晨敏锐地睁开那双深邃的眼眸，手利索的一抓，便将射过来的金针拿住了。神医来的可真准时啊！反应能力可以啊！拿着眼罩戴好，到毯子上躺下。接住对方扔过来的眼罩，叶兰晨没多想，戴上便从温泉池中起来，躺在毯子上。叶若曦走过去，看到那精壮的胸肌，眼眸亮了亮。这王八蛋的身材可真好啊！这美男在眼前，我摸一摸不过分吧？然而他的手比脑子反应更快，直接上手了。施针之前要疏通经脉。于是乎，美若其名的好好享受了一下手感。叶兰晨如果没戴眼罩，便会看到某人此刻就像只色狼一样盯着他。叶兰晨被摸得有些莫名其妙，但很快他也没心思在乎这件事儿了。叶若曦一针下来，他的头突然钻心的疼。放轻松，一开始是会疼，后面就好了。果然，不久叶兰晨的疼痛缓解了。疼过后，他只觉得自己全身从未有过的轻松，而这会儿他明显感受到自己身体的变化。这时叶兰晨感受到一只手正一点点的往下勾勒自己的胸膛，一瞬间身体的异样袭来，惊得他下意识想起身，然而发现自己根本动弹不了。又被点穴了，你想做什么？为何我现在动弹不了？针刚拿开，是这样的，放心吧啊，很快就好了。说完，叶若曦的手越发放肆起来，有仇必报是她的生存理念。哼，那6天的事可没那么容易过去。哼，今夜就要让你看看敢囚禁我的后果。也就是一瞬间，一个大包起来了，叶若曦那手猛地顿住，果然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这么快就被撩到了。这叶先生，你这定力可不太行啊！对这一个陌生人，怎么能随便的点头呢？难道不是你想勾引我？所以你这么容易就被勾引？家里岂不是满屋子的小妾？哼！要是这个王八蛋真的是这样的人，那我不介意把你给废了。一想到自己很有可能跟诸多女人共同用这王八蛋，他拿针的手就有点控制不住了。本少爷只拥有过一个女人。啊，一个？那就是我了。很好，没有跟别人共用。不错，本神医呢可不会救滥情的人，看你人品还可以，本神医赏你一颗药吧，保证让你全身心的舒适。说着往他嘴里塞了一颗药丸，喂完药，叶若曦便转身溜了。然而
还没分身越过假山，一只大手紧紧地将他的腰际抱住。叶若曦猛地转过身，一看傻眼了，刚才明明还躺在那儿的男人，此刻竟然出现在他身后抱着他，一个完美的飞跃。叶兰晨将叶若曦抱下来，将人抵在光滑的石壁上。你竟然冲破了穴道，你不要命了！叶若曦鲜少遇到这样不要命的，这会儿急得她连声音都忘记伪装了。叶姑娘，为了你我这条命不要又何妨？你早就认出我了？咱们亲密无间了6日，你身上的每一处细节我都清楚。而他这会儿穿的是紧身夜行衣，两人贴近的那一刻，感受到叶兰晨身上的异样时，那6日的疯狂在这一刻直接撞他的脑门。不行，不能再见狼我。今天给他吃的药是为了报仇的，我不能自己栽在自己手上。然而他高估了自己的同时，也低估了叶兰晨的能力。如果叶若曦知道叶兰晨就是名震天下的战神七皇子，他今日是必定不会招惹他的。可没人告诉他呀，包括他3个宝贝儿。对于叶兰晨来说，叶若曦就是那兔子，这兔子进了狼窝还能逃吗？那自是不能的，原地吃干抹净是必须的。太可怕了！叶若曦第2日晚上才从山庄离开的，真的是出门不利呀！神医马甲掉了就算了，还把自己搭上去了。2日后，城门口数十名俊男美女穿着艳丽，排成2排站在两边，那阵仗看得官兵都目瞪口呆。城门是不能随便聚集的，官兵刚要过去将人驱赶。官爷，我们少爷呀，几年不曾回京了，我们这些仆人过来迎接一下，还请您通融通融。你们随意，只要不影响出行便可。城外一风度翩翩的白衣公子拿着一把折扇从马车上下来，看着城墙上的金漆大字，心里五味杂陈。6年前狼狈的离开，以为这辈子再也没有机会踏进这片土地，没想到6年后回来了。陆逸轩带着书童，迈着稳健的步伐踏进城门。然而刚进入到城门口，城门口站着数十名俊男美女，齐齐鞠躬。陆爷好，陆爷好，陆爷好，欢迎陆爷回家。陆逸轩看着站在最中央的俏丽身影，脸上的笑意几乎掩盖不住。叶若曦走过去，哈哈哈，轩轩，欢迎回家。再掐，脸上的肉都没了。哎，轩轩啊，自从你的婴儿肥没有以后，你就越发的俊了。好，你的夸赞我收到了，快带我去见3个宝贝。半年不见了，希望我还是小桃桃最爱的干爹。放心，你永远都是小桃桃的最爱。哎，晚上再见吧，我得给你送见面礼呢。先回陆府。好。城门口的事儿很快传遍全城。当一辆装满大箱子的马车在兵部尚书府门口停下来的时候，门丁看到这阵仗，赶紧冲进去找管家出来。管家是后来新来的，他根本不认识陆逸轩，这会儿得知消息，匆匆赶来。你是何人？我们的逸轩公子早在6年前便去世了，兵部尚书府可不是你行骗的地方。来人，将人全部送去衙门。然而管家的话说完，那些护卫刚要动手，给我掌嘴！陆尚书的嫡长子回来，这些狗奴才不热烈欢迎就算了，还敢冲出来冲撞主人！看来你们现在的主母很会调教你们这群狗奴才啊！陆尚书的继室苏氏听到消息，急匆匆的来到门口。哼，我看你们谁敢动我陆家的人！然而他踏出门看到陆逸轩的时候，脸色顿时煞白。不可能，他明明摔下了山崖，怎么可能会活着？夫人，这些不知道哪里来的人，竟然敢冒充已经死去的大少爷，还将我们都控制住了。放肆！你们简直目无王法，竟敢来兵部尚书府撒野！来人，将他们全部抓起来！然而他就算喊也没用，后面陆续走来的护卫一个个还没等动手，就被叶若曦的一包药粉全部迷倒下了。你们怎么敢？轩轩，这人是谁啊？你家怎么有长得这么丑的女人啊？不认识啊。听到两人的话，苏氏气得差点原地去世。
宝贝们都干活吧啊！把不认识咱们陆大少爷的全都给我绑起来，等兵部尚书回来统一发落。陆逸轩只是看了叶若曦一眼，叶若曦便明白他眼中的意思，直接吩咐人将这些不听话的仆人全部送到大理寺，包括他的继母。将人送走后，陆逸轩脸色平静地走了进去，没人知道他内心是如何连绵起伏。6年了，我回来了。这一次必定让所有欺压过我的人付出代价。皇宫，皇上听到皇公公禀告这事儿的时候，叶兰晨也在。大臣，逸轩回来了。陆逸轩曾是皇上的伴读，他与皇上还有叶兰晨亦是年少好友。哎呀，皇上，这100个胆子，奴才都不敢说谎啊！陆公子还是叶帝师嫡女亲自去迎的，叶姑娘还以自己的雷霆之手，将半个兵部尚书的仆人全部送进了大理寺。哦，没想到朕未来的皇嫂竟还是个妙人，那看来今晚的晚宴，朕得去会一会这个皇嫂了。皇上，参加晚宴这件事情，太后未必会同意的。因为皇上有一次在宴会上差点被行刺，自那以后，太后便再也不让皇上出宫参加宴会了。回想往事，皇上还笑道：皇兄，换做以前，母后确实不会让朕去参加宴会，但眼下国泰民安，还有你在，母后早就对朕放手了。加之这么多年，京城都不曾办过大型的宴会，眼下陆府举办如此重大的宴会，朕与你过去凑凑热闹。叶兰晨还在犹豫，皇上继续说道：皇兄，这场宴会可是皇嫂主办的，你难道不好奇皇嫂为何会跟逸轩走在一起？还有小桃桃这会儿就在宫里，你难道不想带小桃桃出去亮个相？说到后面，叶兰晨心动了，因为按照黄公公说的，叶若曦跟陆逸轩的关系看来很不错。那又如何？我跟若曦都有儿子了，而且不久就要成婚了，所以带着儿子过去亮一下相不过分吧？兵部尚书回到陆府，看到门口张灯结彩，一时惊住了。门丁看到陆尚书，赶紧迎上前去。恭喜老爷，大少爷回家了。陆尚书阔步走进去，当看到站在那里的陆逸轩，他已经顾不得那么多，冲上去一把将他抱住。那张沉稳却带着些许沧桑的脸，竟然流下了2行泪。回来了就好。陆逸轩永远不会忘记母亲意外身亡的2个月后，他才匆匆回来听舅舅说是意外，他信了。舅舅说让他娶继室照顾他，他也听了。所以如今面对父亲，他能做到的也只有维持表面的恭敬。父亲，苏氏与方向阳陷害我母亲的相关证据，我已经送上大理寺。怎么可能啊，轩儿，你是不是对你舅舅有什么误解？你舅舅从小就对你很好，他不可能。真不知道陆尚书是如何做到现在这个位置的。堂堂兵部尚书，元妻保护不了就算了，连个几岁的孩子都护不住，难道不觉得讽刺吗？陆尚书难道不知道我那所谓的外祖父宠妾灭妻，还是不知道那个所谓的舅舅跟母亲根本不是一母同胞的亲姐弟？不过也是，你心系百姓大业，这些你确实不知道，你也无需知道太多，等着大理寺审判便可。留下这话，陆逸轩便转身离开，返回自己的院子。陆逸轩还没反应过来，突然冲出来2个身影。干爹！看到小樱桃和小麦兜笑意盈盈地跑过来，陆逸轩赶紧蹲下身。小樱桃、小麦兜可有想干爹？自然是想的。哎，小桃桃呢？干爹，小桃桃在爹爹那儿。小樱桃微叹了一口气，她觉得自己这一天天真的是过得惊心动魄的。为了不被爹爹发现，她在杨府待了半天，就跟小桃桃换过来了。你爹爹知道你们的存在了？暂时只知道小桃桃，不过娘不知道小桃桃跟爹爹在一起。你们几个小鬼竟然偷偷认爹了，就不怕你们娘知道修理你们一顿？干爹，只要你不说，我不说，我们还是能瞒娘一段时间的。过灵尽快，到时候你娘生气啊，可别来找我啊。放心吧，到时候娘真的生气，也有爹顶着呢。娘至今还不知道自己要嫁的人其实就是爹呢。呵呵。晚宴开始前，叶若曦拖着陆逸轩出来迎客，看到陆逸轩，陆尚书走过来：轩儿，之前是爹不对，等会儿爹会当着所有人的面跟你道歉。说完，不等陆逸轩接话，他又返回去迎客了。有人迎客，也就没叶若曦什么事儿了，他主要是不放心他的轩轩而已。然而他刚准备去吃点点心，突然冲过来一个身影，叶若曦反应极快，闪到了一边，人来不及刹车，直接摔了下去。叶若曦灵机一动，
直接往对方身上倒去。反正有个人肉垫子，摔一下又不疼。叶若曦这么一摔，只听咔的一声，骨头断裂的声音，以及对方杀猪般的惨叫声。若曦，你没事吧？陆逸轩本就在不远处，将刚才的事儿看得一清二楚。没什么事儿啊，就是这位姑娘太瘦了，摔得我胸疼。你这个无耻的贱人，你撞到了人，竟然还敢说这样的话！陆少爷，你是这里的主人，你得让这个女人给我的丫鬟一个交代。哎，我说这人怎么这么不长记性啊？都断了一只手了，还敢在我面前撒野？哼！果然呐，这白莲花都是越挫越勇啊！来人，将闲杂人等丢出去！顾伟刚要动手，放肆！我可是流云郡主，我看谁敢动我！郡主又如何？反正我又不认识。流云郡主没想到自己都报出身份了，陆逸轩竟然毫无反应，气得他差点吐血。而这时他瞥到门口进来一个熟悉的身影，他顿时一喜，飞身冲去门口。表哥，表哥，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那个不知道哪里来的贱人，上次在你的山庄就将我的手给掰断了，这次竟然又打了我的丫鬟。表哥，你一定要为我做主啊！什么？竟然是这个王八蛋！哼，我倒要看看这个表哥怎么给他的小表妹做主了。你给我等着，看我表哥怎么收拾你！哼！你是何人？表哥，你不认识我？我为何要认识你？表哥，我是流云啊！你小的时候还带我一起玩过呢。你忘记我了吗？他怎么也没想到自己喜欢了这么多年的表哥竟然不认识他。忘了。听到后面，叶若曦直接笑出声来，而一身简约黄袍的皇上让她的笑容瞬间消失。谁能告诉我为何皇上会出现在这里啊？要是知道皇上也过来，打死我也不敢笑得如此魔性啊！这太丢人了！这王八蛋一定是故意让我出丑的。一句话没说，锅都已经甩过来了。陆逸轩看到皇上，显然也是一愣，当即要跪下来行礼。叶若曦自然跟着要跪下。逸轩，叶姑娘免礼，朕此次微服出行，还望二位保密。皇上，请一不小的院子。看到幼年时的玩伴，皇上还是挺高兴的，但他此次主要想过来看看皇嫂，所以目光更多的是放在叶若曦身上。一到院内，便主动搭话：叶姑娘，师母身体可好？叶帝师是他幼时老师，博学多才，很让皇上敬重，所以皇兄向他要择日完婚的旨意，他毫不犹豫答应了。啊，回皇上，母亲身体很好，哼，能不好吗？啊？天天被夫君滋润着，哈哈，爹看起来每天都板着脸，一副觊觎的模样，实际夜里浪得很呐。初次见面，朕没准备什么见面礼，简单送你点金元宝好了。皇上话落，王公公笑着将一匣子的金元宝送到叶若曦面前。这皇上可太会来事儿了，一见面就送金子，那我怎么也得投桃报李不是？谢皇上赏赐。皇上，臣女有一单买卖想跟您谈谈，不知您可有兴趣啊？哦，是吗？叶姑娘请讲，朕洗耳恭听。叶若曦没想到皇上这么好说话，她看了周围一圈，发现周围很多护卫，皇上顿时了然，立即吩咐所有的护卫出去，只留下叶兰晨还有陆逸轩。叶若曦并没有阻止叶兰晨留下，毕竟这是皇上，身边肯定需要留下一名护卫的。左右，叶兰晨也发现了自己的神医马甲。叶若曦要与皇上说的是开眼镜店的买卖，在现代，眼镜生意简直是暴利，在这个科技不发达的古代，更是能卖出天价。这眼镜店自己也可以开，但制眼镜的技术被人学了，后面自己肯定会有很多的竞争对手。可如果跟皇上合作，那就不一样了，那可是皇上，皇上就相当于现代的国企，而且他要成为皇上，眼镜只是第一步，他还有很多东西需要通过皇上的手开发出来，而且他只想动动嘴皮子。叶若曦耐心地跟皇上解释了近视、远视这些症状的区别，然后拿出自己随身带的墨镜，让皇上试试直视太阳。皇上戴着太阳镜出去，抬头一看，太神奇了，戴着这个眼镜竟然真的能直视太阳了。用太阳镜的百姓呢还是比较少的，近视眼镜和老花眼镜才是最多人用的，到时候这两款直接量产便可以。皇上这会儿看着这精致而奇特的太阳镜，仿佛已经看到无数的银子在跟自己招手了。
叶姑娘，这买卖就让你主导，朕安排户部尚书配合你，你需要做什么，直接吩咐他便可。至于那个分成，你看多少合适？皇上，物料、店铺、人力都需要你们出，我呢只是出构思和技术，我吃亏点，扣除成本之后拿5成吧。所以在你不吃亏的情况下，你想拿几成？叶兰晨有些好笑的看着眼前胆儿肥的姑娘，叶若曦抿了抿嘴。按照我这几年谈买卖的习惯，我一般都是拿7成，别人拿3成。既然这样，皇上，我觉得还是按照叶姑娘平时的习惯来，她拿7成，你拿3成。毕竟皇上这么大气，总不能让叶姑娘一个小女子吃亏是吧？这王八蛋有这么好心，居然帮我多争取2成。这2人确定不是在唱双簧？心上。说的是，朕自然不会让叶姑娘吃亏的。那就叶姑娘7成，朕3成，2成啊！这眼镜以后肯定要暴利的，这多2成得多多少银子？自家皇兄媳妇儿都还没娶回去呢，就已经护上了。我能怎么办呢？爹爹，你看我出去溜达了一圈，都收到了什么？当看到小跑进来的小桃桃，叶若曦顿时傻眼了。皇上和叶兰晨都还没有反应过来，叶若曦便消失在大伙面前，而刚跑进来的小桃桃也跟着不见了。怎么回事啊，小桃桃？你怎么会突然跑出来啊？不对，你为何会喊爹爹啊？你喊谁爹爹了？看到叶若曦，小桃桃惊得手中的盒子掉在了地上，这么一掉，盒子里面的东西摔落一地。叶若曦下意识地看去，便看到一地的黄金首饰。小桃桃，你这是去打劫回来了？娘，这是我出去溜达了一圈，那些叔伯阿姨们送给我的，他们都说我长得好看，而且会说话，这都是他们给我的见面礼。娘，这些都送给你，我继续出去溜达一圈，等会儿收到黄金首饰再拿过来送你。小桃桃准备将刚才的事儿给忽悠过去，然而叶若曦并没有如她所愿。小桃桃，你的狐狸尾巴一翘，我就知道你想做什么了，还想把事情忽悠过去，真当你娘很好忽悠吗？娘，你说什么忽悠？我刚才明明喊的是干爹，我忽悠你啥了？叶若曦似笑非笑，不知从哪儿拿了一条棍子出来。小桃桃几乎是秒怂，3两下就将那天状元游街跑去认爹的事情给说了出来。小桃桃，你说那天的状元游街是你爹去的啊？这事娘不知道吗？精明的眼瞳顿时闪了闪，脑袋瓜子快速转动，随后赶紧说道：娘，说来也奇怪，爹身上有你去参加科举的路引，那天黄公公去酒楼找到他的，当时科举留的地址正是爹所在的地方，我问过爹，但一问到他为何会在酒楼，爹就很生气，我便不敢再问了。听到这话，叶若曦顿时警铃大作。等一下，路引酒楼，叶兰晨是那晚的男人。哎呀，难怪这个王八蛋一看到我就恨不得将我咽进肚子里，原来是我睡了他2次。所以那6天就是那王八蛋对我的报复。现在想想，好像不能生气了，毕竟是我睡他在前，他报复我在后嘛。不过这会儿他还是挺心虚的，担心3个孩子知道自己夜不归宿，又睡了他们爹爹的事儿，所以也不敢深究。二宝贝啊，你认了爹娘不阻止你，但你一定不要让他知道你姐跟你3弟的存在，不然他要将你们全部都抢走了，娘怎么办啊？对于小桃桃认爹这件事儿，他也是担心叶兰晨将小桃桃抢走，可小桃桃在梦里都想要找到亲爹，这会儿被他找到了，他自然不会阻止他们相认，只不过现在他对叶兰晨还不够了解，贸然被他知道3个孩子的存在，按古代的古板思想，肯定会是要求孩子认祖归宗的。娘，你放心，我一定不会让爹爹知道姐姐跟3弟的存在。小桃桃，娘，爹来找我了，我先出去了。看到小家伙这开心的模样，叶若曦顿时有些愧疚。孩子的成长离不开父母的陪伴，母爱重要，但父爱也一样重要。虽然陆逸轩这个干爹给了几个孩子无限的疼爱，但父亲就是父亲。叶若曦没有过去，在里面看到叶兰晨将小桃桃抱起来，那一脸柔和的模样让她觉得有些恍惚。小桃桃不知道跟叶兰晨说了什么，2人很快离开了。陆逸轩走了过来，西西，有考虑过跟叶兰晨成婚，让3个孩子有个名正言顺的身份吗？
轩轩，不用多久，我便要跟杨府的嫡子重婚，我的孩子一样也有个名正言顺的身份。至于叶兰晨，他一见他便知道他应该身份不菲，说不定是那种规矩多多的大家族。这要是嫁过去，还得被婆母立规矩，他才不要呢。可嫁给杨家嫡子就不一样了，嫁过去就当家做主，而且还不介意自己带孩子。重要的是，给的实在太多了。他真的很难拒绝呀！哎，好了，不说我了。接下来你如何打算啊？要想将你外祖家彻底弄垮，眼下最重要的是权力。我交给你的火药制作，你可以考虑用上了。只要你能制出威力十足的火药，便能得到官职。西西，为什么对我这么好？你明知道火药的制作对整个东来国都非常重要。如果你利用火药跟皇上搭上关系，不比眼睛好？因为你值得啊！跟皇上搭上关系有很多种办法，但我们轩轩只有一个呀。陆逸轩看着眼前桃腮带笑的女孩，很想抱一抱她，可他知道她即将要嫁人了，她的名声还是很重要的。你呀，每次都这样，你让我如何报答你啊？努力的升官发财，成为我和孩子们坚强的后盾，这就是对我最好的报答。好，我努力升官，成为你们的后盾。叶兰晨重返，将两人后面的对话听得一清二楚，一时间醋意横发，快步走过去。陆公子，原来你在这儿，皇上请你过去呢。好，我现在过去。叶姑娘可要一起？陆公子快点去吧，本王还有些事情要跟叶姑娘说呢。陆逸轩深深看了叶兰晨一眼，随后再看向叶若曦，才点头离开。本王，你是王爷啊？陆逸轩前脚一离开，叶兰晨便一步一步靠近，叶若曦直接被迫退到墙壁上。他还以为自己会撞上那凸出来的装饰物，却不想叶兰晨直接将他抱住，一个转身，用他自己的身体抵住了身后的墙壁。本王便是七皇子。你说什么？你是战神七皇子？百姓确实都称我为战神，但本王现在还有个新身份——三元极地状元郎。这话让叶若曦脑袋嗡嗡作响，此时此刻她只想遁走。我不是疯了，我怎么得罪了个最不能得罪的男人呢？战神和皇上是他最不能得罪的，他一直告诉自己，要想在东来国混得风生水起，看到这两人一定要好好供着，可不能给自己找罪受。可他在做什么？直接将战神给得罪彻底了。哎，这可是战神啊！睡了2次就算了，还生下了3个孩子。看着叶若曦一副呆滞且带着一丝慌张的小表情，叶兰晨内心很满足。他看着眼前这张倾城的脸，喉结动了动，那微微咬紧的红唇仿佛带着致命的诱惑。向来自制力极强的叶兰晨这会儿也不知为何直接贴了上去，突然的手软让叶若曦吓了一跳，下意识想将对方推开，奈何这强劲的体魄，他这小身板只是在给他挠痒痒。可他反抗了一次，见反抗失败，干脆化被动为主动，直接上下其手，主打一个反手为攻。反正都睡了2次，再睡1次又有何区别？看来这笨蛋真是爱藏我了，原来一直是在欲擒故纵。既然这样啊，那要是现在如了他的愿，后面我还哪有威严？这般想着，他一把将对方推开，一副玩味的模样。晚上来山庄。说着潇洒的转身离开。看到对方离开，叶若曦顿时挑眉，果然被他猜对了。切，开玩笑，还去山庄，逃都来不及了。从屋里出来，叶若曦便去参加宴会。这次宴会很是盛大，加上皇上也来了，而且皇上如今17岁，后宫也未曾有妃子，带了女儿过来参加宴会的都蠢蠢欲动。于是宴会直接成了才艺大比拼。最先站出来的是陆尚书的嫡次女陆兰芝，也是陆逸轩同父异母的妹妹，邀请大家一起作画，时间限定在2刻钟。听到她的邀请，好几名姑娘眉头蹙紧，一名穿着简单蓝色衣裙，个子高挑。哈哈，赵一鸣，你笑什么？谁不知道你陆兰芝是天下第1丹青大师江南沐雨的徒弟？你让大家跟你比丹青，我摆明想自己在皇上面前出风头。我没有这个意思，我就是想着这难得大家聚在一起嘛，提议找点大家感兴趣的事情一起玩一下，大家开心开心而已。哼，口是心非。那你怎么不提议射箭舞剑？陆兰芝气得差点绷不住自己淑女的形象，粗鲁至极。赵姑娘，这是宴会，不是
军营，谁想看你舞剑射箭啊？就是呀，女孩子家家的，谁舞剑啊？我看还是作画好。皇上，本宫听说叶帝师跟天下第一丹青大师江南沐雨的丹青不相上下，那叶姑娘身为叶帝师的女儿，想来她的丹青必定也是很好的。听到这话，皇上下意识看向叶若曦。朕同意，不知叶姑娘意下如何？老大，我还能抗旨不成啊？皇上，臣女同意。听到他同意，陆兰芝整个人欣喜若狂。这下他一定会在整个宴会上大放异彩，皇上一定会对他另眼相看的。叶兰晨这会儿站在皇上隔壁，不放心的低声道：“如果我没记错，当年叶帝师好像吐槽过他女儿琴棋书画没有一样擅长的。”皇上显然一愣，好像也想起这件事儿。那可如何是好？七皇子，你多虑了。叶兰晨深深看了陆逸轩一眼，随后又看向叶若曦一脸淡定的模样，才将提着的心放了下来。从考上状元，再到神医鬼手，每一个身份都让他很震惊。是我多虑了，这女人估计还会给我带来更多惊喜。这次丹青以塑画为主，1炷香的时间，画得又快又好者胜出。准备好颜料，黄公公宣布开始，各位千金便开始提笔作画。陆兰芝信心十足，然而她刚画好框架，天哪，她竟然这么快画好了！叶小姐该不会是不会画，然后装不下去了吧？叶若曦对此一点反应都没有，对皇上说了句画好了，便坐了下来。那几个没事找事的人见时间有限，便也不好继续取笑他，认真将自己的画给画好。1炷香的功夫很快就过去，皇上带着叶兰晨走过去欣赏。叶若曦第一个画好，按理是先看他的，可皇上有意想逗一下叶兰晨，便从最后的位置开始看到陆兰芝画的那是一棵常青树山水图，能在这么短的时间内画得如此神韵，可见确实有点天赋。但皇上看着总觉得缺点什么，可一时间也想不出来缺了啥。看完了陆兰芝的一对比，发现前面的的确还是陆兰芝的更胜一筹。然而当他跟叶兰晨看到叶若曦的画时，两人脸上的表情瞬间凝固，下一秒皇上直接笑出声来。不愧是帝师之女，这丹青可真的是青出于蓝呐！朕宣布此局叶姑娘胜。皇上，你不能因为她是叶帝师的女儿，便给她搞特殊啊！她明明什么都不懂，她怎么？你这是在怀疑朕的眼光？臣女不敢，还请皇上恕罪。皇上，既然你宣布叶姑娘获胜，那请你将画呈现出来，让大家看看吧。毕竟要让其他人说得心服口服。黄公公，拿起来让大家看看。黄公公将画拿起来，众人一看，全场鸦雀无声。画面上，皇上坐在那里，叶兰晨笔直地站在一旁，皇上的表情是微微一愣，叶兰晨则是眼里满是担忧。这幅画将两人的微表情画得异常生动，如果不是知道这是一幅画，远远看去还真的会以为那是皇上坐在那儿。诸位可输得心服口服。皇上是真的被这位皇嫂给折服了，彻底服了。没想到叶姑娘的丹青如此好，众人赶紧附和着皇上。哎呀，没想到叶姑娘画得如此好啊！哎呀，是呀，真不愧是帝师之女。怎么会？叶若曦的丹青怎么可能会在我之上？这不可能！我可是江南沐雨的关外弟子，怎么会输给一个琴棋书画样样不行的嫡女呢？叶若曦画完画就想溜了，奈何皇上这里她不好马上溜。这会儿见大家都还沉浸在震惊中，她也懒得管了，跟皇上道了声身体不适便离开了。然而她还没走几步，叶兰晨追了过来，记得晚上到山庄来。那你好好等着啊！做梦啊你！我可是要嫁人的人，怎么可能还主动跑进狼窝呢？既然你要等，那好好等吧。叶兰晨在山庄等了一宿都没见到人，派人去查，叶若曦就像失踪了一样，连叶府都没回去过。问小桃桃：爹爹，除非娘自己出现，不然我们谁都找不到她。这女人又在玩欲擒故纵了。京城生意火爆的怡红院，叶若曦一身男装，正抱着2个穿着清凉的美人喝果汁儿，对面一个美人在抚琴，还有2个美人在跳舞。这歌舞升平的惬意让叶若曦沉浸其中。小樱桃过来见状，得亏娘不是男的，不然呢必定妥妥一个大渣男。
叶若曦也是有分寸的，看到闺女过来，示意他们出去。宝贝，今日怎么过来啦？那七皇子都快将京城翻了个遍了，也不知道娘为何突然躲起来。哎呀，不用管他，娘可是即将成婚的人，可不能给你后爹戴帽子。小樱桃听到这话，莫名想笑。要是成婚当天，娘知道这杨家嫡子便是七皇子，那表情会有多精彩？小樱桃还是决定拭目以待。那娘，这个呢是我新制的毒药，你拿来防身，只要沾上就会惹来无数的蛇虫鼠蚁。哎呦，这大宝贝的制毒本事是越来越强了。哎，有空多做点，这玩意儿老值钱了。娘，多做点自然没问题，但前提你得先将解药做出来。闺女，所以你将药给娘，只是想让我将解药制出来，让我防身只是顺带。娘，我可没这个意思，我就是制不出解药，想着来请教娘的，所以娘，你有空帮我织一下哈，我现在去大批量制药，一定让你赚得盆满钵满。说完，漏风的小棉袄直接逃之夭夭。晚上，阎王阁。阎王阁是东来国最大的杀手阁，这里有个接单榜，要买谁的命，明码标价写在这里，有能力都可以过来接单。一名戴着鬼面具的人来到阎王阁。阁主，你来的正好，在下有要事禀告。何事？今日有人下单，那叶帝师嫡次子的一条腿，出价2000两。什么？2000两？这下单的人误谁的？2000两可是杀手阁最低的起步价，还是叶帝师的嫡次子。阁主，那这张单不接，没有2万两，让他自己去砍。闻言，猪头管事赶紧拿着单子退下，留下鬼脸面具在那里坐台。这时，一名穿着黑袍、戴着一张银色面具的男子走了进来，帮我查陆尚书的嫡子陆逸轩这6年来的所有事儿。听到这话，鬼脸面具下的俏脸顿时微微紧绷起来，深深看了眼前的男子一眼，而对方与他眼睛对上那一刻，眼眸一顿，鬼脸面具赶紧低下头，拿过银票，3日后过来取。说完，鬼脸面具察觉到对方离开了，这才抬起头，竟然是叶兰晨。他查陆逸轩做事，管他的呢，反正有银子，给他一些信息又如何？便飞身前往城尾的方向。他不知道的是，此刻身后还跟着一个尾巴。鬼脸面具飞身到一间屋顶，拿出瓦片，然后拿出一个小瓶子，将里面的东西倒了下去。不到半刻钟，来人呐！救命啊！鬼脸面具低头一看，顿时有些头皮发麻。大宝这药真的是绝了！一屋子的虫子，屋里涌出很多护卫，利用各种东西驱赶那些虫子。可虫子不仅没少，还越来越多。这个时候，鬼脸面具从天而降，手里拿着一支药，对着那虫子就喷过去。不到一会儿的功夫，那一屋子的虫子全部倒下了。兄弟，先别哭，这虫估计还会过来。我这药对杀虫效果可好了，你要不要买啊？2万两一支。买，我要10支。管家，拿银子过来，快啊！拿了银子，放了10支杀虫药，很快便消失不见。后面紧跟的黑衣男子看到突然消失的身影，顿时眉头蹙紧，四周看了下，找准了方向飞过去。突然，四周飞来无数支银针，男子直接掏出软件抵御。我靠，不愧是战神啊，这身手也太帅了！还没来得及反应，人已经飞到他面前了。还不算蠢吗？能知道我跟踪你？鬼脸面具人听到这话，直接破音：“你说谁蠢了？完了，好像暴露了！赶紧溜！”叶兰晨在他准备逃的瞬间，将人直接扛了起来。叶兰晨，你放开我！太吵了，闭嘴！叶兰晨嫌弃的点了他的哑穴。叶若曦气得想挣扎，可对方那手竟然直接在他屁股上打了一巴掌。安分点儿。有风啊，这男的有毒啊！一直回到七皇子府，叶若曦被扔到那大床上，哑穴才被打开。哼，叶兰晨，你死定了！我要让你知道请神容易送神难。说完，叶若曦直接一卷被子闭眼睡觉。闭着眼睛的叶若曦气得不行，没想到叶兰晨竟直接识破自己的身份。这么多年，阎王阁阁主的身份一直是谜一样的存在，就这么被轻易识破了，这不合理啊！这难道
难道叶兰晨，你是不是爱惨我了？所以一直跟踪我？好了，你不用说了，我都懂。我睡会儿，别吵我。叶若曦不等叶兰晨回话，便闭上了双眼。这时，门外响起急切的敲门声，叶兰晨快步走了出来。七爷，不好了，太妃发病，陷入昏迷了，马上带李太医进宫。叶兰晨迈着步子，刚准备飞身离开。哎，等我跟你一起去。叶兰晨这才猛地想起叶若曦可是神医鬼手。叶若曦刚准备飞身跟上去，突然腰肌被叶兰晨揽住，但很快叶兰晨将他放到马背上。叶兰晨就这么骑着马，带他直奔太妃的寝宫门口。进入寝宫，太后听到动静走了出来，看到叶兰晨，晨儿，可有将李太医带回来？姨母，若曦懂医术，让她给母妃看看。你便是若曦，太好了！你快随姨母进来，给你母妃瞧瞧。太后对叶兰晨的话没有一丝质疑，二话不说便将叶若曦拉进内室。一进去便看到毫无血色的太妃娘娘躺在梨花大木床上。叶若曦很快把完脉，然后看向太后。太后娘娘，太妃是中了傀儡蛊，对方催动了母蛊，想来是想控制住太妃。什么傀儡蛊？我现在要马上将子蛊取出去，还请太后娘娘移步到外面。好，若曦，你一定要救你的母妃呀，不能让她出事啊！母妃？太后一定是太紧张，连话都说错了。这般想着，她没再多说什么，应了一声好，便坐下来为太妃取蛊。一个时辰后，一颗暗红色指甲面大小的虫子被装在一个透明瓶子里。太后娘娘，可以进来了。听到声音的太后和叶兰晨同时走了进来。母妃如何了？若曦，可有顺利将蛊虫取出？放心吧，蛊虫已经取出来了，休息一会儿，太妃便能醒过来。那可真是太好了，若曦丫头，今夜幸好有你，明日一早我便让皇上给你重重打赏。叶兰晨过去看到太妃脉象平稳，原本苍白的脸色这会儿已经恢复了一点血色，心中的担忧松下了不少。看到叶若曦额角都是汗，赶紧拿起一张手帕给她擦额角的汗。我先送你去隔壁偏殿休息一下，等母妃前来我喊你。哦，对，丫头，你先去休息一下，这取蛊肯定费了不少精力，得好好休息。半个时辰以后把这个喂太妃吃了，如果有发烧的迹象，马上喊我。好。叶若曦去隔壁偏殿躺下，却没多久便被叶兰晨紧张的声音喊醒。若曦，快去看看我母妃。叶若曦猛地睁开眼睛，都无需叶兰晨多说，便撑起来飞奔过去。看到地上的黑血，叶若曦瞳孔一缩。姐姐，你醒醒啊，姐姐，你不能丢下我，你说过的，你要护我一辈子的，姐姐，你醒醒啊！七皇子，带太后出去。太后，我们先出去。叶兰晨强忍着内心揪痛，将太后拉了出去。叶若曦在门关上的那一刻，拿出匕首，在自己的手臂划过，将血滴在太妃嘴里。她的血不仅能解百毒，还能让仅有一口气的人重塑筋脉。这是她穿越来到古代唯一的金手指。不过，她血能救人的事儿，只有她自己知道，3个孩子都不曾说过。不到万不得已，她绝对不会用这唯一的金手指。至于她为何会毫不犹豫救太妃，那是因为太妃是她来到这个世界上最敬重的女将军。叶若曦将自己伤口处理好后，虚弱地跌坐在一旁。这金手指虽然逆天，但用一次她得虚弱3天，虚弱到随便一个婴儿都能将她推倒那种。叶兰晨在外面听着重物跌落在地上的声音，顿时一急，也顾不得那么多了，直接撞门冲了进去。当看到叶若曦摔倒在地上，阔步冲过去将人扶起来。若曦，太妃没事了，这几天我身体有点虚弱，将我送到一个安全的地方。叶若曦此刻虚弱的连话都差点说不出来，要不是叶兰晨耳力好，都听不到。好，我马上送你出宫。刚才他看了母妃一眼，她脸色已经恢复红润，确定人已经没事儿，他揪着的心方才放松了下来。叶兰晨以为叶若曦只是太累了，睡一觉醒来便没事儿。可是第2日过去，看他的时候才发现他的脉象很弱，而且怎么喊都喊不醒，吓得他将太医院的医生都请了过来。叶若曦是被饿醒的，睁开眼看到一屋子的太医。你们倒是给我想办法呀！要是他有什么事儿，你们所有人都给我滚出太医院！这七皇子这么担心我吗？醒了，七爷，叶姑娘醒了。闻言，叶兰晨赶紧冲过去。茜茜，你终于醒了。你现在哪儿不舒服吗？我饿了。小绿，马上拿吃食过来。李太医，
你马上过来给看看。小绿和李太医一刻都不敢耽误，急忙按照吩咐去做。李太医把完脉，小绿已经将粥拿了过来，给我。叶兰晨将粥拿过来，然后亲自喂他。李太医，脉象如何了？七皇子，叶姑娘脉象逐渐平稳，接下来休息2日便能恢复元气。李太医虽这样说，但叶兰晨还是不放心，让守在一旁的太医全部都把了一次脉，所有太医的结论一致，确定叶若曦并无大碍。叶兰晨这才放下心来。叶若曦看到叶兰晨竟然这么大阵仗，老实说她还挺感动的。唉，要不是答应嫁给杨家嫡子，我都要考虑一下要不要告诉他几个孩子的存在，毕竟这个男人看起来还是不错的。叶若曦很快将这个念头给打消了，这可是七皇子啊，还是当今战神，背景如此强大，以后必定诸多妾室，他才不要跟其他女子分享自己的相公呢，还是杨家嫡子好啊，是个不行的，以后也不怕他有妾室。这般想着，叶若曦觉得自己的精力都恢复了一些，很快吃完了2大碗粥。其实他还饿，可是叶兰晨不肯给他吃，说一下子吃太多不好，他只能作罢。第3天，叶兰晨忙完去叶若曦所在的屋子，一进屋哪里还有叶若曦的身影啊？床上扔着一张纸，我要回去嫁人了，后会无期。这下看你如何逃得过我的手掌心了。叶若曦回到叶府，便被小樱桃和小麦都拉住了。娘，你这几天都去做什么了？可是有哪儿不舒服？两人其实已经从小桃桃口中得知叶若曦救了太妃后，因身体虚弱，在七皇子府养身体的事儿。不过眼下他们又不能明着问啊。娘这2天呢是又去做好事给人看病了，就是有点累，没什么事儿啊。确认叶若曦没事儿，两人提着的心才放下来。小麦都想到今日收到的信，娘，这是阎王阁的信。叶若曦拿过来打开，然而当他看到里面的文字时，疯了！那混账的一条腿什么时候这么值钱了？竟然真的有人愿意出2万两！舅舅，这是又得罪谁了？这一次将对方得罪的有点狠啊！小麦兜，让人把你2舅用麻袋装起来，然后送到阎王阁领赏金。娘，你确定？确定。那混账我再也不管他了，这次我一定不会心软。晚上，阎王阁，猪头掌柜拎着一个大包袱来到接客区。没多久，一名黑衣女子拿着一把剑走了进来。客官，叶帝是嫡次子，我们弄回来了，你可以看他脚了。说着，将包裹打开，叶飞阳光俊逸的脸露了出来。他死死地挣扎着，想说话又说不出来。黑衣女子握着剑，愤怒地来到他面前，毫不犹豫一剑插了过去。隐藏在身后的叶若曦赶紧冲出来阻止，然而下一秒就看到那剑直接插在叶飞裤裆的最中央。叶飞吓出了一身汗。叶飞，最后给你个机会，你到底要不要对我负责？选我，或者留下一条腿啊！真的是情债啊！这叶飞可以呀，终于翻车了。不过这女的声音怎么这么熟啊？赵一鸣，你有病啊！你吓死我了！要是能吓死你，我就不用花银子将你绑来这里了。赶紧选，我内心有限。你选什么选？你让我怎么对你负责？我1没亲你，2没睡你，你凭什么让我对你负责？你都把我看光了，难道不应该对我负责吗？赵一鸣，那是5岁的事情，5岁我什么都不懂。你凭什么让我负责？混账！你都把人家姑娘看光了，还不想负责？臭小子，我看你就是欠收拾。一旁的叶若曦听到这话，拿着一条棍子就往叶飞身上抽去。姐，你疯了！你怎么能帮着外人呢？赵一鸣这个凶婆娘，我要是娶回家了，我还有好日子过吗？不负责，我这辈子都不会对她负责的，除非我死了。跑着跑着，叶飞好像发现叶若曦并没有追上来，他顿时一愣，转过头去一看，叶若曦这会儿站在赵一鸣旁边，勾着唇，似笑非笑地看着他。这笑让叶飞背后顿时一冷。姐，你怎么不追了？你不是说你死了再娶赵姑娘吗？那你去死吧！叶若曦可没给两人太多时间震惊，提着剑直接往叶飞身上刺去。叶飞刚才被吓得半死，现在更是被吓得整个人都僵住了。在剑要刺进自己的一瞬间，下意识闭上了眼睛，而想象中的疼痛并没有发生。他下意识睁开眼，便看到近在咫尺摇摇欲坠的人，身上露出半截剑，他整个人瞳孔放大，手比脑子更快，一把将人给扶住。赵一鸣，为什么要救我？叶飞，我从5岁开始追着你跑，可你从不曾多看我一眼。如今
我也累了，以后你也解脱了，再也不用被我烦了。赵一鸣，你不准死，你给我撑住，我送你去找大夫。叶飞想要将赵一鸣抱起来，奈何他长期缺乏锻炼，根本抱不起来，急得他姐，快帮我请大夫，求你了，帮我请个大夫。你又不想对人家负责，何必救他？他死了才是真正的解脱。他扑通一声跪在叶若曦面前，姐，我求你，你救救赵一鸣，只要他好起来，我一定对他负责。你确定要对他负责？对，只要他没事，我马上让娘去照服下聘。叶飞刚说完，突然一个身影扑了过来，将他直接扑倒在地上。叶飞啊，你终于同意对我负责了，太好了，不用下聘，我现在就可以跟你回家。叶飞有一瞬间的呆滞，片刻后顿时恼怒不已，一把将人推开。赵一鸣，你卑鄙，竟然伙同我解聘！君子一言，驷马难追。既然同意负责，那这件事儿就这样定了。不可能，打死我！哎呀，亲家，我这个孽障啊，就是长着一张欠揍的嘴，希望您别介意啊。让一鸣啊，以后帮着我们好好的管教这个混账，该打的打，别客气。叶飞他猛地转过身，娘，你们刚才你说要对一鸣负责，我和亲家便交换了庚帖，还有聘礼的单子也给亲家了。现在管家已经回去将聘礼送到赵府，你爹啊也找到青莲剑，挑了个好日子，就在1个月后，等你姐成婚了再到你的，这样刚好。我靠，我竟然被所有人联合起来算计了。不是，试问哪个大户人家大晚上送聘礼的？叶若曦见任务已经完成，爹啊，赵尚书，那我的任务就完成了，可别忘了我那5万的没人钱。我先回去睡了啊，等你们忙完记得给我送银子。说完便消失在黑暗中。叶若曦回到府上，刚躺下，耳边便传来了小樱桃淡淡的声音：娘，看来你还是一样，刀子嘴豆腐心。不等他接话，小樱桃快速的躺了下去，仿佛慢一步，叶若曦便要将他赶出去似的。哎呀，我是不想听你祖母天天在我耳边唠叨。好啦，赶紧睡吧，娘累了。叶若曦说完，直接揽住小樱桃，下一秒便进入了梦乡。小樱桃还想说什么，见母亲已经睡着了，便将话咽了下去，闭上眼睛跟着睡了。叶若曦，你给我出来！第二日，叶若曦是被一阵鬼哭狼嚎的声音吵醒了，睁眼便看到小樱桃撇着小嘴，一脸委屈的坐在那里，发现天还没亮。哎呦，大宝贝乖啊，你好好睡，我出去把吵醒你的人打一顿。这小家伙起床气可大了，要是不服顺毛，估计能火烧叶家。好在他起来的及时，很快将小樱桃的毛给顺好了。看到他再次睡下，才匆匆穿好衣服跑了出去。看到叶若曦，叶飞拧紧拳头：叶若曦，你太过分了！你怎么能伙同赵一鸣算计我呢？你是我姐，亲姐呀！小时候在山上迷路的时候，我还背你下山呢。你就是这样恩将仇报。看到叶飞脸脖子上的唇印这赵姑娘不是一般的虎啊，不愧是将门之女啊。叶若曦没回话，直接将人拎起来往他自己的院子走去。叶若曦，你放开我！你闭嘴！你要是再说话，我直接把你扔去赵府。听到这话，叶飞死死地捂住了嘴巴。不要啊，让我去赵府，就是让我扔进狼窝也行啊。那个女人太可怕了，不仅残忍，力气还大，我打不过呀。将人扔回他院子，叶若曦苦口婆心的道：一鸣成婚之后呢，便会随他父亲去边境。你想啊，你现在娶了他，不仅不用天天听爹娘唠叨，还可以利用他帮你躲开些莺莺燕燕，这不是一举两得吗？而且成亲了呢，爹便会将属于你的家产全部的分给你打理，还需要像现在这样拿点银子，还得看你娘的脸色嘛。哎，姐，你说的有道理啊。那这样看来，娶赵一鸣挺划算的。姐，我听你的，我好好征婚，我还要去求娘，再去挑一个近一点的日子。1个月太久了，我得早点娶赵一鸣过门。说完，叶飞脚底抹油般的往孙氏的院子跑去了。小样儿，还治不了你了。跟过来看戏的小麦兜从暗处走出来。娘，我有二舅，还是你有办法？被娘亲卖了，还帮着数钱呢。嗨，那必须的，你二舅呢可是娘的钱袋子。哎，对了，那5万的媒人钱你外祖母送过来了吗？哦，昨晚外祖母回府，别让人将银子送过来了，一起送过来的还有将军府的谢礼，加起来8万两。不错，赵将军就是大气。小麦兜对自家娘亲真的是佩
佩服，原本将二舅的腿打断只是赚2万两，而他只是改变了一下策略，转手赚了8万两，可真的是高明呀。娘，西城的作坊出了点问题，我今日要过去看看。可需要娘一起过去？不用，小问题我能处理。娘还是在家里好好准备嫁人的事儿吧。虽说女工不用你做，但我觉得娘你最起码得自己绣个荷包吧。好啊，那娘就找时间绣个荷包。小麦都一离开，叶若曦便放飞自我了。哎呀，刚赚了8万两，不得出去乐呵乐呵啊！晚上他直接跑去金水河画舫玩去了。叶若曦看到这么多人，顿时开心了，大手一挥，拿出1万两，每桌送一个果盘。然而能来这里的人也都是有身份的，见叶若曦这么大方，很快有人跟风，1万两、2万两、3万两的给全场送食物。不到半个时辰，画舫便多了10万两的收入。风韵犹存的画舫池掌柜看着叶若曦两眼金光，亲自送来吃食。东家，好久没来了，以后你可要多过来看看。行，在下一定满足池掌柜的要求。叶若曦伸手在池掌柜风韵凸起的位置摸了一把。东家，讨厌！要不是知道东家是个女的，还生了几个小东家，她都怀疑东家喜欢女人了。叶若曦爱美男，更爱美女，在现代刷小视频刷到的那些婀娜多姿的美人儿，她都会停下来多看几眼。如今她能接触到这么多美人儿，还能过手瘾，那必然不能放过这样的机会啊！小雪呢？今日可有客人？小雪是画舫的花魁。小雪今日有客人，而且这个客人花了大价钱，买了小雪1年的夫妻。这1年，咱们小雪就接待这1位客人。哦，竟然有如此大方的客人！小雪的价格可不便宜，这买了1年的福琴，不得上百万两啊！是啊，而且还是个年轻小伙。东家要不要去看看？走去看看。魁是卖艺不卖身的，所以画舫的花魁包厢隔壁的包厢有人守着，一旦花魁按下呼救器，守着的护卫便可以打开帘子查看花魁包厢的情况。石掌柜带着叶若曦到花魁隔壁的包间，便将花魁房间的场景尽收眼底。当叶若曦看清男子模样，皇上，当今皇上竟然来画舫包花魁，这传出去成啥了？这天塌了！皇上如果在这画舫出事儿了，我9条命都不够砍呐！不行，我得告诉叶兰晨才行，不然我可担不起这个责任呢。本来他还想着自己去找叶兰晨的，可担心这小皇帝在画廊出事儿，犹豫了一下，当即写了一封信，附带1块金元宝，带着这2样东西立刻去七皇子府找叶兰晨，然后将他带来这里，一定要快。石掌柜什么都没问，应了一声好，便转身出去。石掌柜前脚刚走，后脚皇上的包厢便被人给踹开了。我真是个大聪明啊！踹开隔壁包厢的男子是李强，东来国第1皇商的儿子。小雪他包过1次，但小雪卖艺不卖身，因为他想对小雪动手动脚，被画舫的人扔了出去，禁止他1个月不准来画舫游玩。没想到1个月刚过去，这人又来了。皇上不悦地看着突然闯进来的男子，周身散发着龙威，让李强不由得心底颤动。但很快他便说服了自己，他上头可是有人的。你给我滚！李强话还没说完，指着皇上的手指便被砍了下来。这人疯了吧他？皇上都敢指，不要命了？你找死！李强，你可真是什么人都敢指，这一根手指算是给你个教训。你要不想被扔进乱葬岗，我奉劝你跪下来道歉，然后立马滚出去。要不是看在他是画舫的大客户之一，他才懒得理他。笑话，在京城我李强就没有怕过谁。来人，给我将这3人绑起来，男的给我剁掉手脚扔河里，女的给我扒光扔外面。我要让外面那群人好好欣赏一下花魁的身姿，顺便让所有人看看这所谓清高的花魁在我身下是怎
么求饶他？好的，老大，这也太刺激了，我们可有眼福了。叶若曦很护短，小雪是她的人，这群男的对她的人说出如此让人恶心的话，她如何能忍？天亮了，李家该滚出京城了。这突然闯出来的男子是谁呀？而且他这举动，难道是知道我的身份了？我李家滚出京城，你知道我爹是谁吗？放心，很快我便会让你知道你爹是谁。叶若曦话落，一包药粉下去，围过来的几名护卫腿一软，全部都倒在了地上。你给我下了核武，我劝你立刻给我解药，不然你这画坊也不用开了。我告诉你，我可是七皇子的亲表弟。哦，本王怎不知还有你这么个表弟啊？七皇子，您怎么会来这儿啊？叶兰晨一进来，便看向一旁的叶若曦，看到那张陌生而俊逸的脸，这女人的易容术可真的是逆天啊！如果不是闻到那独有的淡淡香气，以及刚才那封信，我是根本认不出来。至于皇上，他只是淡淡扫了一眼。不来怎么知道还有人敢打着我的旗号作威作福呢？说完一挥手，暗衣立即让人将这群人全部押走。一夜之间，产业遍布整个东来国的大富商李家消失在了大众的视野，所有商铺全部换上了万达商行的招牌。七皇子府，叶兰晨俊逸的脸上闪过一丝微怒。说吧，这是怎么回事？皇兄，七皇子，是我带皇上去画坊暗访的。这李强在京城横行霸道，欺辱了不少的年轻女子，在他手底下死去的人更是多不胜数。而他爹更是因为自己是大皇商，害死了无数的老百姓。因为李家是东来的第一大皇商，也就只有皇上能帮我们这些弱小的老百姓伸冤了。皇上，小的恳请您为死去的老百姓做主啊！叶若曦跪了下去，双手将一卷卷宗递了上去。这卷宗是他这2年来收集的李家所有罪证。他回京城的目的之一，便是干掉这吃人血馒头的李家。本来他还想着等自己正式成为皇商，取得了皇上的信任之后，再找机会将这卷宗递上去。没想到机会说来就来了。皇上刚才还满脸慌张，听到叶若曦的话，脸色顿时凝重起来。看完卷宗的内容，气得一掌拍在梨花木桌上。这李家可真的是胆大包天！哇，皇上的内力如此深厚，难怪敢独自一人到画坊。皇兄，你看这里的罪证，李家真的死意百遍都难平震怒。皇天脚下，朕竟让这样的一个皇上在朕的眼皮底下残害如此多的百姓，如不严惩，朕有何脸面面对列祖列宗？叶兰晨拿过卷宗，一目十行看完，眼中的怒火不比皇上的少。李家确实该滚出京城了。皇上，这件事情你打算如何处置？皇上则看向叶若曦，此事你举报有功，朕给你封官如何？封官后便让你着手处置这件事。谢主隆恩，但皇上，在下志不在官场，为皇上分忧本是在下的职责。听到这话，皇上还挺感动的。虽然他不知道他是谁，但凭他为自己隐瞒画坊的事儿，他便对他颇为满意。如今连封官都不要，还真的是个高风亮节、不可多得的人才。既然你不想封官，那朕满足你一个愿望，当然这愿望要在朕不违背律法且能达成的范围内。在下是万达商行的东家，恳请皇上让万达商行取代李家的位置，成为东来的第一大皇商。好一个以退为进啊！这女人还真是让我震惊啊！皇上，这次万达商行算是立了大功，区区一个皇商之位，我觉得皇上可以考虑一下。虽然他知道皇上一定会答应，但是他开口帮叶若曦，以叶若曦爱自己的程度，估计又要感动的投怀送抱了。叶若曦确实挺意外的，没想到叶兰晨会帮自己说话，不过感动倒是没有，毕竟自己做了皇商，也在帮皇室赚钱。叶若曦脑子里可是有着华夏5000年的文化知识的，在这古代赚得盆满钵满，又有何难？皇上竟然连皇兄都帮眼前的男子说话，犹豫了片刻。行，那明日你进宫跟户部那边交接一下，签一份契约。谢皇上。皇兄，你去帮朕拿一箱黄金过来，这是朕私自赏给叶东家的。皇上有意让叶兰晨离开，叶兰晨自然听得出来，也没拒绝，转身走了出去。今夜的事可不能外传，否则这皇上……皇上，今夜咱们就是去抓李强的，这事儿肯定不能说是您亲自去抓的呀。而且七皇子出现在画坊，人人皆知，这人嘛，自然是七皇子抓的。听到这话，皇上心顿时放了下来。皇上，您这样
样的身份不该去画坊。如果你想听抚琴，下次我带小雪进宫。这合适吗？皇上放心，我一定帮你办妥。行，明日记得早点进宫。叶兰晨回来的时候，便看到皇上脸上笑成了一朵花。这两个人在说什么呢？皇上怎么这么高兴？将皇上送走后，叶若曦刚打算跟着离开，便被叶兰晨直接扛了起来，快步飞身到他的卧室。小绿看到七爷竟然扛了一个男人回来，顿时傻了眼。叶兰晨，你疯了你！叶若曦挣扎着，叶兰晨将她压在身下。你刚才跟皇上说什么了？皇上那么高兴？怎么，你想知道啊？想啊。那行，告诉你也无妨。叶若曦一点点靠近他，凑到他耳边。叶若曦的呼吸打在叶兰晨的脸上，让他呼吸顿时凝滞。下一秒，叶若曦直接在他嘴上咬了一口，这口下去，嘴唇都被咬破了。突然的疼痛让他下意识地往后退去，这一退便让叶若曦钻了空子，便麻利地从他身下离开，一脚踹在叶兰晨的屁股上。想知道自己去问你皇帝。叶兰晨摸着自己吃疼的嘴。很好，又欲擒故纵是吧？女人，你等着，等成婚那日，本王看你还怎么逃。七爷，进来。七爷，西城那边的山贼越发猖狂了，周边的百姓苦不堪言，官府多次派人去捉捕，可最后人都折在那儿了。西城县令向您求助，希望您能出兵剿匪。点兵1000，即刻出发。是。叶兰晨换上盔甲，刚走出门，一个小身影扑了过来。哇，爹爹，你这身盔甲太酷了！你真的是天底下最酷最俊的爹爹。喜欢爹爹身上的盔甲是吗？喜欢。如果能拥有跟爹爹一样的盔甲，小淘淘一定是最幸福的孩子。好，爹爹啊，给你做一件一模一样的。哇，谢谢爹爹，爹爹，小淘淘最爱你了。你乖乖在家里，爹要出去一趟，过2日便回来了。小淘淘虽然黏爹爹，但也是懂事的乖宝宝。看到叶兰晨这身衣服，便知道他肯定去忙正事儿了。爹爹，你要照顾好自己哦，不能让自己受伤哦。这个是小淘淘自制的小扳指，遇到袭击时，你只需要按下这里，便能将对方打趴下。看着手上精致小巧的扳指，叶兰晨并不是很在意，毕竟在他看来，小淘淘每天都是吃喝玩乐，其他的都不热衷，但他还是收了下来。谢谢小淘淘，爹爹啊，一定会带好这个扳指的。扳指不大，戴在手上也没有多大影响，所以他也没刻意拿开，将小淘淘送回屋里。叶兰晨便骑马带着1000精兵前往西城。到达山贼窝山脚下，叶兰晨让1000精兵将山头团围住，他则趁着夜色悄悄潜进山贼窝里。上山溜达了一圈，他猛地发现山寨里竟然没有把手。不对，不是没有人把守，把守的人竟然都晕了过去。而此刻山寨安静的有些诡异。在叶兰晨犹豫要不要继续前进的时候，一个黑影从他眼前飞过，他顿时眼眸一闪，飞身跟了上去。当看到那黑影的背影，他猛地愣住，整个人不可置信地呆滞在原地。出现在前方的竟是一个小孩子，流畅敏捷的轻功让他叹为观止。叶兰晨收起震惊，跟在对方身后，没多久便看到孩子进入一个屋子里，透过窗户看到里面7、8个人竟然躺在地上，而那个孩子进去不知道在翻什么。很快叶兰晨便看到对方竟然拿出一个大包袱出来，因为包袱装得太满，东西都掉了出来。当看到掉在地上的东西，黄金，所以这孩子跑到山贼窝里面黑吃黑了。孩子很快将包袱绑好，冲了出去。叶兰晨及时跃上屋顶，免得被对方看到。然而他刚跃上屋顶，一名男子从屋顶跃下来，拿着大刀便朝那孩子身上砍去。叶兰晨见状，快速抽出剑伸过去，砰的一声巨响，大砍刀掉落在地上。男子是粗汉，大砍刀掉了，只能挥着拳头砸向飞身下来的叶兰晨。叶兰晨同样挥着拳头与对方对，然而叶兰晨只是一拳砸在对方的身上，对方便直接摔倒在了地上。这个人这么脆弱吗？
雷之。叶兰晨这才看到扳指出现了一个孔，再看向倒下去的人，刺客胸口上的位置正在冒血。他这会儿猛地愣住，想到小桃桃那句爹爹一定要带好这个，这扳指关键时刻能救命。没想到这个不起眼的扳指竟能让一个大汉直接倒地不起，这暗器可真是不可多得呀！一支箭嗖的一下飞了过来，叶兰晨一把抱住一旁的孩子，然后飞起一脚，把地上的箭直直的朝着射箭的地方踹了过去。你没事吧？你小桃桃。小麦兜听到这句小桃桃，心猛地一紧，伸手摸上脸，发现面具不知何时已经不见了。啊，爹怎么会突然跑来西城山贼窝呢？我演技可没有姐姐的好呀！哼，这要是录像就完蛋了。爹，惊喜吗？叶兰晨听到这句生硬的爹爹，眉头一紧，并没有第一时间回答。在小麦兜犹豫要不要直接逃时，不是让你在客栈等你娘回来吗？为何偷偷跟着我跑过来了？啥？小桃桃跟娘都来西城了？不可能，娘不会来西城，一定是试探。爹爹，什么客栈啊？你前脚离开，我后脚便偷偷从京城跟着你跑过来了。我给娘留了纸条，娘不会担心我的。小麦兜看到叶兰晨那明显相信的神情，顿时松了一口气，刚想学着小桃桃扑过去，叶兰晨突然低身将他抱了起来。小麦兜只觉得下身一凉，整个人都不好了。屁股没治，你不是小桃桃。一句话让小麦兜的心顿时拔凉拔凉的。然而让他更加拔凉的是，叶兰晨还在他屁股轻轻拍了一下。告诉爹爹，你是哥哥还是弟弟啊？小麦兜此刻羞怒不已，并不是因为叶兰晨发现他的身份，而是叶兰晨竟然就这么在外面脱了他的裤子，还在拍他屁股。他不能忍，他直接从叶兰晨身上下来，一脚踩在他的脚上。我虽然是个小孩子，但我也是要面子的。你竟然当众脱我的裤子，还打我，我讨厌你！说完气得飞身离开，叶兰晨赶紧追上去，追到最后眼睁睁看着小麦兜的身影消失在黑暗中。叶兰晨此刻震惊不已，这孩子小小年纪，轻功竟然如此了得。若曦间生的是双生子，这女人看来这么多年受了不少苦，一个女人照顾2个孩子，那多不容易。看来啊，这次回去要好好补偿她一下的。叶兰晨收回思绪，看了看小麦兜离开的方向，转身返回山贼窝。去到那里，发现所有的山贼竟然都晕了过去。那看来刚才突然出现的2个是漏网之鱼。刚才他返回来便发射了信号，守在山下的暗一见状，立即带着人冲上了山贼窝。大伙上去不费吹灰之力，便将土匪窝700多个人全部绑了起来，还解救了上百名女子。但因为叶兰晨给这些人下了双重迷药，官兵们将人全部绑了起来后，用冷水泼，用力拍打，都没能将人给喊醒。七皇子，这您给他们下了何药啊？为何这么久都还没醒过来？撒点这个药，省着点用，喊醒一半即可。一半？那剩下一半，让醒来的山贼将他们的同伴背下山。土匪这边的事儿处理好后，叶兰晨刚准备去找小麦兜，就被一名女子拦住。官爷，求您收留我吧，我已经无父无母无家可归了，在这个世道上，我走出去必然熬不过3天，求求您收留我，在家里做个粗婢吧，只要能给口饭便可。叶兰晨蹙眉，后退一步，吩咐道：县令，你将这姑娘带回家里做个粗婢，她说不用工钱，有饭即可。我相信县令府不缺这口饭碗。官爷，您七皇子这是装傻还是真的傻呀？人家姑娘是为了一口饭吗？藏在屋顶的小麦兜听到这话，直接从屋顶上摔了下来，好在轻功了得，这才不至于真的摔倒。爹这么直男的吗？不等他从错愕中缓过来，一个身影突然出现在他面前。他一抬头便瞥见叶兰晨那张冷峻的面庞，本能的转身拔腿就跑，但叶兰晨显然早有防备，便将他抱了起来。你放开我！打屁股的仇一时半会儿是过不了的了。你告诉我你叫什么名字，爹爹便放开你。哼，从现在开始一个字都不跟你说。
你这小家伙性格倒跟小淘淘截然不同啊！小淘淘可没你这么爱生气。小麦兜继续绷着脸，还是一个字都不说。哼，二哥跟娘一样，像个黑芝麻馅，他生气才不会让人看出来，只会跟娘一样，露出个让人不寒而栗的笑。叶兰晨抱着小麦兜坐上马车，里面有2个大箱子，将小麦兜放好。叶兰晨打开2个大箱子，里面竟然放满了金元宝。哼，幼稚，我可不是小淘淘，才不喜欢金元宝呢。小时候娘亲天天看黄金，我都不知道被黄金绊倒多少次了，我可是没有一点兴趣。这是爹爹送你的礼物，除了这些，等回到京城我再送你几项，或者看看你喜欢什么礼物，告诉爹爹，我尽快让人去准备。反正一言九鼎，说不理他，肯定不理他。对于小麦兜的不理会，叶兰晨毫无意外，毕竟从一开始他就觉得这孩子不一般。离回京城还有2个时辰，你呢，先赶紧睡会儿，等到了京城我就喊你。你放心吧，我直接送你回叶府。小麦兜本来也打算回京城了，既然有人亲自护送，那再好不过。他往榻上一躺，没多久便睡着了。他是真的累。小麦兜生气归生气，但内心还是承认爹爹的出现是非常及时的。今晚如果不是爹爹，他估计没有那么容易脱身。还有，弄这些山贼下山也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叶兰晨一脸宠溺的看着睡得恬静的小麦兜，这样一看，这孩子长得跟小淘淘一模一样。快马加鞭回去告诉杨老夫人，让她着手再准备2个孩子的院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七爷，王妃又怀孕了，还是龙凤胎。让你去就去，哪儿那么多问题？安姨这会儿还不知道有小麦兜的事儿，这会儿听到叶兰晨没有正面回答自己的问题，越发认为七爷这是默认了，赶紧策马赶回京城。叶兰晨想到自己与若曦也缠绵了几次，若是怀上了也不足为奇，如今已经有了2个男孩子，若曦要是再怀上，她希望是个女孩，一个像她一样好看的女孩。想象着一个软软糯糯的女孩子甜甜的喊她爹爹，叶兰晨的嘴角不自觉的微微上扬。这边的暗一赶到京城时已经天亮，他直奔老夫人的院子。院子里，陆管事看到暗一，赶紧上前询问：暗一兄弟，这么早找我们老夫人，所谓何事啊？七爷让在下带话给老夫人。好，您请随我来。杨老夫人这会儿已经醒了，这会儿精神气爽的坐在那里给小樱桃夹菜。自从知道小樱桃的存在，小樱桃隔3差5就来杨府住。老夫人，七爷让阿姨兄弟过来带话。杨老夫人为了不让其他人知道小樱桃的存在，屋子里面遮了屏风，还放出话来，任何人没经过她同意都不得进入屏风内。我乖孙要给我带什么话？回老夫人，七爷让我告诉您，王妃又怀孕了，还是龙凤胎。七爷让您准备好2个院子，一个男孩，一个女孩。里面传来2个不同东西掉落在地上的声音。老夫人，您没事吧？我没事儿。阿姨，你说的是真的？若曦真的又怀孕了？千真万确，这正是七爷让在下回来传的话。好好好我老婆子这一下真的要儿孙满堂了。陈管家，你马上去安排，将我隔壁那2个院子重新按照小孩子的喜好修整好。啊，娘怀孕了？怎么可能？小樱桃，你又要有弟弟妹妹了，开不开心呢？等会儿吃完饭跟曾祖母一起去看看如何布置房子。小樱桃想告诉老夫人，娘亲是不可能怀孕的，因为当年生了他们3个的时候已经伤了身子。可看到老夫人这么开心，小樱桃最后还是没忍心说出来。被说成怀孕的叶若曦此刻正在皇宫数金子呢。成为皇上的第一件事，叶若曦就将一仓库的止血药还有止疼药送去了军营。皇上让他亲自进宫结算药款，当然进宫的时候自然将小雪给带去了。然而在叶若曦带着小雪要出宫的时候，升平公主突然出现，将他们给拦住。区区一个小皇上，好大的胆子，竟然敢带一个妓女进宫，污了皇上的眼睛。来人，给我将这个妓女乱棍打死。叶若曦进宫都是男装易容，所以这升平公主并不知道她的真实身份。升平公主一声令下，数名护卫冲上来将小雪给控制住。叶若曦并没有阻止那些护卫，而是看看升平公主，嘴角微微勾起。公主，不知你从哪儿得来的消息，小雪是妓女，这污水可不能乱泼呀。哼，
谁不知道眼前这个女人就是画坊出了名的花魁，还敢明目张胆带人进宫，你这皇商的位置怕是坐够了。来人，将这个妓女直接拖到宫门口，乱棍打死。护卫直接将小雪拖了出去。小雪被拖走之后，慌乱地看了一眼叶若曦，叶若曦看着点点头，小雪顿时了然，眼中的慌乱变成了坚定。叶若曦跟着一起走出宫门口，那护卫的棍子刚打在小雪身上，轰轰轰的敲鼓声响起，那几个护卫惊的棍子都掉了下来。众人看去直接傻了，竟然有人敲响了登闻鼓，文武百官以及皇上都要当场审问。这么大的阵仗不是一般人敢面对的。你疯了你竟敢敲响登闻鼓！叶若曦没管他，继续敲打登闻鼓，而小雪这会儿从这群护卫身边逃离，冲到登闻鼓的地方，结果叶若曦手中的鼓槌继续用力地敲打着登闻鼓。哎呀，你们还不快点将这两个人给我拖走！升平公主此时此刻真的是慌了，如果这男的因为要打死这个妓女而敲的登闻鼓，那皇上怪罪下来他也吃不了兜着走。然而升平公主已经迟了，驻守登闻鼓的禁卫军已经冲过来，将所有人都围住了。大胆，何人敲响登闻鼓？小雪跪在地上，抬头的那一刻，刘威瞳孔放大。小女子名为白雪，是前镇北大将军白振雷的外孙女。小女此次敲响登闻鼓，是为祖父一家满门中将鸣冤。白将军没有通敌叛国，还请皇上彻查。皇上出来看到小雪跪在那里，心都揪住了，而白雪的话让他的脚步猛地顿住。白家白振雷，皇上，您没事吧？是没事，原地升堂。如今文武百官已经跟随着皇上出来，太监也都将桌子凳子全部摆好。当年白家通敌之时，人证物证俱在，你一个罪臣之女拿出的证据，如何能让皇上信服？最先说话的是刘统领，也便是小雪的父亲。小女的证据都还没拿出来，刘统领怎就断定皇上不信服呢？小雪那张精致的小脸扬起，此刻看到刘统领的眼神带着嗜血的怒意。皇上压下心底的情绪，眉头蹙紧。刘统领，此处还轮不到你说话，滚下去！刘统领赶紧低下头退了下去，但眼神则死死地盯着小雪。小雪姑娘，将你的证据呈上来。皇上看着跪在自己前面，柔弱的仿佛一阵风就要吹倒的姑娘，心底压下将人扶起来的冲动。是皇上，小女不仅有文字上的证据，还有人证。听到这话，在场知道当年情况的顿时炸了窝。这居然还有人证！当年这事可是刘统领亲自带着证人举报的。所以这姑娘现在是在亲自举报自己的父亲。百官的话让刘统领整张脸黑得不行。父子，罪臣之女竟也敢出来敲登闻鼓！皇上，这女的就应该当场诛杀。当时的事可是太后亲自判的，皇上这是在质疑太后吗？升平公主，还轮不到你教朕做事。来人，将升平公主押下去！侮辱朕邀请的贵客，还要将人杖毙，这笔账朕稍后定跟你好好算算。话音刚落，两位护卫直接上前，将升平公主以及她的护卫全部押了下去。皇上给了小雪一个安慰的眼神，让她继续。小雪将证据呈上去，接着是陆逸轩，他身后跟着10几个蒙着面具、穿着黑袍的人。参见皇上。陆逸轩带头跪下，后面的人也跟着跪下。皇上这会儿已经将证据看到了一半了，这证据让他整个人怒到心底发颤。这些人是？小人是刘威当年的书童，当年陷害白将军一家，他们担心我暴露，并给我下了毒。小人是刘威的奶娘，意外听到他要害白将军的事，便将我勒死，毁掉容貌，扔到了乱葬岗。民妇是升平公主的陪嫁丫鬟，因为我知道她跟刘威厮混，便残忍地将我扔进柴房，将我活活烧死。小人是刘威的管家，当年刘威陷害白将军的证据是我亲自放在白将军书房的，事后刘威直接一刀将我捅死，扔到后山喂狼。民妇是刘威的外室，有位说白氏被砍头后就娶我为妻，而最后他竟直接将我送到乞丐窝，让一群乞丐凌辱我。刘威，你不得好死！你一定想不到，我不但没有死，还将你当年与敌国的心寒留了下来。小人是升平公主的护卫，当年升平公主和刘威两人的信件都是我送的，意外得知二人在陷害白将军之事，
被二人推下了悬崖。这些人说的每一字都让人震惊。皇上，臣根本不认识这些人，这些人都不知道从哪里跑出来的，还请皇上明鉴。皇上，这些人我一个都不认识，他们这是胡说八道啊！皇上挥挥手，禁卫军便将人的嘴巴堵了起来。那你们都是如何得救的？是小雪姑娘在我们最后还有一口气的时候救了我们。如果不是小雪姑娘，我们就会像刘府另外那几十个人一样死于非命。我们只是小雪姑娘救下来的为数不多的10几个。一桩桩证据都在证明，当年的白家是被刘威跟升平公主陷害的。刘威通敌叛国，陷害忠诚，罪不可赦。朕要他连诛9族，5马分尸。升平公主乃皇室公主，竟做出如此大逆不道之事，有辱皇室颜面。赐毒酒1杯，公主府所有人贬为庶民，9代不得参加科举。禁卫军立即执行。是。禁卫军很快将吓尿的刘威拖了下去。皇上起身走到小雪面前，将她扶了起来，然后衣袍一挥，直接跪在小雪面前。所有人吓得纷纷跪下。皇上不可！这天底下，皇上接受所有人跪拜，何人受得起皇上的跪拜？皇上，朕愧对白家满门，这一跪是我对白家能表达的唯一歉意。说完，直接磕了一个头。天哪，这个皇上可真是能屈能伸。想过皇上会给小雪补偿很多赏赐，但万万没想到他会下跪啊！皇上可是95至尊，这一跪，怕是直接将小雪彻底征服了吧？皇上，小女何德何能承受得住您这一拜呀？皇上磕完头，将小雪扶起来。这是朕欠你们白家的。说完，他松开小雪的手，返回皇座。白家所有人听旨。闻言，小雪赶紧跪下来。现已查明，白家当年通敌之事，乃被人陷害，朕深表痛心。朕决定追封白将军为护国公，爵位可世袭。白家嫡孙女白雪，除奸臣有功，刘威与升平公主所有钱财全部归属白雪姑娘。往后，白雪姑娘不管与何人成婚，生下的第一个男孩便是白家嫡子，进入白家族谱，世袭爵位。听到后面的话，百官顿时觉得震惊不已。这以后谁娶了白雪姑娘，那真的是白捡了一个爵位啊！叶若曦这会儿已经彻底被皇上的格局给震惊到了。这皇上果然不错，难怪叶兰晨会不顾一切拥护这个弟弟上位。臣女谢主隆恩。从宫门口离开，叶若曦跟白雪他们回了万达商行。一进到商行，白雪在叶若曦面前跪下。小雪，你这是做甚呢？快起来！若曦姐姐，这一拜是白雪应该的。说完，也不管叶若曦阻止，直接磕了一个响头。若曦姐姐，小雪这辈子都不会忘记你的恩情。小雪在此起誓，在往后的日子，小雪这条命便是若曦姐姐的。只要你需要小雪，小雪必定赴汤蹈火，在所不辞。哎呀，好了好了，赶紧起来！我救你可不是想要你这条命，往后呢，你只需要做你自己便可。若曦姐姐怎么这么好？哎，好了好了，后面还有很多事儿要忙呢，你可答应过我啊！等白家的冤情洗了之后呢，就要建立女学的。这刘府和公主府那么大，我觉得这2个地方建女学一定很好。对，女学我一定尽快建起来。明日搬入白府后，我便马上着手处理女学的事儿。倒也不用这么急，搬入白府呢，你先好好休息一段时间，女学的事情慢慢来。之后，叶若曦跟小雪又聊了好一会儿，才从万达商行离开。可走出门，便看到陆逸轩还站在那里等他。走吧，我送你回去。叶若曦没拒绝。万达商行离叶府不是很远，两人就这么并着肩，有一搭没一搭的聊着。妾，前面的好像是王妃啊。叶兰晨看到两人谈笑风生，还走得那么近，顿时脸色一沉，想了想，儿子呀，你想不想让爹爹跟娘亲相亲相爱呢？被喊醒，小麦都小小的眉头蹙紧，他往外看了一眼，看到并肩走在前面的叶若曦和陆逸轩，直接从马车上跳下来，飞奔过去。娘，干爹。三宝贝，你回来啦！小麦兜这次去西城，怎么提前回来了？三人温馨的画面深深刺痛了叶兰晨，大步走过去。小麦兜还没说话，叶兰晨已经走了过来。看到叶兰晨，你们……小麦兜抿着嘴没说话，他也不想暴露，可没办法呀，爹爹太聪明了。叶姑娘，咱们好好谈谈。说完，拉着叶若曦往马车走去。看着两人离开的背影，小麦兜，你想你爹爹跟你娘在一起吗？干爹，这么多年来，
一直都是你陪在我们身边。如果娘亲让你当我们的爹爹，我也是同意的。你这小鬼倒是会说话，这次怎么跟你爹爹一起回来了？在山贼窝碰到，他还救了我。可有受伤？没事，干爹放心。确定小麦都没事，陆逸轩的心这才松了下来。另一边，叶兰晨将叶若曦拉上马车，然后将人压在榻下。为何会穿着这身衣服跟陆逸轩在一起啊？七王爷，你这是吃醋了？原来你这么爱我啊！叶若曦，你要知道自己的身份，作为我叶兰晨的女人，2个孩子的母亲，你就得给我安分守己一些。要是被我发现你有一丁点的越轨行为，我必定将你的脚打断，然后关起来。啊？怎么玩囚禁吗？我喜欢哎！要不你现在就将我囚禁起来试试，看我用多久时间能从你眼前逃走，然后再看看你要用多少时间把我找到。我可太喜欢这种我逃你追的桥段了。叶兰晨直接被叶若曦这话给整不会了。你说你一天脑子里想的都是什么乱七八糟的？不是你自己要打断我的腿吗？叶兰晨直接没了脾气，将人拉起来。2个孩子的事情，你是否要给我一个解释呢？这个有什么好解释的？不就咱们一夜荒唐，然后我生了2个孩子嘛。哎呀，好了，你放心，我都要嫁进杨府了，不影响你娶王妃。至于2个孩子嘛，如果你想让他们认祖归宗也是可以的，只要你给的家产够多，我不介意2个孩子认祖归宗的。叶若曦最近都想通了，就算叶兰晨真的知道3个孩子的存在，那又如何？几个孩子智商都极高，就算认祖归宗也不影响他们还是自己的孩子啊。所以他为什么要拒绝让孩子赢在起跑线上的机会呢？叶兰晨很想告诉他，她就是他的王妃，但想到等成亲那日再让他知道，这女人一定会高兴坏了。这般想着，他将话咽了下去。认祖归宗那是必然的，但他还这么小，你怎么能让他独自一人去西城的山贼窝呢？如果不是我及时出现，你可知道后果如何？小麦刀怎么了？放心吧，孩子没事。听到这话，叶若曦顿时松了一口气，看来制作手枪要提上日程了。几个宝贝的安全最重要。原来这个小孩叫小麦兜，小麦兜是哥哥。小麦兜没告诉你他的名字？没有。你这到底做了何事？小麦兜居然连名字都不肯告诉你啊！小麦兜的格局是最大的，只要不是摸他屁股，其他都好说。我猜可能是我扒他裤子看胎记惹他生气。什么？叶兰晨，你说什么？你再说一遍！我就脱开了看了看胎质，应该罪不至死吧？怎么看这女人的反应，好像是我做了十不赦的事情。叶兰晨，你完了你！摸屁股是小麦兜的逆鳞，你竟然敢脱他的裤子！七爷，在下甘拜下风。这么严重？想当初小桃桃摸了他一把屁股，足足3个月没理小桃桃。你这个突然冒出来的爹爹，估计得1年吧。听到这话，想起一路上小麦兜一个字都不搭理他，他顿时慌了。刚认回来的儿子要整整1年不理他，他如何能接受啊？好，那我要如何做？看到叶兰晨这慌张的表情，叶若曦顿时想笑，但为了忽悠这王八蛋，他硬生生将笑意压了下去。这办法呢也不是没有的，就看你愿不愿意了。哄自己的儿子又不丢人，有何不愿意啊？行，既然你这么有信心，那我告诉你。叶若曦凑到他耳边。第2日一早，小麦兜被一阵刺耳的铜锣声吵醒，他快速走了出去。然而他打开大门，被门外的场景惊得嘴巴都能塞下一个大鸡蛋。他居然看到他爹叶兰晨带着雪白的兔子耳朵，穿着兔子裙子站在那里，而身后是穿着同款裙子的暗卫。小兔子乖乖，把门开开，快开快开，爹爹要回来。辣眼睛的穿着，悦耳粗糙的歌声，让小麦兜整个人都不好了。躲在不远处的叶若曦看到这一幕，小樱桃则瞪圆了眼睛，看着这百年一遇的大场面。小桃桃眼睛贼亮，哇哦，爹爹穿兔子衣服好漂亮啊！爹爹跳舞也跳得好好啊，唱歌也唱得特别好听。爹爹你真是太棒了，爹爹你是天下最棒的爹爹。一跳完舞，叶兰晨笑着迈着碎步走过去。哎呦，小麦兜啊，爹爹跳的你可还满意吗？可否原谅爹爹？如果你还生气，那爹爹再跳一个挖呀挖呀挖，可好？非常满意，你跳得很好，但请你不要再跳了。那小麦兜，你这是不生气了？不生气了，你赶紧去换衣衫吧，可别冻着了。快点离开吧，太丢人了。
那你可否喊我一声爹爹啊？爹，亲爹，你赶紧去换衣衫吧。好，爹爹啊，马上去换衣衫了。叶兰晨这下高兴了，赶紧带着手下去换衣衫。笑死了！娘，这馊主意是你想的。三宝，只要能达到目的就是好主意。你亲爹自己乐意这么干的，这事儿我也只是提个小建议而已。怎么就摊上这么一对爹娘呢？本以为淘淘战神起码是个靠谱的，可谁能想到，哎呀！小樱桃拍了拍弟弟的肩膀。三弟，节哀。叶兰晨很快换好衣服走了过来，小樱桃已经在他过来之前离开了院子。小麦冬，今日跟爹进宫可好？太妃看到你一定很高兴的。弟弟，去嘛，咱们一起进宫，皇帝叔叔会赏很多很多黄金给你的。我今日没空，过两日吧。小麦兜是真的忙，娘亲拿下了皇商的位置，现在万达商行水涨船高，每日忙不完的事情，他真的没什么时间进宫。行吧，那过2日爹再过来接你。不用，过2日我会送一批眼镜进宫，到时候我派人通知你。叶兰晨知道眼镜就是治疗眼疾的药物，听到这话便也没有再多说什么，当即同意了。2日后，叶若曦跟小麦兜一起进宫，当然她这次穿的还是男装，因为小麦兜要去见太妃，叶若曦并没有跟去，所以2人在宫门口便分开了。小麦兜根据工人的指引往太妃的宫殿走去，刚走几步，一个球突然飞了出来，小麦兜直接一拳砸了过去。我的球球，是你！你居然敢弄坏本世子的球！来人，给我将他的手给剁了！胖墩世子身后的护卫直接上前要将小麦兜抓住。小世子，万万不可，这可是太妃的贵客啊！胖墩世子直接将那工人踹在地上。狗奴才，竟然敢这样跟本世子说话，看我不踩了你的嘴！说完就再次踢向小太监。小麦兜眉头蹙紧，一脚过去将世子踹倒在地。你没事吧？看到摔在地上嗷嗷叫的世子，小太监刚被扶起来，又自己滑跪在地上。是的，饶命，都是奴才的错，求您放贵客去太妃那里，您如何惩罚奴才都行。这皇宫是没王法了吗？区一个世子就能如此无法无天？小麦兜可看不得这种场面，直接将那工人拎起来往太妃的行宫走去。臭小子，你给我站住！敢伤我们世子，你死定了！麻烦！小麦兜直接一把药粉撒出去，那群护卫全部倒在地上。站好，带路，等会儿到太妃那里，如实说明刚才的情况。放心，我不会让你有事的。好，小少爷，小的知道该怎么做了。去到太妃行宫，叶兰晨已经等在那里。小麦兜，你娘怎么没跟你一起过来？哦，娘去送眼镜了。行吧，那爹爹先带你去见太妃了。叶兰晨拉着他见到行宫，小麦兜刚要跪下行礼，乖孩子，不必多礼，快让皇祖母看看。小麦兜抬起头，太妃看到这张跟小桃桃一样的小脸，顿时兴奋不已。两兄弟真的是长得一模一样，都是这么可爱俊俏。来，乖孩子，皇祖母带你去库房，你看有哪些礼物你喜欢的，随你挑。皇祖母，小麦兜不需要礼物，我想请皇祖母为小麦兜和这位工人讨回公道。小麦兜直接跪了下来，旁边的小太监赶紧跟着跪下。哎呀，乖宝，这是怎么了？可是谁欺负你？告诉皇祖母，皇祖母给你做主。小麦兜看向小太监，小太监立即会意，将刚才的情况一五一十的说了出来。好大的胆子！他堂堂一个庶出世子，竟然敢伤我的乖孙！来人，咱们去找太后。早就听闻这皇叔对这唯一的世子千娇百宠，没想到宠出个无法无天的人。叶兰晨可是护短的，自己好不容易哄好的儿子被人欺负了，他怎么可能无动于衷呢？所以一伙人去太后行宫的时候，叶兰晨直接让人将世子绑起来送到了乾清宫。刚好皇叔和几个大臣还在那里跟皇上议事。皇公公听到小太监禀告，赶紧告知皇上，快请皇兄进来。皇上话落，叶兰晨已经拎着胖墩儿阔步走了进来。屈皇之，你这是作甚？父皇，快救我！齐皇兄想杀我，你快救我呀！
七皇之，不管孩子做错了什么，你也不能将他绑起来呀。皇叔怎么不问问你儿子做了什么事情？七皇之，就算我儿子做错了事，他还是个孩子，你身为皇兄，怎么能跟一个孩子计较呢？欺压我叶兰辰的儿子，还让护卫打死我儿子。小太监要护着我儿子，你的好儿子竟然要将小太监踹死。皇叔，我叶兰辰的儿子可不是谁都能欺负的。皇上，还请你为我儿做主。七皇之，他们都是孩子，孩子之间打打闹闹纯属正常，而且我儿子也只是说说，这会儿又不是真的将你儿子杀了，你何必这么劳师动众，还要到皇上那里告状？皇上日理万机，这点小事儿咱们私下解决不就好了？好一个私下解决，好一个孩子打闹。小麦冬，来，去打死他，只要没死，那就没事儿。太后，你这是胡搅蛮缠。怎么？相同的话，你说就是理所当然，本宫说就是胡搅蛮缠了。你这个老妖婆，我才要打死你呢！胖墩世子不知道拿起什么，直接往太后身上砸去，众人都来不及反应，倒是一旁的小麦兜反应过来，将那东西直接往世子身上砸去。胖墩世子直接摔了个狗吃屎！放肆！竟然敢袭击辱骂太后！皇叔，这就是你的好儿子！来人，将世子打30大板！睿亲王教子无方，直接取消爵位世袭。连夜将睿亲王送回封地，永世不得入境。皇上冤枉啊！我儿子只是犯了一个所有孩子都会犯的错，你怎么这么狠心打他30大板，还取消我的世袭呀？皇上，这不公平啊！公平？朕的话就是公平。来人，将睿亲王跟他的庶子押下去。皇上年龄虽然不大，但这么多年，在叶兰辰这个战神以及太妃这个女将军的拥护下，早就不是当年的小皇帝了。早在2年前，太后就不再垂帘听政，彻底放权给皇上了。谢皇上。皇兄，我这个皇叔为小侄子出气是应该的，这就是小麦兜啊。来，皇叔抱你去库房，里面的东西啊随你挑。这一家子送礼的方式都这么直接吗？谢皇上叔叔。小麦兜想要一个免死金牌，娘从小就教导我，做人要学会为自己争取最大的利益。礼物这些呢是身外之物，唯有免死金牌才是这个皇朝上最让人安心的存在。娘虽然说天不怕地不怕的，但我知道娘最怕死。娘总说在这个朝代，权力才是压死人最快的武器，而我们3姐弟还小，没法建功立业，争取最大的权力。如今为娘亲争取到一个免死金牌，娘一定很高兴，呵呵。小麦兜，你为何会想要一个免死金牌？我想送给娘做生辰礼物。真是个孝顺的好孩子。好，朕便赏你一块免死金牌。皇公公，将免死金牌拿来。原本在一旁毫无存在感的几位官员，这会儿听到这话，一个个顿时慌了。皇上不可，这免死金牌怎能随便送？而且七皇子如今还功高盖世，要是再加上这免死金牌，那整个东来不就是七皇子的天下了吗？皇上哪里不知道这些人如何想？怎么，皇兄为东来打下的100年盛世，赏一个免死金牌给他的儿子，很多吗？听到这话，众人鸦雀无声。按照功劳确实不多，可最后皇上并没有理会他们，直接将免死金牌给了小麦兜。看到免死金牌，小麦兜露出了第一个微笑。谢谢皇上叔叔。看到小麦兜那可爱的笑意，叶兰辰心里暖暖的，这孩子给了自己1天的脸色，总算看到他的笑了。出宫的时候，小麦兜难得的心情好。我们去户部接娘吧。好，爹爹带你去找你娘。哦，对了，你刚才说你娘的生辰，她生辰是何时？3日后便是娘的生辰。不过娘的生辰一直都是跟干爹过的。你后面的话小麦都没有说。3天后也是我们3姐弟的生辰，爹爹还不知道姐姐的存在，如果他在场，那姐姐不能在场了。然而听到叶若曦的生辰都是跟陆逸轩过的，叶兰辰的脸色顿时一沉，刚想说话，小麦兜娘，小麦兜走到叶若曦身旁。可见到太妃娘娘了？见到了。娘，我们回去吧。叶若曦并不知道刚才发生的事儿，小麦兜也并不打算跟娘说。为了防止叶兰辰会说漏嘴，小麦兜对叶兰辰悄悄摇了摇头。叶兰辰秒懂，微微点头，算是回应。两父子达成共识，便一左一右站在叶若曦身边，一起出了皇宫。
2日后的凌晨，叶若曦刚睡下，突然窗户有异响，她猛地睁开双眼。叶兰晨，你疯了你！大半夜的跑过来吓人。穿衣衫，带你去个地方。这王八蛋笑起来竟然这么好看。叶若曦被他这笑意晃到了，等他反应过来，叶兰晨已经抱着离开了叶府。叶兰晨，你疯了你！我还没穿衣衫呢。没事，这样也好，反正等会儿也是要脱的。叶兰晨直接带他到了京郊的山庄，一进去，叶若曦就觉得腿软了，那6天6夜的噩梦还历历在目呢。打开门，叶若曦脸上带着疑惑，但还是伸手将门推开。哇，黄金墓地，满屋子的黄金，哇，太好看了，还是露天的。哎，这屋顶是玻璃。叶若曦不可思议地看向叶兰晨。屋顶是1个月前刚出现在市面上的玻璃。七夕，生辰快乐啊！这是送给我的生辰礼。以后每一年的生辰我都送你一间黄金屋子，一年比一年的大。这一刻叶若曦是感动的，虽然这么多年她不缺钱，也赚了很多银子，收过很多黄金，但从来没有人送她一屋子的黄金。这屋子的地面全都是用黄金打造的。是小桃桃告诉你我的生辰的？毕竟小桃桃那么喜欢她爹爹，告诉叶兰晨这件事儿也没什么稀奇的。是小麦兜。小麦兜？所以你不到3天便打造了这个黄金屋子啊？刚好2日，进宫那人知道的。这么短的时间里，这人竟然打造好这么奢华的黄金屋子，这得多少财力呀！叶兰晨将叶若曦拥紧，里面还有一张黄金打造的床，要不咱们进去试试？听到这么直白的话，叶若曦脸顿时红了。不等她接话，叶兰晨便将她抱了起来，把她放到床上。叶兰晨，你怎么还挂个风铃啊？风铃的声音跟你低音的声音一样好听。这好听的让耳朵都怀孕的声音，让叶若曦的心荡起了无数涟漪。一个吻下来，她便直接沦陷了。这一夜，风铃悦耳动听的声音与那美妙的荷尔蒙声音激烈的碰撞在一起，让那繁星点点的夜色越发美好。第2日，叶若曦是被饿醒的，睁开眼，只觉得全身像被碾压了一样，不想动弹。唉，明明都要嫁给杨家的嫡子了，我如今竟然还在跟其他的男人厮混。虽然这个杨家嫡子是个不行的，但是这做法确实是有点渣了。哎呀，算了，下不为例吧。这次过后还是跟叶兰晨说清楚吧，毕竟在古代太渣是要被进猪笼的。叶兰晨端着粥进来，行了，吃点燕窝粥再睡吧。叶若曦没说话，任由他喂。吃完，叶兰晨伺候他重新躺下。再睡会儿吧，饿了就喊一声。小绿一直守在外面，我呢要出去一趟了。叶若曦有气无力的点点头，然后闭上眼睛。等人离开后，她重新睁开了眼睛。其实这个男人还是挺好的，多金又帅气，还是几个孩子的父亲。可是他是战神啊，是七皇子，注定是站在金字塔上的男人。在古代，地位这么高的男人必定不可能只有一个女人，而我有着现代人的灵魂，是不可能接受3妻4妾的。我可做不到跟其他女人分享自己的丈夫，所以就这样吧。叶若曦起身，留下了一封信，便从窗户飞身离开了山庄。叶兰晨回来的时候，看到信直接笑了。傻丫头，你要嫁的人是我，你能逃到哪去啊？叶若曦跟3个孩子的生辰在同一天，这几年都是跟陆逸轩一起过的，这次也不例外。这次陆逸轩在画舫里给3个小宝贝儿准备了生辰宴会，叶若曦回来的时候刚刚好。去哪儿了？怎么才到？嗨，昨晚喝了点酒，睡过头了，让你们久等了。来，宝贝们，快看娘亲给你们准备的生辰礼物。3个小家伙顿时眼前一亮，娘亲每年准备的生辰礼物都能让他们耳目一新。3人拿过盒子，迫不及待地打开。哇，娘，这是说的手枪，你制成了，你制成了。娘早就说要打造一款叫手枪的武器，能杀人于无形，更好的保护我们。没错，经过娘的多次实验，这个手枪呢就被我制作出来了。盒子里面呢每人50枚子弹，你们要放好啊，不要让其他人看到。手枪太逆天了，这要是传出去，估计会造成混乱，所以还是让几个孩子防身用吧。至于要不要再继续制造呢，后面就有需要再说呗。娘，你放心，我们一定不会随便拿出来的。娘，我想去试试，可以吗？小樱桃和小麦兜也想去试试，这会儿都一脸期待地看着他。
想事就在画坊里是吧？哎，刚才我看到你二舅在50米外的画坊。哎，这二舅遇到娘真的是太倒霉了。可是没办法，谁让二舅这么花心呢？都跟二舅母定亲了，还跑来画坊玩，我该娘亲收拾他。哎，这夜景啊，可真的是美极了。娘，你是准备让我们如何使这手枪啊？那看到没？对准那画坊的4个角，只要几枪打过去，那艘画坊的便会成为露天的。三人眼前一亮，按照叶若曦教的，对准那位置，用力按下扳机，手枪里的东西快速射了出来，那速度快到三人都无法用肉眼看清射出去的是何物。叶若曦将枪做了消音处理，3个小家伙一连打了几枪，一点声音都没有。打完后，50米外的画坊纹丝不动。三人疑惑地看向叶若曦，刚准备开口询问，便听到不远处传来轰的一声巨响。50米外的画坊4分5裂，只剩下底下的船。叶飞果子刚塞进嘴里，吓得他果子卡在了喉咙里。叶飞被果子卡在喉咙，整个人只觉得窒息，觉得自己要死了。但就在他觉得快要失去意识的时候，赵一鸣突然出现在他身边。叶飞啊，你没事吧？叶飞，你撑住，我带你去找大夫。说着将他抱了起来。叶飞看着赵一鸣那张直掉眼泪的脸，快要失去意识的脑子闪过一丝后悔。我后悔了，你就不该跑来画坊玩的。如果不是为了气他，跑来画坊玩，那是不是就不会被噎死？哎，如果我好好的安分的娶她进门，那我是不是就不会死？可现在已经迟了。叶飞失去意识后，叶若曦赶来了。姐，快救叶飞，求求你，快救救他！叶若曦没有多言，将人从他怀里抱出来，从后面拖住，在他心口的位置按了几下，卡在喉咙的果子吐了出来。然后叶若曦将人放平在地上，开始做心脏复苏，并且喂了一颗药丸，确定他呼吸变得平稳起来，叶若曦才瘫坐在地上。哎，这次真的是玩大了，哎，差点让这弟弟去见阎罗王了。哎呀，我的天哪，谁知道这倒霉弟弟刚好在吃果子呢？叶飞，你醒了，太好了！我没死。你命硬，阎罗王说不想收你。叶飞被赵一鸣扶起来，确认自己真的没死，顿时激动不已，一把将赵一鸣抱住。一鸣，我没死，真的太好了，我真的没死。赵一鸣被突然抱住，顿时愣住，随即心中欣喜不已，哪怕只是短暂的拥抱，他都很满足了。没事就好，你以后吃东西小心一点。叶二公子，这画坊您租的时候好好的，怎么会裂开了？您看这画坊维修的银子，你是不是应该支付一下？什么画坊维修要我给银子？本少爷因为你那颗果子差点噎死，我还没问你要赔偿呢，你竟然敢问我要维修费！一鸣，陪我去报官，这娘们儿不只要讹我，还要谋杀我，严重怀疑她想害死我，然后继承我爹留给我的家产。好，我们去大理寺报官，这种谋财害命的画坊一定要告到底。这对欢喜冤家什么时候这么有默契了？问要赔偿的姑娘是画坊的二管事，本来就一直当叶飞是冤大头，如今画坊突然被报废了，他怎么都得讹上一笔。按照平时这叶飞都是挥金如土，可如今这发展跟他想象的根本就不一样。他们这画坊本来就是违规建造的，根本没通过官府，如果报官了，不仅画坊完了，他们这些人说不定都要蹲牢房呢。哎呀，叶二少，咱可都是老熟人了，怎么能讹你呢？那要不这画坊您意思意思，赔1000两就算了。1万两？1万？好，谢谢叶二少。您是给现银呢，还是银票，或者还是欠条呢？他就说这叶二少爷就是个人傻钱多的，他2、3句就哄好了。是你给我1万两，这件事儿我便当作没发生过，少1两，我们便大理寺见吧。什么1万两？你怎么不去抢啊？不乐意啊。那算了，叶飞，咱们去大理寺说他们讹了我们2万两，咱们能拿到更多。赵一鸣直接拉着叶飞走上岸，二管事吓得赶紧再次将人给拦住。我们给。哎，算了，破财党子，下次等着傻子再来的时候，再让他将这1万两给吐出来就是了。不过我现在没有那么多银子，您看要不宽恕2个月？算了，我看还是去大理寺吧。大理寺的流程最多才10天，
这2个月，估计早就跑没影了。赵一鸣这次坚决拉着叶飞离开。那10天我凑够了给你们，5天。哎呀，叶二少，你别走啊！我现在给你。赵一鸣这才停下来，拿来，我去拿。很快，二管事将1沓银票取来。叶二少，这是我们所有姑娘的身家，您可要高抬贵手呀！下次您再来的时候，咱们一定好好伺候您，绝对不会再发生这样的事情。拿过银票，确定数目对了。放心，我下次一定不会再来了。刚才就差点死了，要不是一鸣及时赶过来，我早就死了。我可不会忘记自己倒在地上，伸手向那几个人求助的时候，没有一个人管我的。虽然我是个纨绔，但我又不傻。哎呀，鬼门关走这一遭啊，我算是明白了，这些女人一个个就是图我的银子而已。与其花银子在这些人身上，不如将银子花在赵一鸣身上。这赵一鸣虽然粗鲁了一点，但身手好啊，给他多多的银子，就当请个贴身护卫好了。啊，这银子给你，给我。你救了我，这是你该得的。叶二哥，谢谢你，你是除了我爹娘第一个给我银子的人。叶飞被他突然亲一口，瞬间脸变得通红。嘿嘿，放心，以后多多给你银子。哎呀，这女人呐，太可怜了，竟然都没有人给过她银子。哎，算了，以后勉为其难的多给她点银子吧。看着赵一鸣扶着叶飞离开时的黏糊模样，叶若曦跟小樱桃相互对视了一眼。娘，咱们是不是因祸得福了？算是吧。哎呀，吓死我了！要是这弟弟死了，这后娘不得笑死我呀！好了，没事了，咱们回画坊吧，干爹还给你们准备了惊喜。听到这话，几人赶紧返回画坊。陆逸轩下意识伸手要搭在叶若曦的肩上，但还没有搭上去，就被伸过来的一只手给拍开了。叶兰晨，你怎么会在这里？走在最前面的小樱桃听到这话，差一点没站稳摔下来。叶若曦赶紧将人扶住，二话不说，将贴在一旁的红纸撕开，就往小樱桃脸上一抹。看到闺女这般丑萌的模样，叶若曦有些心虚，但没办法呀，这叶兰晨突然跑来，小樱桃想躲都躲不开了呀。你可以在这儿，我为何不能在这儿呢？叶兰晨话音刚落，小桃桃已经飞奔出来。爹爹，你怎么过来了？你是特意来参加我们和娘亲的生辰宴吗？你们跟娘亲的生辰宴？对呀，我们跟娘亲同生辰的。听到这话，叶兰晨顿时心头一紧，他竟不知道。小桃桃，你爹爹怕是根本不知道你们的生辰，不过没关系，干爹准备了生辰宴，你邀请他过来也可以的。叶兰晨深深看了陆逸轩一眼，陆逸轩傲娇的抬了抬下巴，叶兰晨忍住想打人的冲动，安抚小嘴微微翘起来的小桃桃。小桃桃，弟弟很抱歉，我并不知道你跟娘亲的生辰是同一天。你给半个时辰给爹爹准备礼物好不好？好，小桃桃给你半个时辰，如果礼物不是小桃桃喜欢的，那我3天不理你。好，一定会让小桃桃满意。还有小麦豆，爹爹啊，也必定不会让你失望。哎，叶兰晨，还有我干女儿呢，也是跟小麦豆他们同一天的，你可要一视同仁。叶兰晨看到脸上都是红印的小姑娘，顿时愣了愣，但很快缓过来点头。好，你的干女儿便是我的干女儿。你叫什么名字？干爹啊，也准备一份礼物给你。我叫小樱桃。等我会尽快回来的。叶兰晨留下这话，便转身快步离开了。娘，难道我今晚就要顶着这张脸过生辰吗？别怕，娘帮你化一个美美的妆。叶如熙拿出化妆工具，一炷香不到，给小樱桃来了个大变脸。为了不显得小樱桃过于突兀，叶若曦自己也化了跟小樱桃一模一样的妆。若曦，给我画一个跟小樱桃同款的，等会儿叶兰晨问小樱桃的身份，就说小樱桃是我的亲闺女，这样下次他再看到小樱桃也不怕被拆穿身份。这个办法好，娘，我同意。干爹太坏了，这哪里是想跟姐姐同款啊，明显是想跟娘同款妆。他现在已经能想象到亲爹看到干爹和娘亲同款妆后，那脸色一定黑如锅底。果不其然，等叶兰晨准备好礼物回来，看到叶若曦跟陆逸轩同款的妆容，脸色阴沉不已。西西，为何你们要弄相同的妆容？因为我家小樱桃喜欢啊，这样看起来更像一家人。叶兰晨捏紧拳头，但很快释怀。
像又有何用啊？始终不是一家人。西西，你说对不对？还有几日便要成婚了，我们才是真正的一家人。陆逸轩并不恼，反正这会儿能气一下叶兰晨，他都觉得值得。爹爹，你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啊？叶兰晨一个响指，便有人推了一个大箱子进来。小桃桃，你打开看看。小桃桃眼睛猛地一亮，唰的一下将点开，无数个亮晶晶的玩意儿就像小精灵一样飞奔而来。哇，好漂亮啊！这是何物啊？好漂亮啊！爹，你真的是我最爱的爹爹，这礼物我可太喜欢了。看到3个孩子如此开心，叶兰晨脸上微微松了一口气。他这会儿来到叶若曦身边，可还喜欢这小虫子？还行。这本来是准备送给你的礼物，如今见花献佛，送给了小桃桃。啊，原来你早就准备好了，我还以为你这么厉害，这么短的时间里竟准备了这样的礼物，看来我们家小桃桃白惊喜了。西西啊，我这不是没办法吗？谁让你一点都没有透露今日是小桃桃他们生辰的事儿啊？所以这还怪上我啦？自然是没有了，我只是想告诉你，我对你对孩子都一样的重视。这么多萤火虫在哪儿抓的？这是我母妃养的，这东西啊，它可以养了整整5年，从一开始的几只，一直到后面的上万只。不过呢，全部被我拿走了，估计现在只剩下几百只了。太妃竟然懂得养这个啊！你想养？自然想养了，这可是好东西。要是能成功养殖大批量萤火虫，便能成为一大景点，到时候能赚的银子还会少吗？改日啊，我带你进宫找母妃，让她教你。好啊好啊，你带我去见母妃。叶若曦太高兴了，一下子跟着叶兰晨的称呼叫了，都没反应过来。小麦兜看到被带偏的娘亲，无奈地摇了摇头。小麦兜、小樱桃，你们都过来看看啊，这是我给你们准备的礼物。小麦兜和小樱桃互相看了一眼，小樱桃先将盖在上面淡紫色的布拿开，一拿开，看到里面躺着一坨火红色毛茸茸的东西时，哇，是紫色的狐狸，还是2尾雪狐呢？说着，他赶紧将狐狸抱了起来，爱不释手，眼眸的笑甜得让叶兰晨整颗心都软了。这么好看这么可爱的闺女，要是西西生的，那该有多好啊！谢谢爹，干爹，谢谢干爹，这礼物我很喜欢。干爹这次准备不充足，下次再给你准备一份更好的礼物。已经非常好了，我很喜欢，不用再准备了。叶兰晨没说什么，但他答应会再备一份礼物，自然是说到做到的。小麦兜，你快看看，你是什么礼物啊？小麦兜伸手将墨色的布拿开，当看到里面的东西时，他瞳孔顿时放大，不可置信地看向叶兰晨。这真的是送给我的？送给你的，可还喜欢？这可是皇宫的镇宫之宝啊！当年祖师爷爷打下东来国，就是穿着这套盔甲征战天下的。祖师爷爷驾崩后，小皇爷爷便将此盔甲摆在太和殿里面，每一次出征的将军都会前来跪拜一下这盔甲。而如今这盔甲竟然被爹爹拿来送给我。这是先皇老祖宗摆在太和殿里的战神盔甲。前不久凯旋归来时，皇上便将此盔甲赏给我了。如今我将此盔甲借花献佛，送给小麦兜。小麦兜，你不会介意吧？但是这份礼物太贵重了，小麦都不能要。这可是战神的象征，是爹爹用命换来的荣誉，我怎么能将这荣誉随随便便拿走呢？爹爹送你，你便拿着。在爹爹心目中啊，只要你们喜欢，多贵重的，爹爹都会想尽办法给你们拿到。叶兰晨的话让小麦兜很是感动。从小在没有父亲的环境中生活，自从知道自己的父亲是战神七皇子，虽然他不像小桃桃那样，但他内心还是期待跟爹爹见上一面的。小麦兜慕强且智商高，只对强者感兴趣。谢谢爹爹。小麦兜不是扭捏的人，虽然爹爹脱他裤子，他很生气，但这个盔甲足以抵消掉了。谁都不知道，小麦兜从得知这具盔甲的典故开始，便有了一个藏在心底的梦想，他想成为战神，成为一名真正的强者。而在得知当今的战神是自己爹爹时，他无时无刻都想见到爹爹，让他传授自己成为战神的经验，让他有机会跟着爹爹一起征战天下，成为跟爹爹一样的战神。
你喜欢就好，爹爹给你任何东西都是应该的，无需说谢谢。看到小麦兜眼里的光，叶若曦也有些意外。她知道小麦兜慕强，但从未想过一个盔甲竟然能让小麦兜这么开心。果然，孩子的成长离不开爹爹，特别是男孩子。如今看到几个小家伙开心的模样，他无比庆幸自己的开明，还好自己并没有阻止孩子跟父亲相认。看来要找个时间告诉叶兰晨小樱桃的真实身份了，总不能两个弟弟都得到了父亲的疼爱，就漏他一个吧。陆逸轩看着这一家五口温馨和睦的画面，内心是替他们高兴的。不知在何时，他便悄悄离开了，将空间留给他们一家人。直到深夜，几个小家伙总算是玩累了，在榻上睡。太晚了，今晚便在画舫里过夜吧。你跟小樱桃睡，我跟小麦兜他们一起，有什么便喊我。叶兰晨下意识揉了揉他的脑袋，看到他揉自己，叶若曦总觉得他在揉狗头。哎呀，行了，你赶紧去睡吧，我累了。明明都已经给他留信了，让他不要再来了，这王八蛋怎么听不懂人话呀？哎，算了，等我成婚了，他就不敢这样了吧。第二天，小麦兜一睁眼便看到叶兰晨那张放大版的俊脸。爹爹，小麦兜你醒了，饿不饿？饿呢便起来，爹给你去吃早餐。小麦兜没有拒绝，点点头，起来快速洗漱好。他刚洗漱完，小桃桃也起来了。爹爹，抱抱。叶兰晨失笑地将他抱起来。爹爹，小桃桃也饿了，但是小桃桃不想自己动手洗漱。你是天底下最好的爹爹，你可不可以帮小桃桃洗漱啊？别人家的乖宝宝小时候都有爹爹帮洗漱的，小桃桃这么乖，爹爹也一定会给我这个乖宝宝洗漱的，对不对啊？大哥这撒娇的功力怎么又上涨了？叶兰晨被他这话哄的，哪里会拒绝，赶紧亲手给他洗漱。大哥这张嘴，估计想要爹爹的命，爹爹都会心甘情愿的给他。太会说了。一家五口吃了一顿丰盛的早饭，吃完，叶兰晨将几人送回叶府。一到叶府门口，叶若曦先下了马车，还没站稳，一个身影便冲了过来，一把将她拉进了府里。叶若曦，我看你是反了天了，过2天就要成亲了，你竟然还夜不归宿。什么嘛，你宝贝儿子不也快要成亲了吗？你怎么不骂他呀？他已经被我打断腿了，怎么你也想被我打断腿？真是一群不省心的玩意儿。叶夫人，是我带着西西跟孩子去过生辰，因为太晚了，便在画舫里过的夜。看到叶兰晨拉着小麦兜和小桃桃进来，这王八蛋故意的吧？我刚刚明明告诉他了，让他别走大门，带着小麦兜他们走后门的，他竟然就将人这样带进来了，这不是摆明了告诉孙氏，姬王子就是这几个孩子的父亲？可如今想阻止也来不及了。孙氏看到一大两小3张相同的脸，惊得嘴巴张得能咽下一个鸡蛋。这七皇子，你们这是？哎呀，母亲，你快点去给我儿子准备吃的，他们都饿了。七皇子还有事儿呢，咱们就别打扰他了。七皇子啊，你慢走。外祖母，小桃桃想吃糯米包鸡，娘亲说你请的厨师做的糯米包鸡是全天下最好吃的，小桃桃一直想尝尝。外祖母，你可以让厨师做给小桃桃尝尝吗？孙氏脑子里一堆问号想问，可是看到脚下如此可爱的小家伙，奶萌的声音让他心顿时软成一滩水，将内心的疑问抛之脑后。小桃桃，名字真好听，你等着，外祖母啊，马上给你安排糯米鸡。你呢，小宝贝？你叫什么名字啊？你有什么想吃的吗？告诉外祖母，外祖母啊，让人去做。外祖母，我叫小麦兜，哥哥喜欢的小麦兜都喜欢啊。原来小麦兜是弟弟啊，真乖。你们先去里面等外祖母，外祖母安排好了就过来找你们哈。好的，外祖母。刚准备转身去厨房吩咐下人，母亲，我要吃凉拌猪皮儿、凉拌五谷鸡爪，还有卤水鸡翅，我还要吃，每天就知道吃，马上就要成婚了，吃那么多做什么？吃胖了婚服穿不上，谁有空给你改啊？今天晚上只准吃青菜。哈，孙氏，你虐待我，你信不信我告诉我爹呀？
你去啊！告诉你爹，你连青菜都没得吃，你还是想想怎么跟你爹解释2个孩子的事吧。孙氏傲娇的走了，叶若曦气的一连吃了好几个点心。哎，看看吧，你娘我在这叶府啊，就是这么的没地位的。这孙氏一天不对我，她都浑身不自在的。娘亲跟外祖母一见面就掐，各种吐槽，两人都是刀子嘴豆腐心。我敢肯定，娘亲说的，外祖母肯定会主导。果不其然，菜上桌的时候，叶若曦点的菜就摆在她面前。孙氏，你故意把那个点心摆在那儿的是不是？我现在都快吃饱了，我哪还有肚子吃这么多啊？点心啊，我让你吃了吗？还有这些菜，我都是煮给我的外孙吃的，又不是煮给你吃的。你瞎嚷嚷什么？哼，我就吃。叶若曦才不管他，拿起碗便吃了起来。吃到一半，管家过来询问：夫人，大少爷差人过来说，今夜不回来了。这个混账，日日不着家，怎么不直接搬到大理寺去住？天天就想着破案，脑子里还有没有我这个娘了？你带些饭菜过去，告诉他，要是再这样天天想着破案，让他以后都不要回来了。管家刚要转身去准备，哎，管家，你先准备好，等会儿我给叶腾送过去。你去什么去啊？女孩子家的往大理寺跑，成什么样子？况且还有2日你就要成婚了，你给我好好的在家待着。我过去看看，说不定能帮上你儿子。不然以你儿子那废寝忘食的做事精神，我成婚那天他估计都没时间回来。听到这话的孙氏最后还是沉默了。叶若曦是自己去大理寺，刚到门口，一名官兵便急匆匆的跑了出来，差点将叶若曦给撞到了。还好他反应快，及时闪开了。哎呀，谁这么不长眼啊？是大小姐啊，你来的正好，你赶紧进去看一下大少爷，他晕倒了。听到叶腾晕倒了，叶若曦赶紧跟着他飞身进去。一进去，看到叶腾原本俊美如玉的脸，此刻毫无血色，宛如濒死之人。叶若曦顿时心底一紧，一把脉发现竟然是心梗，她赶紧将救心丸塞进他嘴里，然后拿出金针放血做心脏复苏，抢救了足足半个小时。叶腾的脸总算恢复了一点血色，确定他的心脉恢复正常，叶若曦才松了一口气，瘫坐在地上。大小姐，少爷他没事了是吗？如果你家少爷继续这样熬下去，活不过2年，回去让孙氏给他早点准备后事吧。怎么会这样？少爷你不能死啊！你还这么年轻，你还没有娶媳妇，还没生孩子，你怎么能死呢？大小姐，你救救少爷，你一定有办法的，对不对？妈呀，这小厮可真能哭。小厮成功将叶腾给哭醒了。春喜，你这是做什么？少爷，你醒了，真是太好了！你没死，真是太好了！大小姐，少爷不会死的，对不对？姐，你怎么来这了？少爷，您刚才晕倒了，差点就没气了，还好有大小姐救了你啊！但是大小姐说你活不过2年了。少爷，春喜不想你死，要死了春喜怎么办呢？一个男人哭成这样，不知道的还以为这小厮是叶腾的小媳妇呢。活不过2年，这是何意？因为你长期熬夜，肝功能损伤，心脉也跟着受损，要是继续下去，熬不过2年。所以叶少爷，你是想年纪轻轻的英年早逝，让那些受冤的百姓再也投诉无门吗？听到这话，叶腾脸色煞白，一个字都说不出来了。这时，一名穿着护卫衣衫的瘦小男子走了进来。大人，你没事吧？小年，我没事，让你去办的事可办好了？大人，小的已经将东西找到了，现在证据确凿，明日那人必定无话可说。叶若曦看到眼里只有叶腾的男子，眼眸顿时一闪。哎，这位小兄弟啊，你们大人从明天开始呢，便要休长假了。以后有什么事儿呢，你直接去叶府禀报便可。休长假？大人，你身体如何了？你们大人如果再不好好休息，就要英年早逝了。什么？大人，你千万不能有事啊！你赶紧先回去休息。大理寺有少卿在，一定会将案子审理好的。我派人送你回去。小年风风火火的冲出去喊人，没多久，马车就安排好了，将人送上马车。小年才知道叶若曦是叶腾的姐姐。叶姐姐，大人就麻烦您了啊！不麻烦，小年，你要不跟我一起回去吧？我这弟弟不听话，我担心他又连夜爬起来看案子，得有人盯着他才行。其他人盯着他，我不放心啊。这可以吗？当然可以啦，而且还有2天我就要成婚了，到时候我就不能在家里盯着他了。所以在他痊愈之前，你都帮我在叶家盯着他，可好？哦，好，叶姐姐，我答应你，我过去盯着他。
回到叶府，得知叶腾差点就死了，孙氏吓得直接晕了过去。醒来后，派人将叶腾房间里的笔墨书籍全部都搬走了，还派了10几个人轮流盯着他，不准他再熬夜。转眼便到了叶若曦成婚的日子。孙氏带着人来叶若曦房间时，他还没睡醒，于是强行拉起来洗漱化妆，然后孙氏拿着一个红色本子递给他。嫁过去啊，就好好的过日子，可不能像在家里这样无拘无束了。这是家里给你准备的嫁妆，记住要放好，嫁妆可是你立身的本钱啊。还有照顾好小桃桃他们，你这带着孩子嫁过去，必定会受人非议。但是怎么说，你都是我们叶家的嫡女，要是有人欺负你，你马上回来告诉你爹，记住了吗？我出嫁，你是不是舍不得我呀？哼，想得美，我会舍不得你？这么多年了，你总算是嫁出去了，我这会儿巴不得立刻就去放鞭炮庆祝呢，怎么会舍不得你？也是，被我压了这么多年，总算是翻身了。赶紧盖上头盖，等会儿新郎官便过来了。叶若曦在盖上盖头的那一刻说了句：“母亲，谢谢你。”刚准备转身出去的孙氏听到这话，脚猛地顿住。这么多年了，若曦从来没有真心喊过一句母亲，当然偶尔做做样子也喊过，但是从来没有像今日这样心甘情愿的喊我一句母亲。谢什么谢？要不是你爹让我好好的照顾你，我才不管你呢。这时叶飞和叶腾过来了。娘，张姐，身体好点了吗？等会儿背我行不行啊？听到这话的叶腾直接被呛到了。张姐，男人怎么能说不行呢？弟弟虽说还没恢复彻底，但背长姐出嫁这点力气还是有的。张姐，弟弟一心只想着破案，从未想过赚钱失意，所以我手上的银子并不多。这2000两是弟弟给你的天庄，钱虽少，但这是我的一点心意。我还入股了二弟的店铺，这股有一半是我送给你的，到时候赚钱呢，也会有一半分过给你。听到这话，叶若曦内心感动，这个弟弟一直都是个刚正不阿的好官，除了俸禄再没有其他入账，如今能给他2000两天庄，估计口袋都空了。谢谢，这股是我收到的最好的天庄。大哥你放心，这店铺我一定让你赚得盆满钵满。张姐，这是弟弟给你的天庄。叶若曦拿过锦盒打开一看，顿时愣住，盒子里面竟然有10万两银票以及多间店铺。叶飞，你该不会骗赵姑娘将嫁妆偷给你吧？姐，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叶飞是这样的人吗？这可是我这几天赚的。就几天的时间你就赚了这么多银子啊？哼，别小瞧我平时吃喝玩乐的银子都是自己赚的，不然靠娘给的那点零花钱，我早就饿死了。怎么，男子汉大丈夫，难道不应该努力赚钱养家？应该的。我去看看新郎官到哪儿了。叶飞直接转移了话题，跑开了。没多久，他又跑回来，声音都带着激动：“来了，新郎官来了！张姐，你赶快盖上盖头。小雪，咱们出去挡门，一定不能让新郎官那么轻易进来。”然而赵一鸣几人一出来，看到一身喜服的叶兰晨啊，叶姐姐不是跟杨家嫡子成婚吗？为何过来迎亲的是七皇子？赵一鸣他们还没反应过来，暗一已经将一串金元宝直接挂到了3人脖子上。二舅子、小雪姑娘、赵姑娘，今日我是杨家嫡子，还请你们多多承让。战神七皇子竟然是我姐夫，为何从来就没有人告诉我？我姐夫是战神呢，那以后在京城我不得横着走？而且姐夫的见面礼给的实在是太多了，这怎么好意思不让进门呢？姐夫，您里边请。叶腾就站在那里挡门，还没反应过来，门就被打开了。当看到新郎是叶兰晨，他也惊得忘记了反应。大舅子多多承让了。话落，一大串金元宝被挂在叶腾的脖子上，叶兰晨直奔屋子里，不费吹灰之力便看到站在那里一身喜服的叶若曦。这一刻，叶兰晨心底莫名的紧张起来。娘子，我来接你了。听到这微微沙哑的声音，叶若曦有些意外，定下亲事这么久，她一次都没见过这杨家嫡子，如今听到这微微沙哑的声音，让她更加断定这杨家嫡子必定是不行的。正常男子的声音都是中气十足的，哪里会是这个声音啊？
在一片激动的欢呼声中，叶若曦被叶腾背上花轿，一路上她能感觉到在场的人很激动，然后也听到很多人在说新郎官长得俊。叶腾，你姐夫有这么俊吗？怎么大家都这么激动啊？七皇子可是江城每个女子的梦想父亲，能不俊吗？战神娶妻，这些女子的梦就碎了，他们能不激动吗？确实俊。皇上在福满楼的包厢里看到这隆重的婚礼。皇公公，皇兄的婚礼如此隆重，怕是京城找不到第二个了。皇上，到时候您成婚，婚礼必定比七皇子更隆重。听到这话，重婚，想到脑海里出现的那一道倩影，目光看向跟着花轿一起的小雪，也不知是心有灵犀还是怎样，小雪恰巧这个时候抬头看一眼，与皇上的目光对上了。皇上啊，小雪，你说皇上？皇上就在那酒楼上面。皇上居然会过来凑这样的热闹，这杨家嫡子这么有分量的吗？小雪想到小樱桃悄悄告诉过她，叶姐姐还不知道自己的夫君是七皇子呢。叶姐姐，这场婚礼可以说是轰动整个京城，皇上过来凑热闹也不稀奇。而且叶姐姐，你是不是忘了，杨老夫人可是太后娘娘跟太妃娘娘的母亲，杨家嫡子和皇上也是兄弟，表兄弟。你说什么？杨老夫人是太妃娘娘的母亲？这事儿怎么从来都没有人告诉过我呀？小雪想到几个小家伙刻意隐瞒叶若曦的事儿，想来也是想给她一个惊喜，这会儿当即配合道：这事知道的人应该不多，我也是这2日才听说的。叶若曦此刻生无可恋，一时间有些后悔当时冲动答应下了这门亲事。这皇上跟杨家嫡子是表兄弟，那杨家的嫡子跟叶兰晨不也是表兄弟关系吗？婚宴叶兰晨肯定也会去了，到时候他跑去闹事儿可如何是好啊？很快叶若曦想通了，这叶兰晨应该不至于跑去骚扰表兄弟的妻子吧？况且那是杨府，他也不敢乱来，而且都已经跟他说的那么明白了，他应该不会这么拎不清的。想通后，叶若曦顿时眉开眼笑，心里已经在谋划如何将杨家的产业翻倍了。一系列的成亲流程有条不紊地进行着。花轿到达杨家的时候，宾客已经都站在那里看新娘子了。随后新娘子下花轿，单花轿后面还有一顶轿子，众人都好奇这多出来的轿子坐的到底是何人。大伙儿正在疑惑，轿帘子被打开，一个粉妆玉琢的小男孩从轿子里钻出来，然后下一秒又有一款大红包从轿子里钻出来。好可爱呀，好漂亮的小奶娃，还是双生子啊！这是我见过最近的小奶娃，还是2个。杨家那几个嫂子抬着2个大金盘出来做什么？只见他们抬着金盆，将2个小奶娃直接放到了盆里。恭喜杨府喜添双贵子，愿黄金满屋，白玉盈房，金盆入门，贵子安康。天哪！这叶帝氏的嫡女竟然跟战神生了孩子，这杨家还是2个，想的。天哪，这样的女人也敢要？这叶帝氏的嫡女怎会如此的下作？孩子竟然如此大了！你们闭嘴吧！什么叫做人家下作？这位战神6年前出征，他身为皇子出征可是九死一生的事情。那个时候战神为自己留一个后不是很正常？而且2家本就是有婚约，我看这叶家嫡女就是个有情有义有大爱的女人，同时也是勇气可嘉。试问我们这些人当中，哪个能做到像他如此无私伟大，心甘情愿为未婚夫留后？反正我是做不到如此伟大。很快，在场的人都被他带偏了，一个个都觉得叶若曦是伟大的、充满大爱的女人。接下来的拜堂流程很顺利，很快她便被送进了婚房，而叶兰晨则被陆逸轩拉着在喝酒，显然是想将她灌醉。叶兰晨哪怕知道她的用意，但依然奉陪到底。而小桃桃像个欢快的小麻雀一样，这小家伙还偷偷尝了一杯果酒。爹爹，小桃桃最爱的爹爹，小桃桃可喜欢你了，你喜不喜欢小桃桃呀？叶兰晨看着小桃桃的脸红得跟他的喜服一样颜色了，赶紧将小家伙抱起来。连个孩子都看不好，自己去理发。是，嘿嘿，我阻止了呀，他小少爷的嘴也太会说了，你这哄着让他尝一小口，谁想到小少爷一口直接喝了半瓶果酒。
但他可不敢反驳，乖乖去领罚了。诸位，我家小桃桃不小心喝了果酒，我先带她回内室，诸位继续吃好喝好。叶兰晨也趁机解脱，然而还没到房门口，小桃桃突然从叶兰晨怀里起来。爹爹，快放我下来！怎么了，小桃桃？你叶兰晨话没说完，小桃桃一个打嗝，直接吐了出来。我最爱的爹爹，小桃桃喝醉了，小桃桃什么都不知道。安逸哥哥，抱，小桃桃要洗澡睡觉了。说完，又像只小猴子一样爬上了暗一身上。暗一这罚领回来，就感觉到叶兰晨的死亡凝视，也管不了那么多了，抱着小桃桃拔腿就跑。院子里剩下的几人面面相觑，还是小绿反应过来嘱咐道：“你们快去准备衣裳和热水。”大家这才反应过来，赶紧去准备。去帮夫人换下那繁重的衣衫，伺候她先吃点东西。我呢，迟些过去。是，我马上过去告诉夫人。小绿还是叶若曦派来问七爷什么时候过去的，而小绿回来竟然告诉他不来揭盖头，让他自己换上衣服。小绿，我那夫君难道长得很丑，连头盖都不来揭了？小绿帮叶若曦解开凤冠的手猛地顿住。夫人，您不是见过少爷吗？没有啊，定亲都这么久了，那杨家嫡子都没找过我。对了，我好像还不知道他叫啥呢，当时我都没看过婚书。小绿，给我把婚书拿过来。夫人竟然不知道七爷便是他夫君，这是何操作呀？夫人，婚书奴婢得去找找看，今日的东西太多了，奴婢先给你解开这些首饰，伺候你先吃点吃食。叶若曦肚子适时的响了起来。饿呀，太饿了！哎，这新娘子当的可真的太憋屈了。要不是小麦豆和小樱桃今天时不时的塞点东西吃，哎，这会儿怕是要饿晕了。换下那繁琐的衣衫，叶若曦吃了一碗鸡汤，胃顿时舒服了。吃饱喝足，她才看向自己所在的婚房，这一看，顿时眼前一亮。屋子装扮得很喜庆，同时还不失高雅，是那种古典美，让她很是喜欢。不错嘛，这杨家还是很用心的。夫人，可要去沐浴？让人备水吧。夫人，无需备水，少爷让人从山上的温泉打通了一条管道，直通您的屋子，无需备水啊，这么好。闻言，叶若曦便走进浴房，看到那里竟然有3个不同的温泉池，每个温泉池都用一块石头刻着字，分别是牛奶池、玫瑰池以及清水池。温泉池隔壁竟然还有一个汗蒸房，同时隔壁还有一个茅房，茅房便是现代的蹲厕，方便又卫生。这些蹲厕自然是他发明出来的，然后在整个东来以及其他国家盛行热卖啊。这汗蒸房我都还没有出手开始安排制作呢，怎么这杨家会制作一个汗蒸房啊？这汗蒸房是何人设计的？听说是小少爷给的图纸。小桃桃，他何时认识杨家嫡子了？这个，小少爷应该给了杨老夫人了。哇，原来如此啊！这小家伙的行动可真的是太强了。这汗蒸房的大概设计，我也就跟他说了一遍，没想到他竟然直接制作出来了。确实，少爷真的是很聪明。夫人，你要进去试试吗？哎，试试吧。这么现代化的汗蒸房，当然要试试啦。其实呢，汗蒸最好是不穿衣服的。叶若曦走了进去，里面竟然还有点心和果汁儿。小绿，这也是杨老夫人准备的，这也太贴心了。应该是吧。小绿知道这肯定是七爷准备的，可是夫人都还不知道自己所嫁的人就是七爷，所以她这会儿也不敢贸然说太多。哎，小绿，你先出去吧，等一下需要你的时候我再喊你。小绿离开后，叶若曦坐在躺椅上喝着果汁儿，享受着汗蒸房将她体内的湿气都给释放出来。大概1炷香的时间，便从里面走了出来。她刚出汗蒸房，便跟走进来的叶兰晨直接撞上了。叶若曦直接被撞得往后倒去，幸亏叶兰晨眼疾手快，将她给抱住了。细腻的肌肤紧紧贴在叶兰晨身上，这对叶兰晨可是致命的诱惑。叶兰晨，你疯了你怎么会过来这里啊？这男人莫不是疯了？他竟然就这么走进婚房？叶若曦想把他给推开，奈何眼前的男人就像石柱子一般，怎么推也推不动。今日是你的大婚之日，我怎么能不来呢？叶兰晨那张绝美的俊脸露出一抹让人春心荡漾的微笑，这笑直接撞叶若曦的心房。叶若曦觉得自己疯了。不行，我今天已经是人妻了，我心里怎么能产生异样呢？叶兰晨，你别闹了，我已经跟杨家嫡孙成婚了，你这样要是被发现，我会被进猪笼的。我还年轻，我可不想死，而且你是堂堂的七皇子，什么女人没有啊？就当我求你了啊，你不要再来找我了。你想怎么求我？
你求来我听听，求得我满意了，我再考虑一下不再来找你。叶兰晨话没说完，直接贴了上去，两人亲密无间。叶若曦突如其来的喊声让他越发放肆。叶兰晨，你季夏，春宵一刻值千金，怎么不能浪费如此良辰美景？某人不再给他多说的机会，婚房的荷尔蒙含量直接上升到制高点。第二日醒来，看见空荡荡的喜床，叶若曦脑海里浮现出昨夜的疯狂。我真的是疯了，我居然在婚房跟其他的男子，哎呀！叶若曦觉得自己就是妥妥的渣女，她怎么能做这样的事情？娘亲，小桃桃软萌的声音将她的思绪拉了回来。小桃桃，昨夜在杨府可还习惯呢？娘亲，小桃桃睡得很好。对了，娘亲，刚才外祖母让我告诉你，杨府没有那么多规矩。这新媳妇茶，你何时醒来，何时再敬，一切从简。听到这话，叶若曦内心更加愧疚不已。这杨老夫人这么好，我竟然……小桃桃，你等会儿娘洗漱好了，跟你一起过去给太祖母敬茶。好。叶若曦很快洗漱好，拉着小桃桃过去敬茶。刚好小绿已经过去告诉管事，叶若曦准备去敬茶了。所以叶若曦到杨老夫人的院子的时候，几位大嫂已经坐在那里等着看了。孙媳妇给祖母，各位大嫂请安。若曦啊，委屈你了，这新婚夜都还没过完，那臭小子就去军营了。等他回来，祖母一定好好训他一顿。原来昨夜夫君去军营了，肯定是叶兰晨那个混账安排的，不然他怎么敢直接闯婚房？难怪要将小绿给我做陪嫁丫头，原来是为了方便自己。这会儿他在心底暗自决定，今夜一定要跟叶兰晨一刀了断。祖母，夫君以国为重是应该的，我自然不会怪他。祖母，孙媳妇给您敬茶，祝您身体安康。好，我们家若曦就是乖。杨老夫人直接让人搬来整整8箱的敬茶礼。叶若曦如今已经免疫了，杨老夫人这挥金如土的表现着实让她很享受。接下来给4位嫂子敬茶，若曦给几位嫂嫂敬茶，祝嫂嫂青春永驻，笑口常开。几位嫂嫂都高兴地喝了茶，还都给她了丰厚的敬茶礼。敬完茶，叶若曦让小绿将礼物拿出来，一一送给各位。杨老夫人的是一个琉璃观音，几位嫂嫂收到礼物也是惊喜不已。这是地契？不对，这怎么是一间酒楼？福满楼，这不是京城最大的酒楼吗？大嫂，听闻呢你最会打理手中的铺子，如今这个酒楼送给你，必定让酒楼更上一层楼。七弟妹啊，这礼物太贵重了，大嫂不能要。大嫂，小西西今年10岁了吧？还有几年就及笄了，到时候你不得准备嫁妆啊？这酒楼呢，如果你做得越好，小西西以后的嫁妆岂不是更丰厚？听到这话，杨大嫂塞地契的手猛地顿住。如今她在杨家确实不缺银子，但如今丈夫已经离开，光靠她手中的铺子赚钱，能给小西西的嫁妆也确实有限。最后在叶若曦的劝说下，她还是将这份大礼收了下来。七弟妹，这酒楼以后所有的收益，咱们5-5分。哎呀，大嫂不用5-5分，我还有诸多的养殖场，以后酒楼的食物呢都在我的养殖场采购，我一样能赚钱。所以呀，你就收下这个酒楼，生意越好，那我也赚的越多呀。最后杨大嫂还是被叶若曦给说服了，送给杨二嫂的是一间胭脂水粉铺。七弟妹啊，你怎么也送我铺子？我不会打理铺子呀。二嫂，听闻你擅长制作香料，这间胭脂水粉铺呢，其实就是送给你的研究室，里面什么道具都有，能更加的方便你提取香料。而且我送你的这个铺子啊，也是为我其他铺子打算的。你要是制作出了新的香料，可要第一个卖给我。七弟妹啊，我们是自己人啊，你想要我新制的香料，我直接送你便可，无需购买。二嫂，那既然是自己人，那这铺子你就收下，以后就在铺子里研究香料，这香料制出来呢，我就拿来我的其他铺子售卖，到时候收益呢，我给你2成。二嫂，自己人啊，不准拒绝。行，二嫂收下了。二嫂啊，一定努力研制出新的香料给你卖。三嫂打开手中盒子，看到里面的东西，吓得一屁股坐在了地上。哎呦妈呀，这什么玩意儿？叶若曦赶紧将三嫂扶起来。三嫂，这可是个好东西，你看哈。三嫂，这个骷髅手套上面的骷髅是机关，你按这里可以射出银针，银针呢一共38根，你按这儿就可以出现一把小刀，这把小刀削骨如泥。这个手套呢还刀剑不入
入，关键时刻不仅能杀人，还能挡住突如其来的危险。听闻三嫂有一个镖局，你还经常跟着出镖，这手套啊，我准备了2000双，不知道够不够？要是不够，您告诉我人数，我让人继续裁制。哎，竟然还有这等好东西，七弟妹，太谢谢你了！够了够了，我们镖局就1000多人，三嫂喜欢就好。哎，四弟妹，你快看看你的是什么礼物？他打开盒子，看到里面一沓纸，打开一看，竟然是食谱。天哪，这么多食谱都是我没见过的啊！还有各种摆盘和蔬菜雕刻。七弟妹，太谢谢你了，这礼物我很喜欢。听闻四嫂喜欢做菜，还是御膳房的总管，我便想着呢，这些食谱和摆盘的办法呀，特别的适合你。我们若曦啊，送的每一份礼物都很用心。几位嫂嫂也很高兴。一开始他们还担心七弟妹好不好相处，没想到一来就投其所好。大嫂女儿小西西，二嫂女儿小月月也分别送了礼物。不止这些，所有的下人都收到了礼物。叶兰晨在军营处理完事儿，准备回去的时候，安一带着2名护卫，搬着一大箱东西过来。这是何物啊？七爷，这是夫人送给大家的喜糖，夫人说人人都有份儿。叶兰晨身边的副将打开箱子，一看里面竟然是金币。这怎么是金币？安一，你确定不是搬错了？这是夫人亲自吩咐我搬来的。夫人说糖不好放，所以只写给金币，大家伙儿自己去买糖。哎，夫人真大气啊！七爷，夫人真是大气啊！府上所有下人都有礼物，夫人还给大少奶奶送酒楼，还给……安一将自己听到的一字不落的告诉叶兰晨，听到所有人都有礼物。那夫人给我准备了什么礼物？这话直接将安一给问住了，他挠了挠脑袋。七爷，这个得您自己回去才知道。没听小绿说夫人有给七爷准备礼物啊？夫人该不会所有人都送了礼物，就没给七爷送吧？想到这个，安一赶紧闭嘴，一个字都不敢说了。叶兰晨匆匆回到杨府，已经夜深了。叶若曦早就睡了，小绿今天守夜，看到叶兰晨赶紧迎上去。七爷，夫人睡了。王妃给本王的礼物呢？什么礼物？今日王妃不是给所有人都送了礼物吗？小绿是侄女，不懂转弯，听到这话下意识开口：王妃没有给七爷准备礼物啊。没有，你确定？确定啊，王妃所有礼物都是交给我保管的，没有七爷的。小绿说完，看到安一在疯狂的眨眼。安一大哥，你眼睛怎么了？我没事，就是眼睛进沙子了。那个七爷在下先回去了。小绿，七爷回来了，你也下去吧。安一赶紧将小绿拉下去。开玩笑，还不赶紧溜啊！七爷生气，后果可是很严重的。叶兰晨拳头捏紧又松开，随后嘴角勾起一抹笑意。本王的王妃肯定是打算亲手将礼物送给本王，所以并没有让小绿知道。这样想着，叶兰晨的心情顿时好了起来。进了屋子，他直接躺了下来，将睡熟的叶若曦拥进怀里。叶若曦这会儿是真的累了，昨日成婚典礼就累了1天了，昨夜还被叶兰晨折腾了1宿，这会儿累的他根本不知道叶兰晨躺在自己旁边。叶兰晨最近一直都在忙着成婚的事儿，也是没好好休息，加上昨夜耕耘了一夜，没睡半个时辰，护卫又急匆匆跑来告诉他军营出事儿了，他不得不连夜赶到军营。如今抱着这娇软的身体，很快也跟着进入了梦乡。叶若曦是被热醒的，看到那放大版的俊脸，一脚将叶兰晨给踹下了床。叶兰晨，你疯了你怎么又来了？叶若曦这会儿真的想将叶兰晨原地埋了。神经啊，这人真的当杨府是自己家了？媳妇这到底是什么反应能力？怎么就没有想过我是他夫君呢？西西啊，哎呀，夫人，你怎么了？可是发生何事了？奴婢可以进去吗？听到刘嬷嬷询问，叶若曦顿时瞳孔一缩，一把将叶兰晨推到床上，用被子将自己跟他一起盖住，然后她侧身躺着，这样刘嬷嬷进来就看不到叶兰晨了。刘嬷嬷，你进来吧，我刚才只是不小心碰倒了杯子，你有什么事儿吗？刘嬷嬷进去，夫人，这是杨老夫人给您的账本和杨府的印章，老夫人说以后这家就靠您了。啊，这老夫人真的要让我成为杨府的当家主母吗？难道就不怕我将银子全部转移，然后玩失踪吗？老人家这么好，我竟然背着他。这时身后的叶兰晨竟然在他身上乱动起来，气得他差点当场将人踢飞，好在理智让他冷静下来。谢谢刘嬷嬷，我迟点亲自过去感谢祖母。好，那老奴先回去了。
好，嬷嬷慢走啊，小绿送送嬷嬷。嬷嬷您请。关上门后，叶若曦一个翻身，直接坐到叶兰晨身上。叶兰晨，你闹够了没有啊？我跟你说了，我已经成婚了，叫你不要再来招惹我了，你怎么还天天过来呀？你到底知不知道啊？要是被人知道我跟你苟且在一起，我会被进猪笼的。西西，明明一开始招惹我的人是你，怎么现在变成是我招惹你了？要不是这女人招惹在先，我怎么可能会娶妻呢？啊，确实是我先招惹的，可是，就算是我先招惹你，可最后吃亏的也是我呀！我不仅帮你生了孩子，还陪你睡了这么久，你早就转麻了。所以啊，咱们好聚好散，你以后别来招惹我，我也不会过去招惹你。咱们呢就假装谁也不认识谁，好不好啊？只要你同意，我就让小麦兜他们回去跟你认祖归宗上玉蝶。叶若曦不知道的是，叶兰晨在得知孩子的存在后，便马上将孩子上了玉蝶，现在就差2个孩子到祖宗面前跪拜一下，给祖宗认一认了。招惹了我就想跑，叶若曦，你是觉得我很好欺负是吗？哎呦，叶兰晨，你不能这么无赖，我何时欺负你了？睡了我就跑，难道不是欺负我吗？每一次都是。虽然是我先招惹你的，可如今我已经嫁人了，而你堂堂的七皇子，东来国的战神，总有一天要娶妻的。如果让你未来的妻子知道你竟然可以跟一个有妇之夫纠缠不清，那可如何是好啊？所以呢，我们就好聚好散，可好？不好，这笨蛋真是笨死了。哎呀，那你到底想怎样啊？只要我想都可以。叶若曦抿嘴，刚要骂人，突然想到叶兰晨这家伙好像不能用正常手段来对付，得反套路。是吗？七皇子就这么喜欢我，非我不可啊？这女人每次笑准没好事，你笑成这样，你想对我做什么？自然是做我想做的事儿啊。叶若曦突然一点点往上坐，叶兰晨只觉得身上一团火在蔓延。叶若曦坐到了火团的位置。别闹，这是大白天。白天又如何？又不是没试过。叶若曦说着，一点点将叶兰晨的衣服脱到最后，叶兰晨再也控制不住自己，想要翻身，化被动为主动。突然，咔嚓2声，他的双手被什么东西给束缚住了。西西，你拿什么东西绑着我？自然是能让你欲罢不能的东西，这可是好东西，也只有你七皇子才有这般的待遇，别人可没有这么好的运气。话落，叶若曦从他身上下来，开始一点点在他身上游走。西西别闹，放开我！放开你可以啊，但你以后不能再来骚扰我，这是唯一的条件，不然我就一直把你囚禁在这儿，让你吃不到摸不着，天天被我撩拨。你就这么不喜欢我，还对我这么狠心啊？你天天来破坏我美好的婚姻生活，你觉得我应该如何喜欢你啊？你要不要考虑一下，看看婚书呢？叶兰晨以为他是杨家嫡子的事情会在他们成婚的那一天揭露，可谁能想到他的王妃反应如此迟钝，竟到现在都猜不到自己便是他的夫君。婚书什么意思啊？这家伙为何突然让我看婚书啊？事出反常必有妖，一定要警惕一点，可不能被这叶兰晨带偏了。叶若曦就喜欢走反套路，叶兰晨让他去看，他偏不去。看什么婚书啊？我的婚书和你有什么关系啊？叶兰晨，你告诉我，你到底怎样才肯不纠缠我呀？只要我能做到，我便答应你。再陪我10日，10日后便要去边境。叶兰晨看着他的眼神，仿佛都要拉丝了。叶若曦只觉得这眼神很不习惯。你叶兰晨，除了陪你，其他我都能同意。除了你陪我，其他的我都不需要。这看来是没法谈了。你确定我陪你10日，你就去边境？君子一言，驷马难追。好啊，那我就陪你10日。为了我更好的陪你，这10日啊，你就这样待着吧。西西，你确定要这样？确定啊，你不是要我陪你吗？这10日呢，我好好的陪你。小绿，去告诉老夫人，我风寒了，为了不传染给其他人，这几天都在屋里。你说我喜静，让大家别来打扰我。至于我那个夫君呢，你就告诉他，等我好了，我亲自去他院子里找他。反正他这个夫君新婚夜都能去军营，那他在自己院子里待上10日，估计他也是不会过来了。叶兰晨没想到叶若曦会来这一出，然而晚上叶若曦喜滋滋地躺在他身旁。七皇子躺得可还舒服啊？舒服。如果你靠近一点，我会更舒服的。听到这话，叶若曦直接笑了，伸手一点点在他那腹肌上一点点滑下。七皇子啊，你确定不是在给自己找罪受？
叶兰晨没有说话，喉结滚动了一下，没多久便被叶若曦给撩拨到了。见状，叶若曦当即将手拿开。我累了，你也早点休息啊。说着就这么躺在他身旁，心安理得的睡了。也许是真的累了，闭上眼没有多久便进入了梦乡，还做了梦。夜里叶兰晨向他求饶，说以后再也不缠着他了。他高兴地笑出声来。然而笑着笑着，他就突然笑不出来了，因为他刚将叶兰晨放开，这家伙就将他扑倒在床上，气得他就要将人给推开，可怎么推都推不动，最后直接被气醒了。然而一睁开眼，人都傻了，叶兰晨此刻竟然就在他面前。叶兰晨，你怎么会解开我的手铐的？西西，现在不是说手铐的时候。很快两人便齐齐沦陷在其中，如果不是第二日也回门，叶兰晨必定没完没了。叶若曦这会儿已经麻了，她现在深刻地体会到自己根本不是叶兰晨的对手。这个男人实在是太可怕了。算了，就这样吧，反正答应陪着狗东西10日他就会离开的，要是被发现那就死顿好了，反正这京城也就这样。想通后，叶若曦释怀了，早上精神奕奕地起身洗漱打扮，准备回门。杨老夫人给她准备了好几辆马车的东西，让叶若曦很是愧疚。不过想到自己这个所谓的夫君跟自己拜了堂以后便不见了踪影，这杨老夫人难道是出于愧疚，所以对我这么好？想到这个可能，叶若曦内心的愧疚也减少了半分，笑着坐上了马车。然而当她在马车上看到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叶兰晨，你疯了？你怎么会出现在这里？我这是要回门啊！我是孩子爹，跟你去叶府看看孩子怎么？叶兰晨靠在那里，一副谪仙人的模样，让叶若曦一时不知该如何反驳。而且你说过要陪我10日，这才第2日，要是回1日娘家，那不是减少1日陪我的时间了？那样不够数，你啊就得跟我一起去边境。叶若曦听到这话，直接眼睛一闭，彻底摆烂。算了，爱怎么样就怎么样吧，我已经没有力气跟叶兰晨斗智斗勇了，斗不过那就彻底摆烂好了。然而路程走到一半的时候，马车突然停了下来。小绿啊，外面发生何事了？说完，叶若曦走了出去，一出去就看到一群俊美男子站在那里。叶若曦顿时愣住。叶姐姐，我们总算见到你了。为首的白衣男子谢成看到叶若曦赶紧迎了上来，但还没等靠近就被暗一等人给拦住。谢成，你们来这里做什么？叶姐姐，你说过让我们一直陪着你的，可你怎么能抛下我们去嫁人了？是啊，叶姐姐，你嫁人呢，怎么不把我们一起带去杨府？叶姐姐，你这是回门吗？我们跟你一起回吧，到时候回杨府你就把我们带上，可好？谢成，你这是想带着他们搞事儿啊？一直以来他养的这些俊男美女都非常懂事儿，可如今这几个人竟然跑来拦他。刚才他们说的任何一句话让在场老百姓听到了都会直接将他给锤死的。虽然他之前喜欢俊男美女确实有点渣，可他就是单纯的欣赏这些男人的美色，除了看看就再也没有做过其他越轨的事情。成亲之前他就给了这些美男一大笔钱，将他们都给打发了。可如今这些人竟然跑过来说这些话，看来自己当年花那么多银子养了一群白眼狼啊。谢成看到叶若曦明显动怒了。叶姐姐，你误会了，我们真的没有搞事情啊，你对我们那么好，我们怎么会搞事情呢？大家只是想继续跟着你报恩而已啊，我们都不想离开你的。哼，我看是报仇吧，还报恩。安姨，将这些人全部送走，要是哪个再踏上京城半步，腿直接打断。叶若曦吩咐完便转身回了马车。那几人还想解释，可安一的速度非常快，一挥手，另几名护卫齐齐上场，将那几名男子带走。没想到西西这么受欢迎。本姑奶奶不仅天生丽质，还富可敌国，受欢迎不是很正常？所以你还养了多少个男子？这个我可没数，毕竟我每到一个地方呢，看到帅的都想把他带回来养着，好看的东西看起来才养眼啊。给你2日时间，将这些人全部都打发了，不然我就亲自出面将人赶走。叶兰晨就算不说，叶若曦都会将这些男子全部遣散。主要是他如今已经见过叶兰晨这样天花板级别的颜值，再看回他养的美男，也就这样。这
小插曲并不影响叶若曦回门的好心情，哪怕现在整个京城的人都知道叶若曦养面首的事情，对她都没有任何一丝的影响。马车到达叶府，叶若曦一下马便看到一家老小全部在门口迎接，这让叶若曦很是受宠若惊。爹，母亲。叶帝师看到闺女一副红光满面的模样，悬着的心顿时放了下来。若曦呀，在杨府要好好的，只要开开心心，做任何事情都不能委屈自己啊。哎呀，放心吧，要是受了委屈，我一定第一时间回娘家的。所以母亲，我的院子你可要给我留着，我随时都要回来住的。放心，你的院子谁都不能动。哎，姐，你回来了，正好我有好东西给你看，你快跟我进来。叶飞这时候直接将叶若曦拉了进去，而后面下马车的叶兰晨直接走到叶帝师面前。岳父岳母，说着给两人行礼。七王爷，岳父岳母，今日起我是你们的小婿，这些序礼以后都免了。听到这话，叶帝师心里还是很开心的，堂堂战神愿意对他这个岳父如此恭敬。午饭的时候，叶家的族人也被邀请过来吃饭。叶若曦的二婶苏氏，哎呦，若曦啊，我听说这杨家嫡子是过继的，这身份会不会有点低呀？这二婶会不会是切根筋呐？这话是能说的吗？二弟妹，不会说话就将自己的嘴巴缝起来，少在这里胡说八道呢。哼，大嫂，你一个继室而已，说话这么冲，有必要吗？哼！而且我说错了吗？若曦丫头的夫君本来就上不了台面，孙青莲，你要敢再说一句我家若曦夫君的不是，小心我撕了你的嘴！来人，我这弟妹累了，送她回府。孙氏直接一挥手，让人将她给请了出去。叶若曦被孙氏这霸气侧漏的表现给震惊到了，真没想到这孙氏平时在自己面前都是一副很好欺负的模样，这个时候竟然这么硬气，而且听到她护着自己，还是挺感动的。母亲，你就这样将人请出去了，你就不怕二奶过来闹啊？你那二奶啊，高兴还来不及呢，毕竟她一直想把自己的亲侄女嫁入叶府，可你二婶一直在一旁阻止。叶若曦有些意外，没想到还会有这样的事情。好了，别管那些闲杂人等，这次晚宴是男女分桌的，所以叶若曦并不知道叶兰晨这女婿正在跟岳父喝酒呢。叶若曦吃的差不多，便想着回院子拿点东西，可路过假山的时候，听见有人在说话，她秉着不打扰别人的想法，特意小心翼翼走过，但是走到一半，二婶苏氏鬼鬼祟祟的声音让她停了下来。灵儿，你叶大伯虽然年龄大了点，但他最是容易被拿下，毕竟你长得年轻，加上他除了孙氏那个贱人，这么多年又没有妾室，只要你牢牢抓住叶大伯的心，这整个叶府还不是你说了算，这可是你唯一能入叶家的机会，姑姑只能帮你到这里了。好，谢谢姑姑，灵儿知道如何做了。只要成功了，灵儿以后啊，一定会好好孝顺您的。跟姑姑呀，不用这么客气，你赶紧去书房守着。两人从假山离开后，叶若曦瞪大眼睛看向跑去书房的身影。我听到了什么？这苏氏的侄女灵儿好像刚进京没多久啊，最多也就16岁吧，这放在现代可还没成年呢，以后能当灵儿的爹了。就这样他都下得去手？叶若曦真的想为这两姑侄写一个福字，既然他知道了这件事儿，必然不会坐以待毙。他爹这么多年都没有纳妾，在他眼里，他这个便宜爹就是妥妥的好男人。这么好的男人，可不能被这人给玷污了。叶若曦嘴角勾起一抹笑，眼眸闪得贼亮。大伙儿刚准备起身离开，不知道谁大声喊了一声：“天哪！竟然有人在叶帝师的书房厮混！”所有人惊得下巴都掉了。在叶帝师的书房？天哪，这普通人能进主人的书房吗？肯定不能啊！所以这厮混的人难道是叶帝师？众人纷纷抬脚往后院走去。孙氏脸色煞白，一把拉住一旁的叶若曦：“若曦，应该不是你爹吧？你爹那么爱我，怎么会跟人厮混？”哎呀，放心，老头子跟七皇子在一起呢。你确定？你知道的，我从来不骗人。好，得到叶若曦准确的答案，孙氏大步走在前面。我倒是要看看是哪一个不长眼的贱人，竟敢跑到我相公的书房厮混。管家，喊上所有的护卫，给我将书房里的人揪出来。
来，先打一顿。看到这么虎的孙氏，叶若曦嘴角抽了抽，这人怎么这么相信我？要是书房里面的真的是爹，那孙氏这么大的阵仗，不就自己打自己的脸了？孙氏很快带着人来到书房门口，其他人都还没反应过来，他就一脚将门踹开，然后直接让护卫进去，将人带被子扔出来，先打一顿再说。护卫听从命令，很快将一床被子抱了出来。给我打！孙氏一声吆喝，护卫便拿着棍子往被子里打去。哎，大嫂，你不看个脸再打，这万一是大哥呢？他这侄女儿要是被打伤了就不好了，所以他还要阻止一下。看什么看啊？这两个脏东西看了污了大家的眼睛怎么办？我哪里赔得起啊？给我打！孙氏一声令下，那群护卫拿着棍子就往那被子上砸去。啊！住手！住手啊！这不是夫君的声音？不可能，夫君怎么会跑来大哥的书房？一定是我听错了。哎，母亲，这声音听着怎么好像是二叔的声音啊？若曦啊，自信点儿，把好像去掉，这就是你那二叔，真是不知廉耻啊！自己没房子吗？啊，竟然跑到我们这里来厮混，给我狠狠的打！都说长嫂如母，婆母去得早，便有我这嫂子，好好教育他。孙氏这话一出，所有人惊掉了下巴，这真的是绝世好戏呀！孙氏听到这话，早就失去了理智，过去将护卫推开。不可能，怎么可能是我夫君？大嫂，我看你就是想帮着隐瞒身份。说着，苏氏一把将被子给拿开。夫君，灵儿，不可能，大嫂，是你算计我夫君，对不对？有好狠的心呐！你怎么能算计我夫君？苏氏此刻根本接受不了自己眼前看到的事实。二弟妹，你在说什么呢？你夫君现在跟你侄女搞在了一起，你难道不应该先去质问一下他们两个是怎么会搞在一起的？夫人，这跟我没有关系，是你这个侄女，我刚进去，她就直接将我扑到床上，根本没给我任何反应的机会。所以夫人，这件事你好好问问你侄女。苏氏这会儿气得颤抖着手指着侄女，灵儿，你怎么能这样做？这是你姑父，你这样做对得起我吗？我的灵儿啊，你怎么这么糊涂啊？你告诉娘，是不是有人陷害你？姑爷啊，我灵儿才16岁，你就这样毁了她，你让我家灵儿以后怎么活呀？我家灵儿一个弱女子，她还能强迫你吗？你这样睁眼说瞎话，还有良心吗？灵儿娘这么一闹腾，大伙儿顿时觉得她说的有道理。嫂子，你胡说八道什么？我家夫君最是安分守己，你别血口喷人。好了，二弟妹，事已至此，就让二弟纳了你这侄女吧。不可能，我的夫君不可能纳妾。二弟，你毁了人家小姑娘清白是事实啊，如果不纳了人家，你这就是想让人家去死啊。灵儿，既然你姑父想让你去死，那你就去他家死吧，可别在我家里出事儿啊！来人，将人送回二爷府上。天哪，这继母怎么这么会说？将话全都给堵死了，这人家怎么接呀？这叶府的护卫办事效率极高，很快将叶明一家全部送走了。让各位看笑话了，改日我再设宴请大家，还请诸位别将今晚之事传出去。大伙儿自然应了一声，然而走出相府就开始大肆宣扬。人都离开后，你爹呢？1万两，我告诉你，一天到晚就想着钱，你掉钱眼里了你。2万两。娘，我告诉你，你给我5000两就行。然而话落，直接被孙氏一只手抓着他的耳朵。你这个小兔崽子，马上带我去找你爹啊！疼！哎，娘，我到底是不是你亲生的？我只要5000两，你就打我了。姐要2万两，你都只是戳他一下，我抗议啊！哎呀，你是我生的，我打你还需要理由啊？你姐是你姐，你是你，能一样吗？还想问老娘要银子，找打！叶兰晨刚过来，便看到孙氏打叶飞的画面。七七啊，看来你继母对你还挺好的。他的嫁妆都在我手里，还敢对我不好？叶兰晨不解，想知道1万两？我告诉你。叶兰晨直接从怀里掏出1沓银票，这里是10万两，我要知道你的所有事儿。姐，来，你想知道什么？小女子一定事无巨细的告诉你。回到叶若曦的院子里，叶若曦便帮着叶兰晨捏肩，一副狗腿的模样，直接把叶兰晨给气笑了。
你就这么喜欢银子？据我所知，你现在都要富可敌国了。谁会嫌钱少啊？有了银子，我才可以想做什么便做什么。哎，你别看我好像很多银子啊，整个东来国我养了很多人的，看似富可敌国，但我每一笔银子都安排的满满的。那你跟我说说，你的银子都用在哪儿呢？一个问题1万，你这里是10万，就是10个问题。我现在呢，一点点的给你解答。第一个问题，至于孙氏的嫁妆嘛，自然是全都给我投资了呀。你知道的，我的生意做得这么大，一开始的启动资金呢，肯定不少，所以我只能向孙氏伸手啦。哦，他就这么轻易将嫁妆给你了？这是第2个问题，因为我聪明，我能说会道啊，所以呢，3两下就被我忽悠了他80%的嫁妆。不过呢，他也聪明，懂投资，一开始呢，那么点嫁妆交给我，现在都不知道翻了多少倍了。如此看来，你继母还是很有眼光的。那是。好了，第3个问题，我的银子用处可大了，我在每一个村子都开了学堂，这些学堂呢都是免费吃住的。学堂除了一些孩子，还有很多想念书的大人，不管是男女呢，都能去上学。然后呢，我还供了上万名贫苦的读书人吃住，就是为了让他们在学业上没有后顾之忧。上京赶考呢，还专门派了镖师送他们，这些都是很费钱的。接下来呢，我准备在各处的乡下开医馆，让贫穷的老百姓都能享受到平价医疗。西西啊，没想到你竟然做了这么多事，难怪近几年来东来国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好，你功不可没啊。我做的这些呀，都比不过战神你做的1/1000。我做的这些呢，只能说是改变了部分人的命运。如果想让所有的百姓都过上衣食无忧的生活，还需要很多很多的银子。接下来呢，得皇上下令开通海外航运，才能赚到更多的银子。而这几年，如果不是战神跟诸多战士舍命保护我国疆土，我们何来的安居乐业呀？有国才有家，东来国要被敌国侵略，我的母妃，我的所有亲人都会受到迫害，所以我必须倾尽全力守护我们的疆土。叶兰晨，你知道吗？其实你一直是我崇拜的对象。如果一开始我知道你便是几个孩子的父亲，我一定不会选择嫁给杨家嫡子的。这么有钱有颜还有权的男人，怕是整个东来国都找不到第2个了。那你为何这么冲动的选择嫁给你从来没见过的杨家嫡子呢？嫁给杨家嫡子是有几个原因的。第一呢，我不想让我老头子难做，在这样的朝代里，王命难违，抗旨可是要死的。我爹是家族最大的倚仗，如果我爹抗旨出事，那整个叶氏一族以后都会很艰难。那第2个原因是？第2个就是杨家有钱啊，那么多钱，但凡不是个傻的都会同意吧。我这一嫁进去就是当家主母，这多大的诱惑呀！哎，而且还有一件事，我偷偷的告诉你，你得答应我，不能告诉别人。叶兰晨看到他这反应，他也跟着变严肃起来。好，你说，我不会告诉别人的。你知道吗？这个杨家嫡子啊，是个不行的。我是谁啊？啊，我听到什么了？我不行？我怎么可能不行啊？哎，如果我不行，那这天底下还有男人行吗？叶兰晨深呼吸，让自己冷静下来。他的眼眸已经变了，声音也跟着变得带了一丝不满。为何你会这么觉得呢？但叶若曦根本没察觉到叶兰晨的变化。哎呀，我当然知道了。杨老夫人过来提亲的时候，我告诉过她我有孩子了，可她不仅没有不满，还更加的高兴。这表现显然是因为她那个嫡孙不行啊，这买1送1啊，更合她的心意。有没有可能是因为那本来就是他老人家的曾孙子，所以才合心意啊？而且你想想，有谁新婚夜就跑去军营的？你说说，要不是我那夫君不行，你觉得你新婚夜能跑到我房间里？都是这家伙让我竟然有了婚外情。叶兰晨此刻不知道该笑还是该哭，这真是一个美丽而让人无言以对的误会。西西啊，我觉得有一件事情很有必要告诉你。叶兰晨本想去边境之前将他是杨家嫡子的事情告诉他，可如今他不能等了。媳妇儿竟然一直认为自己不行，这可是关乎到他一个男人的尊严啊！什么？其实我就是姐，开门啊！这关键时刻他竟然敢打断我！哎，你鬼叫什么呀你？如果不是给我送银子的大事，你死定了！我告诉你。叶若曦走出去开门。姐，你是怎么知道二婶要算计爹的，而且还顺利将爹转移到了母亲的房里？我明明一直跟你在一起，我怎么不知道你都做了那么多事啊？想知道啊？给我1万两是吧？啊，给你。你凑过来，我告诉你。叶飞喜滋滋地凑过去，认真聆听着。因为你笨呐！说完，叶若曦立马后退2步。啊，叶若曦，你骗我，还我银票！到我手上的银子你还想拿回去？做梦吧你！姐，我就知道你不会骗我，还好我聪明，那银票是假的。
叶飞，你竟然敢耍我，你找死！躲在屋顶听墙角的两个小身影看来这件事还得继续瞒着了。然后飞身离开。等两人回到小麦兜的屋里，还以为能看到娘震惊的模样，可没想到关键时刻竟然被二舅打扰了，可惜呀。姐，依我看，短时间娘都不会知道爹就是杨家嫡子了。可是爹就要去边境了，再不跟娘坦白，到时候暴露了，娘一定很生气的。小樱桃如今也勉强接受了叶兰晨这个爹爹，既然他们已经成了婚了，那他自然不想爹爹惹娘生气。姐，你放心吧，以娘的性格，一旦知道，估计会跟爹去边境。什么？去边境？那怎么行？边境那么远，环境那么差，娘如何去得了？会不会去，后面便知。但爹既然要去边境，那我也得安排下去，沿路必须保证好爹的吃喝住行。二弟，你脑子到底是怎样长的？为何这么聪明，连这个都想到了？如果不是辈分不允许，都想喊小麦兜一声哥哥了。小麦兜不管何时都做得很好，很全面。我们想第一步的时候，小麦兜已经在想后面所走的所有步了。如果换作是我可能只会想到让爹拿多一点东西赶路，可从来没想到直接沿路提前安排好吃住。只要提前安排好，爹爹就不用带那么多东西，而且每到一处还能及时补给，这样在路上就不用消耗太多的精力了。小樱桃不知道的是，她之所以提前安排好，更大的原因是她觉得娘亲也会跟去，而且按照小桃桃那黏糊的劲儿，十有八九也会跟去。那小桃桃她都去了，他们俩姐弟自然也要追随啊。叶若曦根本不知道两个小家伙暗地里做了这么多事情，这会儿她已经抓住叶飞狠狠揍了一顿。第二天可把赵一鸣心疼坏了。姐，叶飞他做错什么了？你想揍就揍我好了，他这小身板哪里承受得住这些啊？叶若曦还没说话，赵一鸣，你胡说八道什么？你说谁小身板了？赵一鸣看了看叶飞那不算太精壮的身躯，叶飞见他如此打量自己，你看什么？信不信我让你试试，到底谁受不住？混账！你胡说八道什么呢？以后你要再让我听到你这个态度跟一鸣说话，看我不揍死你！娘，你护着姐就算了，我没有意见，可你怎么还护着赵一鸣？明明我才是你儿子，你难道不应该护着我？叶若曦担心又要鸡飞狗跳。母亲，七皇子还在呢，你要打叶飞，等大家离开了，关上门再打，毕竟这家丑不能外扬。孙氏看了一旁的叶兰晨一眼，最后还是将心中的怒火压了下去。一鸣啊，那混账啊，整天就知道胡说八道，你别介意哈，到时候啊，我一定会好好的给你教训他一顿。伯母，没事的，我不介意。叶飞，你可好好珍惜吧你。一鸣这么好的姑娘，如果你将她气跑了，那你这辈子就孤独终老吧你。如果真的气跑了就好了，那就再也不会承受母老虎的支配喽。当然，他脸上还是笑呵呵的说道：放心吧，我一定会好好对他的。叶若曦已经在叶府待了一日，这会儿也要回杨府了。然而马车差不多到杨府的时候，等会儿你往后门接，不能走前门。王爷，齐少夫人，今日就送你到这里了，在下先回了。说完，他直接跑没影了。门房一时间有些莫名其妙。夫人，这是什么情况啊？王爷怎么突然跑了呢？没什么，你好好看门吧。叶若曦没想太多，留下这话便大步走了进去。一个小身影飞跑了出来，小家伙被门槛拦住，一下子没反应过来，直接摔了下去。叶若曦见状，赶紧飞身过去，将小家伙给接住了。谢谢齐婶婶。小月月，你怎么跑这么快呀？我闻到了七叔的味道，七叔回来了。小月月，你七叔在军营，没有回来哦。没有吗？可是我真的闻到了七叔的味道。叶若曦从小麦兜查到的资料知道，小月月一次发烧以后，智商从5岁变成了2岁，所以这会儿听到他的话，便也没多在意。小月月，你老厉害了，你竟然那么远都能闻到你七叔的味道了。那小月月，
月能闻到七婶的味道吗？能的，七婶香香的茉莉花味，小月月在很远的地方都闻到了。叶若曦确实很喜欢茉莉花，这会儿听到小月月这样说，很快便想到小月月的嗅觉应该是强于普通人，这样有好也有不好，自然是臭味对这个小家伙不友好。小月月身边的丫鬟在这个时候追了过来。二小姐，你见过戚夫人，以后要看好小月月。是，奴婢知道了，以后一定会紧跟着二小姐的。二小姐刚刚在做什么？怎么身上这么脏啊？小月月在找爹爹。找爹爹？戚少夫人，二小姐最近不知道为何一直说要找爹爹，然后每日拿着小铲子在后花园里面挖，奴婢每次阻止，二小姐便哭得厉害，二少夫人便让奴婢顺着二小姐来。叶若曦想到什么，当即蹲下身来。小月月，你爹爹在哪儿啊？告诉七婶，七婶帮你一起找好不好？好呀，七婶婶和小月月一起找爹爹。叶如曦拉着小月月去到后花园，当看到大半个后花园都被挖了，她顿时惊得瞳孔放大。淘淘弟弟，七婶婶她也找爹爹，找爹爹，找爹爹，大家一起去找爹爹。娘，你也过来帮月姐姐找爹爹啊！你快过来看我织出来的这个铲子好不好？我都挖了一半的院子了，我相信很快就能将整个后花园挖完，然后就能找到月姐姐的爹爹了。七婶婶，快挖，我们找爹爹。造孽呀！疯了吧！这后院虽然不是主要的花园，但这后院也种了不少的花草树木。这两个小屁孩竟然将这些花花草草全都挖了！哎呀！小月月如今智力才3岁，这样的行为有情可原。可小淘淘她都5岁了，智商180的她，竟然也做出如此幼稚的行为。七少夫人、二夫人和老夫人都说让二小姐跟淘淘少爷挖，二夫人已经派人去买花苗了，等这里挖好，全部都要种上鲜花的。哎呀，好吧，不愧是杨府，这操作真的很霸总。娘，你过来呀！你挖那边，我和月姐姐挖这边，看谁最先挖好。这会儿他也不再想那么多了，拿着铲子就陪着两个小屁孩挖。然而他挖了差不多1炷香以后，小月月突然大喊：爹爹！淘淘弟弟是爹爹！小月月挖到爹爹啦！哇，月姐姐好棒啊，真的找到了爹爹！我给你将这石板砸开。叶若曦离两个小家伙并不远，听到这话赶紧起身走过去，一过去便看到两个小家伙脚下竟然是一块石板，意识到那是什么。哎呀，小淘淘住手！然而还是迟了，小淘淘直接一个锤头锤下，叶若曦感受到猛烈的摇晃，这一刻她快速的抱起孩子离开，可还是来不及了，剧烈的下坠感让她将两个孩子抱得更紧了。戚夫人，二小姐！下一瞬，耳边的声音消失，而她也掉落在地上，便是漆黑一片。小月月，小淘淘，你们没事吧？七婶婶，小月月怕。娘，我没事，月姐姐不怕。弟弟带了夜明珠。小淘淘就像变魔术一样，拿出一颗夜明珠，将周围都照亮。叶若曦赶紧查看小月月的情况，确定她只是轻轻擦伤，这才松了一口气。她才查看小淘淘：二宝贝啊，可有哪里疼吗？娘，我后面有点疼，但还好，我能忍住。闻言，叶若曦赶紧拉上她的衣衫，当看到小淘淘后背全是血，她顿时心疼不已。娘给你上药，有点疼，你忍忍啊。血，弟弟疼。月姐姐，你帮我呼呼好不好？呼呼小淘淘就不疼了。好，吹吹。不疼了，谢谢月姐姐。月姐姐你好棒。听到小淘淘说不疼，小月月小脸总算没有一开始的害怕了。二宝贝，你跟月姐姐好好坐在这里，娘找一找有没有出口。叶若曦站起身准备去找出口，而小月月拉了拉她的衣袖。小月月别怕，有七婶婶在，淘淘弟弟也在，我们都会保护你的。小月月没接话，而是站起来拉着叶若曦到不远处的墙面。爹爹，找爹爹。叶若曦闻言先是一愣，随
之后认真打量着墙面。很快他看到墙面处有一块地方不一样，在角落的地方按了按，轰的一声响，墙面缓缓升起。叶若曦警惕地观察着里面的情况，里面竟然有光，小心翼翼抬着脚要往前走，然而还没踏进去，一支箭射了过来。叶若曦顿时一惊，敏捷的一闪躲过了这一箭。然而在他刚准备让两个孩子在角落蹲好，小月月突然从他身后冲出来，往里面跑去。小月月不要，爹爹！小月月边喊边跑，而一支箭眼看就要往小月月身上射去。叶若曦也顾不得那么多，拼尽所有力气冲过去救人。在他刚要碰到小月月时，一个身影比他更快，一把将小月月拎了起来，而箭直愣愣地射到了墙上。叶若曦透过微暗的光，看到救下小月月的竟是一个穿着黑袍的人，而对方身上散发着一股一言难尽的味道，就像死尸的味道。爹爹，小月月找到爹爹了！对方扔下小月月便要跑，杨二哥！然而这话让对方离开的脚步猛地一顿，但很快他反应过来，比一开始走得更快了。小月月见对方离开，爹爹，爹爹！对方并没有停下来，在他就要消失在几人面前时，小桃桃灵机一动，一个珠子打过去，对方没站稳，直接半跪在地上。可对方反应实在太快了，很快站起来，再次飞身离开。小月月那小短腿儿哪里追得上？小桃桃灵机一动，只能用同样的珠子将小月月绊倒。小月月，你没事吧？你别下气深深。小月月的惨叫声以及叶若曦的惊呼声让对方猛地回过头来。这时小桃桃已经跑到黑袍男子的身边。二伯伯，你就是月姐姐的爹爹，二伯伯对不对？我是你七弟弟的儿子小桃桃。月姐姐为了找你，已经在后院挖了好多天了，她的手都挖起泡了。二伯伯，你别走好不好？月姐姐很可怜的，隔壁家的小孩子都欺负月姐姐，说月姐姐是个没爹的野孩子，说月姐姐是个傻子。那些大人还骂二婶婶是寡妇，还有一些地痞流氓说要找时间将二婶婶抓起来欺负她。二伯伯，你别走好不好？月姐姐需要你，二婶婶也需要你。爹爹，抱！没想到这些人竟然敢这样欺负小月月，还想在背后算计二嫂。黑袍男子听到小桃桃的话，双手拧紧，身上散发着让人不寒而栗的寒意。二哥，我是你七弟的媳妇叶若曦，家里人都很想你，不管发生了什么事儿，大家一起面对好不好？杨二郎过了好一会儿，总算开口了，而声音就像迟暮老人一般沧桑。你带孩子回去吧，就当没看到过我。二伯伯，你是不是受伤了？你别怕，我娘的医术很好的，她可以帮你治的。小桃桃伸手去拉杨二郎，但杨二郎下意识后退一步。别碰我，你会死的。二哥，你是中了尸毒是吗？你认识？二哥，我是天下第一神医鬼手，你的毒我能解。此话当真？杨二郎此刻沧桑的语气中带着一些雀跃。这些年他一直在想方设法找神医鬼手，得知神医鬼手在东来国，他便回来了。可他不敢回家，他这副鬼样子回去只会让娘子跟祖母更难受，而且他知道自己时日不多了，所以并不打算露脸。可他万万没想到小月月竟然会找来。那这可是解毒丹，虽然不能将你的毒给解了，但是吃了之后能护住你的心脉。杨二郎接过来并没有多想，直接吃了。吃完他只觉得自己揪痛的心竟马上缓解了不少。你当真能治好我？二伯伯，你一定要相信我娘亲，我娘亲的医术是全天下最厉害的。爹爹多年的头疾都是被娘亲治好的，还有太妃祖母中的毒也被娘亲治好了，所以你的毒娘亲肯定是能解的。爹爹，七婶婶厉害，就爹爹。七弟妹，你能否帮我医治？只要能治好，哪怕是多活1年，让我好好看看小月月跟娘子，我都死而无憾。二哥，快请起，你放心，我一定会尽全力跟你医治的。那我们先上去可好？毕竟这里不方便看你的病情。还有，七弟妹，可否先帮我隐瞒我回来的事情？我不想让娘子跟祖母
看到我这副鬼样子。二哥，二嫂和祖母当年得知你的死讯，痛心的几乎要窒息了。如今你活着回来了，你让我如何忍心去隐瞒着他们呢？你再看看小月月，你离开的时候她还那么小，可她都能从你的味道里得知你就在这里。如果不是小月月一直念叨着找爹爹，我们根本不可能找到这里的。他们都是最爱你的，你怎么狠心继续隐瞒他们呢？二哥，跟我们回去吧，你难道不想看看二嫂吗？爹爹，娘不哭，我想爹爹哭。看着女儿那眼里还蹙着泪，想到小桃桃刚才说那地痞流氓竟然敢打他娘子的主意，他这会儿恨不得马上回去将那些流氓直接砍了。好，我跟你们回去见娘子。闻言，小月月顿时高兴地跳起来，想着冲过去杨二郎的怀里。小月月，你爹爹生病了，现在还不能抱你，请婶婶抱你好不好？小月月很懂事儿，她虽然很想爹爹抱，但是她也知道爹爹生病了，便也听话的让叶若曦抱。二伯伯，我听爹爹说你的剑术是最厉害的，你以后能不能教我剑术啊？小桃桃，你爹爹的剑术可比二伯伯的更厉害。是吗？可是爹爹说他的剑术就是你教他的，你算是他的师傅，怎么爹爹的会比你的厉害？因为七弟从小就聪明，是众皇子中天赋最高的，不管学什么都很快，几乎每一位教过他的师傅最后都会被他超越。而叶若曦听到这话，捕捉到重点，猛地停下来。二哥，什么皇子？你七弟是皇子？哪个皇子啊？叶兰辰吗？杨二郎还没来得及说话，七叔是七皇子，小月月喜欢七叔。小桃桃这才反应过来，娘亲还不知道爹爹的真实身份，可是如今好像已经无法隐瞒了。娘亲，我们还是先离开这里吧，再不回去二婶他们要担心了。小桃桃直接扑到叶若曦身上，试图将这件事暂时缓过去。叶若曦没有理他。叶兰辰便是过继到你们杨府的嫡孙？杨二郎哪里知道这其中的事情，这会儿听到这话，下意识点头，得到准确的答案。叶若曦气得眼珠子都瞪圆了。叶小桃，这件事你是否应该给我一个解释？娘亲，不关我的事，我也是被迫隐瞒的，因为爹爹说他要给你一个惊喜，所以让我们大家暂时不要告诉你。可我哪里知道爹爹都跟你成婚了，还没告诉你这件事呢，都怪爹爹。娘亲，等回去我一定会帮你好好教训爹爹，真的太不像话了，怎么能这样忽悠我最爱的娘亲呢？哼，以后他都不是我最爱的爹爹了。爹爹，虽然你是我最爱的爹爹，但娘亲生气可是很严重的，所以我只能勉为其难的暂时不爱你了。而叶若曦最看不得小家伙哭了，这会儿看到他红了眼眶，还说得如此气愤。哎呀，好了，我们不理你爹爹了，太过分了，居然骗我，看我回去怎么收拾他。二哥，我们要从哪里出去啊？杨二郎听到两人的对话，这才察觉自己好像闯祸了，可他哪里知道七弟居然会隐瞒弟妹真实的身份呢？你们随我来。杨二郎带着他们很快走出了地宫，然而走出来后，杨二郎突然停了下来。二哥怎么了？杨二郎欲言又止。二哥，有什么你就说出来，只要我能做到，一定会竭尽全力帮你的。七弟妹可有药，但暂时抑制我身上的味道。有，你稍等一下。叶若曦很快从荷包里拿出一瓶药递给他，不过这个只能维持1炷香的时间，可是你如果跟二嫂他们见面的话，1炷香的时间会不会太少了点儿？叶若曦明白二哥的顾虑，毕竟自己现在的情况，换做任何人都不想让妻子看到这样的自己。 1炷香够了。杨二郎只要看一眼妻子就已经很满足了。行，那等会儿我先将你安排到我的院子里面，然后再去通知二嫂他们。从后山这里去叶若曦的院子是最近的，所以几人进去的时候并没有任何人看到。安置好杨二阁，叶若曦这才带着小桃桃去找二嫂。叶若曦带着小桃桃去到刚才他们掉落的后院，看到很多人围在那里。你们放开我，让我下去！七弟，你不能下去，那里都已经倒塌了，你一旦下去就会被这些土给
淹没的。大嫂，西西跟小桃桃还有小月月他们都掉下去了，你怎么让我眼睁睁站在这里不去救他们呢？大嫂，你放手，放给我！叶兰晨说完就彻底失控了，他直接一甩，几位嫂子全部都跌落在地上，眼看叶兰晨就要跳下那个大坑，小桃桃赶紧飞身过去。爹爹，我们在这里。听到熟悉的声音，叶兰晨猛地转过身，当看到叶若曦跟小桃桃完好无损地站在那里，他一个飞跃，直接冲到了叶若曦身边，一把就将她给紧紧抱住。西西没事就好，没事就好。说这话的时候，叶若曦明显感受到叶兰晨的身体是颤抖着的。叶若曦有些意外，然后打趣道：叶兰晨，你就这么爱我吗？连命都不要了？叶兰晨听到这话，松开手，声音从未有过的坚定：为了你，我这条命不要又有何妨？在刚才得知叶若曦跟小桃桃掉下去不见踪影的时候，叶兰晨才发现他的心已经被叶若曦全部占据了。想到两人很有可能会遇到生命危险，他的心就犹如刀割一样难受。这一刻他才明白自己真的是爱惨了叶若曦这个女人。是吗？那迟点我得跟你好好算一算账。叶兰晨听到这话微愣，不太明白这话的含义。七弟妹，小月月呢？小月月她在哪儿？二嫂，你别担心，小月月没事儿。各位嫂子，抱歉啊，让你们担心了。那小月月她在哪儿？月月在我的院子里。二嫂，你跟我过去吧。几位嫂子，你们先回去，明天我再给你们细说今天的情况。几位嫂子见他们安全回来了，每个人的心都放了下来。叶兰晨还有很多话想要对叶若曦说，但是这会儿看到二嫂也在，只能将这些话全部咽了下去。叶若曦想了想，还是先让二嫂知道二哥回来了，老夫人那边迟点再说吧，毕竟二哥的药效只能维持一炷香。二嫂到院子的时候，便看到小月月朝她飞奔过来。小月月，小月月，你以后不要再吓娘了，娘真的经不住被你这样吓啊！娘，不哭，爹爹回来了。听到小月月这话，二嫂眼眶里的泪水直接掉了下来，刚才紧绷的神经在这一瞬间彻底崩溃。二嫂，你别哭啊，你要不要进去看一看谁回来了？西西，你这话什么意思？二嫂这会儿也擦了擦眼泪，看向他。这时小月月拉着他往里面走。娘，进去看爹爹。二伯娘，你快点进去看看二伯伯吧。二嫂听到这话就觉得脑子嗡的一声响，完全失去了该有的反应。而叶兰晨瞳孔放大，腿比脑子反应还要快，直接飞奔进去了。刚才叶若曦便悄悄让小桃桃先回去，告诉二哥将药给吃了。这会儿杨二郎身上的味道已经暂时遮掩住了。叶兰晨进去看到一个身穿黑袍戴着面罩的男子。二哥，真的是你吗？七弟，二哥，你的声音怎么回事啊？这时二嫂也冲了进来，与那双深邃的眼眸对上，她一眼便认出来，此刻穿着黑袍的男人便是她的夫君杨二郎。杨二嫂整个人激动不已，直接冲过去，一把将人给抱住。夫君，太好了，你真的回来了，就知道你不会丢下我和月月，你怎么这么久才回来？你知不知道这几年我过得有多苦啊？杨二郎在妻子扑来的时候下意识的想躲开，可是多年的思念让他根本无法迈出步伐。想到现在他穿的衣服是七弟妹给他的，七弟妹说这件衣服可以隔绝他身上的毒，最终他还是没舍得躲开。杨二郎这会儿很想抱抱娘子，可是他不敢，很快他便将二嫂推开。夫君，你怎么把我给推开？你这是何意啊？二嫂，二哥他中毒了，他的毒已经蔓延到了全身，他不能接触你太久，他担心会把毒传给你。中毒了还蔓延全身，怎么会这样？七弟妹，那你能不能帮夫君解毒？二嫂求求你了，求求你帮帮夫君好不好？哎，二嫂你放心，二哥的毒我能解，但解毒治疗期间不允许其他人靠近，所以接下来的这几天可能二嫂都不能过来看二哥。为何不能靠近？让我陪着夫君好不好？我就在一旁远远的看着，可以吗？叶若曦有些为难，一时间不知道该如何劝说。娘子，你听话，我身上的毒太霸道了，我不想你受到伤害。七弟妹说，只要治疗3日，你便能再见我。夫君，你的声音怎么会变成这样？这到底是谁伤的你？你告诉我，我一定
定要为你报仇，我要将他挫骨扬灰。杨二郎这会儿真的想走过去抱住他，可最终还是不敢。二嫂，二哥的情况比较严重，你先回去好不好？我现在要开始给二哥治疗了，我早一点给二哥治疗，你就可以早一点看到二哥。还有，二哥他现在需要吃点清淡的粥，要不这几天的粥都让你来煮好不好？我相信二哥一定很想吃你亲手煮的粥。好，七弟妹，你快点帮夫君治疗，我现在马上就去熬粥。等二嫂飞奔出去煮粥，西西，我留下来帮忙。好，七弟不可。二哥，你的毒要沐浴的，你家七弟留下来帮忙是最合适的。七弟妹可是女子，我身上的情况如此不堪，怎能被七弟妹给看到呢？二哥，你不要有心理负担，我是你弟弟，为你做任何事情都是应该的。或者你换一个思路想，如果变成这样的是我，你会厌恶我吗？自然不会，七弟，不管你变成什么样，你永远都是我的七弟。二哥只要有能力，便会一直护着你。所以二哥，我也跟你一样，不管你变成什么样，都永远是我的好二哥。听到这话，杨二郎内心很是感动。好了，二哥，你如果想要尽快的解毒，那你一定要好好的配合治疗，而且解毒期间呢，你身边必须要有一个武功高强的人在，所以你家七弟是最好的人选。叶若曦说七弟两个字的时候，刻意提高了分贝。西西，你听我。叶兰晨下意识想解释，七皇子，如果你想让我听你解释，那大可不必，我可没这么大的能耐让七皇子给我解释什么。接下来的这3日，你好好的听我吩咐便可。我现在是一个字儿都不想听你多说，再多说一句，那你就自己找人帮你二哥解毒吧。听到这话，叶兰晨只觉得心里没底，但想到现在救二哥要紧，还是不要开口好了。等后面他允许自己开口了，那他再哄他。二哥，让我看看你身上的毒好吗？杨二郎有些忐忑，依然放不开，让叶兰晨看到自己这副样子。二哥啊，那你不给看，我也没办法帮你治疗啊，衣衫脱了吧。西西，你看二哥不合适，你闭嘴！最后一次，再跟我说话，我马上走。七弟妹，这样不好。七皇子，将你二哥的衣衫脱了。叶兰晨虽然不想让叶若曦看二哥的身体，但也知道这不是讲礼节的时候，二哥的命才是最重要的。杨二郎下意识想后退，但叶兰晨快速点了他的穴，伸手2、3下将杨二郎的衣裳给脱了。当望见那张毫无完好之处的面容和身躯，叶兰晨的心如遭重击般猛地一颤，须臾之间，眼底的怒焰几欲将人焚烧殆尽。二哥，究竟是何人对你下如此毒手？是漠北。当年漠北公主把我给抓了，非要我当她的驸马，我不干，她居然直接给我下毒。漠北，此等血海深仇，我叶兰晨定然不会善罢甘休，我定要替二哥一雪前耻。几人嗖的一下看向门外，二嫂跌跌撞撞地冲了进来，看到杨二郎的惨状，她的心仿佛被1000把刀子同时割碎，痛得无法呼吸。漠北公主，她这是在挖我的心啊，她怎能如此狠毒？二嫂想冲过去抱住杨二郎，被叶若曦一把拉住。二嫂，不可，二哥身上的毒很霸道。娘子，你快出去！杨二郎本不想让妻子看到自己这副鬼样子，可没想到还是让他看到了。夫君，我不出去，以后我就陪着你一起治疗。既然七弟可以，那我一样也可以。如果你不同意，那我一定想方设法跟你中一样的毒。最后杨二郎无奈，只能同意了。他也想通了，如果娘子因此厌恶自己，也不是坏事。那样他直接给娘子一封和离书，让她去找属于她的幸福。毕竟自己这副鬼样子，怕是很难再给娘子想要的幸福了。安抚好二嫂，叶若曦拿了一套特制的防护服给二嫂，吩咐她接下来3日里进来屋子里都要穿着防护服。当然治疗要去山庄那边，因为二哥的情况要结合温泉来进行。安排好一切，叶若曦先给了叶兰晨药粉，让他倒进温泉池里，让二哥去泡。泡澡的过程很痛苦，普通人很难熬得住。好在杨二郎有功夫，体魄比普通人的好，所以他是没问题的。这温泉要泡整整10个时辰，所以吩咐好叶兰晨和二嫂，叶若曦便跟着小樱桃一起去了山庄的炼药房里。有小樱桃的协助，在实验了无数次后，解药终于制作完成。娘，太
好啦，我们成功啦！大宝贝，经过这一次挑战之后啊，你的制毒能力可是突飞猛进呢，真不愧是我最骄傲的宝贝啊！娘，我觉得这还远远不够呢，我必须马不停蹄地制作更多的毒药。我的终极目标是一把药粉，犹如一把利剑，能毒死敌军千万的人。如此一来，爹爹就能如愿以偿地实现娘亲统一东来的宏伟梦想啦！听到这话，叶若曦先是惊讶不已，随后心中涌起一股满满的感动。统一东来确实是我最大的梦想，如今古代依然还是四分五裂的状态。虽然说如今的东来成为最强国，其他国家都不敢来惹东来国，但是他们也就单纯的不敢惹而已。如果有机会的话，他们还是会发起战争的。所以最好的办法就是一统天下。虽然知道这样很难，但是凭我仰仗华夏5000年的知识，尽最大的能力赚很多的银子，然后在东来国有需要的时候献出自己的一份力。没想到自己当初的一句话，女儿记住了，而且还想用自己的方式帮她实现这个梦想。好，娘等你制出最厉害的毒药。门外刚准备敲门的人听到两人的对话，手猛地顿住，一瞬间，叶若曦敏锐地察觉到了来自门外的轻微声响。谁？紧接着，她毫不犹豫地迈开大步，迅速朝着门口走去。随着她逐渐靠近门口，那股紧张的气息也越发浓烈起来。这该不会是叶兰晨吧？这家伙一直对自身的真实身份加以隐瞒的这个事儿，我可还没和他好好清算一番呢。倘若此刻就让他知道了小樱桃也是他的骨肉，岂不就是便宜他了吗？绝对不行！无论如何都绝不能让他如此快的知晓这件事儿。我才不愿意让这家伙这般轻而易举的就当上3个孩子的父亲呢！真是的，谁叫他欺骗了我这么长的时间啊！七弟妹，是我二嫂。叶若曦打开门，七弟妹，里面的是里面的小樱桃也是我和叶兰晨的女儿。你竟然一胎生了3个！七弟妹，二嫂可以进去看看小樱桃吗？叶若曦让出位置让她走进去，二嫂像一阵风似的走了进去，看到那粉妆玉琢的小樱桃太像了，简直和七弟是一个模子里刻出来的。七弟妹，为何当时成婚的时候没有将这小樱桃一起带回来？二嫂，这叶兰晨骗得我好苦啊！我还是昨天才知道他既是七皇子，又是杨家的七少爷，所以我现在不告诉他我们还有一个女儿的事情，应该不过分吧？你说什么？你昨日才知道七弟有2个身份？那洞房那日也没错，洞房那日他也没有告诉我，还跑去我婚房，害我内心每时每刻都在害怕，担心自己如此的水性杨花会被进猪笼。二嫂，我被叶兰晨骗得好苦啊！自从我嫁入杨家，我每日每夜都不敢睡，生怕自己一睁开眼就撞进了猪笼里。二嫂，我到现在都还觉得害怕呢。小樱桃看着干嚎的娘亲，嘴角抽了抽。娘亲还是一如既往的会演戏呢。这七弟也太过分了，他怎么能骗你这么久？你放心，二嫂帮你教训他。还有，咱就不告诉他小樱桃的身份，让他以后也感受一下被欺骗的滋味。好，还是二嫂你对我最好了，谢谢二嫂。傻丫头，跟二嫂无需这么见外，而且你帮夫君解毒，这恩情二嫂这辈子都无法回报。二嫂只是隐瞒一下这件事，无需跟我道谢的。二嫂是真的很感激叶若曦，如果不是叶若曦跟着小月月一起挖后院，就不会挖穿地宫，更加不会找到他的夫君。二伯娘，二伯的解毒丹治好了，您快点拿给二伯吃吧。好，谢谢小樱桃。二伯娘先拿药给你二伯吃点，我准备好见面礼再过来找你好不好呀？好啊，二伯娘，你快去吧，我在这等你。但是你记得暂时不要告诉任何人我是爹爹的女儿哦。好，你放心，二伯娘一定不会让他知道的，你放心啊。好嘞，那二伯娘您就快些去吧。大宝贝，你也快去歇息吧，娘要和二伯娘一同前去瞧瞧你二伯的情况。哎呀，七弟妹还有小樱桃，你们俩这是咋回事啊？难不成从昨天晚上开始就一直没合过眼吗？二嫂，我没事儿，二哥的解药最重要，我们过去吧。叶若曦没给二嫂多说的机会，拉着她去找二哥。一路上，二嫂一直都愧疚不已。七弟妹，你怎能带着小樱桃一夜没睡呢？这小樱桃还是个孩子呢，熬夜怎么能行？
这都怪我没去看看你们。哎呦，二嫂，你说啥呢？现在是关键时刻，这解药肯定要尽快制作出来的，就算是我们想睡也睡不着啊。哎，你就放心吧，也就熬一夜，今日好好休息回来便可以了。两人差不多到温泉池的时候，便听到二哥的吼叫声：“放开我！请你放开我！我受不了了，让我死吧！”听到这话，二嫂脸色顿时煞白，赶紧冲了进去。叶兰晨，你马上上来！然而叶兰晨根本不管叶若曦，他只知道叶若曦吩咐的时间还没到，所以不能让二哥起来。二嫂看到杨二郎此刻很是难受，而叶兰晨因为被那池水腐蚀着，疼痛让他额角的冷汗都出来了。这一刻，他毫不犹豫，直接飞身下水，然后一掌将叶兰晨拍上去，而他则紧紧将杨二郎抱住。看到二嫂竟然也跳了下去，我真服了我！这一下子是看我太闲能给我找事儿吗？叶若曦也不敢耽搁，一脚将叶兰晨踹进隔壁干净的温泉池，然后一条绳子甩出去，将二嫂拉上来后，直接点了二哥的穴，人瞬间老实了。叶若曦将二嫂扔进了另外一个。哎呀，我说你们这是疯了吗？你们一个个往水里跳什么呀？你们是不懂点穴，还是不会用绳子？还是你们觉得自己的力气大？怎么会有这么蠢的人？哎呀，还好跟过来了，不然这两人还要不要命了？七弟妹，抱歉啊，我一时间没想起来。还好你们有泡多久？那吃了这个解毒丹就没事了。二嫂赶紧吃了下去。叶兰晨眼巴巴地看着叶若曦，不敢吱声。叶若曦也给了他一颗解毒丹。你刚才泡太久了，在这里泡3个时辰吧。留下这话，叶若曦便过去看杨二郎的情况。他的身体依然看起来很是恐怖，但是原本发黑的皮肤已经淡了不少。叶若曦知道差不多了，便将刚才制出来的药丸塞进二哥的嘴里。药吃下没多久，二哥直接吐了。二嫂看到那血，竟然有很多条虫子在蠕动。七弟妹，这……二嫂放心，这是体内的毒虫吐出来了，后面二哥便会逐渐的恢复的。那太好了，那夫君是不是就不会死了？那是必然的，我出马，阎罗王可不敢收二哥。接下来呢，好好按照我的要求进行治疗，1个月体内的毒便会全部清除。说完，他凑近二嫂，悄悄说道：“哎，二嫂，你放心，因为及时的治疗，二哥并没有伤及根本。1个月之后，你就可以跟二哥生猴子啦。”七弟妹，你胡说什么呢？哎呀，二嫂不用害羞，大家都是成年人，正常的。不过嘛，二哥的脸可能就没有那么容易恢复了。七弟妹，夫君能回来，对我来说就已经很满足了。不管他变成什么样，我都不会在意。二嫂放心吧，到时候呢，我有办法帮二哥恢复容貌，但是时间会比较长。这期间呢，可能需要你细心的照顾。真的吗？夫君的容貌还能恢复？能恢复80%。那真的是太好了。夫君知道后啊，一定很高兴。等夫君醒来后，我一定告诉他这个好消息。叶兰晨并没有听到两人的对话，只是看到二嫂很是开心。二嫂可以将二哥送回屋里了。叶若曦想到二嫂一个弱女子，估计抱不了二哥。叶兰晨，你还不快点帮忙把你二哥送回去？谢谢，我可以从水里出来了吗？忘了。哎呀，刚才忽悠叶兰晨要泡几个时辰呢？起来将二哥送回去，你继续回来泡。说完这话，叶若曦便心虚的逃了。她怕自己看到叶兰晨安静的泡在那里，会忍不住笑出声来。二哥的事儿解决了，叶若曦回去换洗出来，躺在床上直接秒睡。然而睡了不到3个时辰，二嫂跑过来敲门：“七弟妹，你醒醒，快点去看看七弟吧，他在温泉池里晕倒了。”叶兰晨在那里泡了多久啊？3个时辰左右。很快，叶若曦来到温泉池，看到暗一这会儿在温泉池里扶着昏迷的叶兰晨，这才察觉到自己玩大了。阿姨，将你家七爷拎上来。闻言，暗一赶紧将人给拎上来，把人送回屋里。暗一赶紧将叶兰晨送回了屋子里。二嫂、阿姨，你们都出去吧，这里交给我。叶若曦将人都支出去，这才脱下叶兰晨的湿衣裳。当看到叶兰晨身上的皮肤一块块发红，叶若曦的心顿时愧疚不已。看来这次自己真的是玩大了呀。叶若曦一边给他施针，叶兰晨，你怎么这么笨呢你？我说什么你就信什么呀？你难道不知道我这是在忽悠你吗？竟然还真的傻傻的在那里泡了几个时辰。哎呀，
这七爷为了使这苦肉计，可真是豁出去了。叶若曦施完针，叶兰晨都还没有醒过来，这让叶若曦很是奇怪。但很快她发现叶兰晨呼吸均匀，哪里还有刚才虚脱的脉象啊！气得叶若曦一把掐住他的命脉。哼，叶兰晨能耐了哈，骗我一次又一次，你是不是觉得特别自豪啊？叶兰晨没想到自己的苦肉计这么快就被拆穿了。我真的只是想在新婚夜给你个惊喜，可那时候我来不及跟你解释啊。但我有跟你说，让你看看婚书呢，婚书上就写着我的名字，你一看就会知道。可我没想到你一直不曾看过婚书，还有刚才我是真的晕过去了，在你给我换衣裳的时候我才醒过来，我担心你看到我醒过来就不理我了，我便假装还没有醒。说完了。说完了。听到这话，叶若曦直接起身离开。叶兰晨哪里肯让她就这样离开，赶紧将人压在身下。西西，我错了，你要打要罚我都可以，但是你不要不理我嘛。叶若曦咬牙将他给推开，可叶兰晨力气太大，他推不动。最后他放弃挣扎，闭上眼睛。有什么话等我睡醒再说吧。他是真的累了，也不想管叶兰晨了。闭上眼睛没多久便进入了梦乡。叶兰晨看到叶若曦眼底的乌青，心疼不已，赶紧给她盖好被子，然后揽着她一起睡了。等叶兰晨醒来的时候，叶若曦已经离开了。她离开之前找到二哥二嫂，给了一份接下来的治疗方案，并且让小樱桃留下来全权负责二哥的病。小樱桃从杨二郎屋里出来，便碰到叶兰晨。小樱桃，你干娘呢？干娘回京城了。有什么事情你吩咐安一叔叔去做，干爹回趟京城。叶兰晨说完便骑着马离开了。大人的世界真的搞不懂，怎么都是你追我逃的戏码呢？京城，叶若曦这么着急回京城，除了不想看到叶兰晨之外，还有很多事要忙，所以她不能在山庄待太久。而她刚回到城门口，便跟骑马迎面而来的陆逸轩碰到。轩轩，你这是要找我吗？若曦，快点去画舫看看，出事了！当即骑着马跟着去画舫。当去到画舫的湖畔，看到那里变成一片废墟，这是怎么回事？画舫昨夜有人纵火，一半的船都被烧了，可有人伤亡。你放心，你之前准备的灭火具足够，还经常进行消防演习。昨晚着火的时候，大家都很快疏散了人群，所以并没有造成人员伤亡。只要人没事，其他的都不重要。纵火的人找到了吗？找到了，是漠北人。好大的胆子，这漠北人竟敢跑到京城闹事，还闹到我的头上，真的是不知死活。陆逸轩知道漠北现在一半的经济都在叶若曦手里，如果他出手对付漠北，那漠北的国库必定损失惨重。我已经将这件事上报朝廷了，皇上也派人开始着手调查这件事，皇上说会给你一个满意的答复。查到后先将人抓到我这儿。叶若曦从来都是人不犯我，我不犯人，如果漠北的人不知道天高地厚，那他也无需给面子。还有，这漠北人怎么突然跑来我们这儿了？闻言，陆逸轩看着叶若曦，欲言又止。我说轩轩，在我面前还有什么不敢说的？来的是漠北长公主，这人是自己送上门来给二嫂报仇，想过来找驸马，他看上了叶兰晨。你说什么？这漠北公主想叶兰晨做她的驸马？她脑子进水了吗？她可比叶兰晨大10几岁呢，做叶兰晨的娘都嫌她老。她到底哪儿来的脸想让叶兰晨做她的驸马呀？这事皇上自然不会同意，只是这漠北公主还没有正式跟皇上说，可在京城她的意愿却传遍了大街小巷，连3岁孩子都知道她肖想叶兰晨。所以画舫被烧，对方知道那是我名下的？很有可能是，但一切都没有证据证明。行，我明白了，那就等对方找上门吧。既然对方做了这么多言论，无非就是为了让他妥协，那他静观其变好了。小桃桃得知娘亲最喜欢的画舫被人给烧毁了，顿时气愤不已，跟小麦兜暗地里调查，很快便查到这件事儿竟然就是那漠北公主那个老女人做的。晚上，她穿着黑衣，跟小麦兜一起悄悄来到驿站。然而他们刚到屋顶站好，后面传来一个熟悉的声音：“你们2个小屁孩在做什么呢？”我们没干什么，我们就是在家里闲着无事，跑来晒一下月光。干爹。哼，小桃桃跑到10几里远的地方晒月光，你逗干爹呢？干爹，你怎么来这里啊？小桃桃决定直接忽略干爹这个问题。我自然是跟着你们过来的。陆逸轩猜到这2个小家伙肯定会过来为叶若曦讨回公道，听到这话的小桃桃眼眸一亮，将一个瓶子拿出来。干爹，那咱们分工合作，我们将漠北公主身边的人全部弄晕，然后将他们的金银首饰全部拿走。小桃桃，这样你们的皇帝叔叔会很为难的，毕竟这漠北公主可是漠北的长公主，发生被劫的事，那这仗
肯定要算到东来的头上。小桃桃蹙眉，她没想过这个问题，她只想让漠北公主付出代价。竟然敢肖想爹爹，还烧了娘亲的画坊，哼！大哥，用这个药足以让漠北公主不敢出门了。这是何药啊？雾敏药。对哦，这个好。听说漠北公主是漠北第一大美人，如果满脸疹子，那她不得哭死啊！哈哈，三弟，还是你聪明。说着，小桃桃便将药放在她特制的武器里，拿开瓦片，刚准备低头看去，等会儿拦住小桃桃。陆逸轩低头一看，果然屋里2道白花花的身子，还好他刚才及时拦住了2个小家伙啊！干爹，怎么了？让我来吧。好，能有人帮忙，小桃桃自然很乐意，毕竟他本来就不是什么勤快的人。陆逸轩精准地将药投射下去，投射完，小桃桃还不想走，想亲眼看见漠北公主毒发。可陆逸轩一想到那辣眼睛的画面，漠北的能人很多，我们一直待在这里容易被发现的。你放心，这漠北公主一出事，干爹肯定会知道，到时候我第一时间告诉你们情况。听到这话，小桃桃才依依不舍地跟着回去了。哎呦，爷爷，您总算过来了，我正急着找你呢。怎么了？徐管事没有马上说，而是带着叶若曦去了账房，然后将一本账本递给他。嘿嘿，爷爷，我们的漫画再次卖爆了，如今急需更多的员工过来印刷，真的供不应求啊，接单都接不赢。好啊，明日我会安排人过来，今天晚上所有人通宵把这2本漫画全部印刷出来，明日一早我要让整个京城的人看到这2本漫画，所有人3倍工钱。徐管事拿过漫画翻了2页后，这漫画就是妥妥的钱袋子啊！爷爷放心，明日一早这本漫画便会火爆全京城。对了，徐掌柜，接下来呢，你得着手准备开第2间印刷坊，1间专门印刷动作类型的漫画，1间专门印刷其他传统类型的。嘿嘿，好，明日我便开始准备。从印刷坊出来，叶若曦回到杨府，还没踏上门槛，一个身影便冲了出来。西西，你总算回来了。看到叶兰晨，叶若曦抿了抿嘴，没有说话。西西，你饿不饿？我给你准备了吃的，你要不要吃的？听到这话，叶若曦也觉得自己有点饿了，也没矫情，点了点头。叶兰晨很快让小绿将食物拿到叶若曦的屋子里。叶若曦吃的时候，叶兰晨就安静地看着他吃，叶若曦也没理他，让他看，反正看一看又不会吃亏。在他差不多吃完，叶兰晨才开口说道：西西啊，明日我要去皇宫参加宴会，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去？什么宴会？漠北公主的接风宴。好啊，我去。他倒要看看这漠北公主明日有没有脸出现。然而漠北公主的脸皮比叶若曦想的还要厚，接风宴她不仅去了，还盛装出席，只不过她脸戴着面纱。今日一早，漠北公主的漫画已经在各大府上传遍了，如今参加宴会的各大官员看到漠北公主的眼神儿都带着一丝异光，而漠北公主并不知道自己已经火遍整个京城了。她还以为那些男子是被她的美貌给折服的。这会儿她一坐下，便看着皇上道：北冥帝，此次父皇派我过来是想让我与贵国结亲的，所以我想举办一个比武招亲，你看此法可行？能与漠北结亲是我东来的福气，比武招亲自然可以，只是这参加的人可有何要求？比武招亲总比要求皇兄做他的驸马好。只要参加者打赢我身边的4大护卫便可。漠北公主，这4个护卫一看实力就强，这一般人如何能打赢他们？听闻东来国有位战神，我觉得可以让你们的战神过来挑战一下。这不合规矩，我们的战神已经成婚了。北冥帝，我不介意的。我介意。你有何资格介意？因为我是战神10里红妆娶回来的王妃啊，我当然介意了。要是漠北公主想做我夫君的小妾的话，那我倒是不介意。放肆！你竟敢这样羞辱本宫，找死！好嫂，小心！若曦，小心！小心！叶若曦大脑根本来不及思考，下意识躲开。她知道这刀怕是避免不了了，因为速度太快了。她能做到的是避开要害，然而一个身影比她的还快，直接冲到她面前，伸手用内力一挡，掌风一转，那刀竟然一个反转冲向了漠北公主。这突然的变故让漠北公主吓得连连后退，而因为衣裙太过长，退的时候直接被自己的衣裙绊倒。你们都死了吗？
还不快扶本宫起来！公主，很好，东来皇帝，原来这就是你的待客之道。你等着，今日之事，我父皇是绝对不会放过你们东来的。漠北公主，今日之事是你先挑起，刺杀我东来的七王妃。我们东来的七皇子护自己的王妃并无过错，如漠北皇要以此为由挑起战事，那我东来奉陪到底。来人，送漠北公主离开东来。哼，很好，北冥帝，但愿你不会因为自己今时今日的决定后悔。说完，漠北公主带着人浩浩荡荡的离开了。等人一离开，众臣赶紧跪下来。皇上，万万不可啊！我们东来好不容易迎来长城，一旦挑起战事，对我们东来可是重创啊！你们一个个怎能如此自私自利？你们是否忘了这昌盛是谁给的？是朕的皇兄叶兰辰跟太妃坚守边疆整整6年，才迎来如今的昌盛。而刚才漠北公主刺杀的人是我东来战神的家眷，他漠北公主都欺负到我们东来的头上了，你们竟然还在这里跟朕说不可！七皇兄为朕守护着江山这么多年，让你们一个个在京城过着锦衣玉食的日子，你们竟然为了不挑起事端，让朕去委屈朕的皇嫂，去迎合她一个漠北公主。你们摸着自己的良心想一想，你们还是人吗？叶若曦听到这话，顿时感慨万千。没想到这个小皇帝三观这么正，并没有因为叶兰辰功高盖世而忌惮他。叶兰辰听到这话，内心还是挺感动的。不枉费自己拼命的为东来打下一片安宁，但依然还有人觉得皇上的做法不妥。左丞相站了出来，皇上，目前就应该以大局为重，七皇子为国为民，大家都看在眼里，我们也都非常敬重他。但目前关乎到整个东来的要事，臣认为牺牲一个区区妇孺，换我东来100年和平昌盛，有何不可？左丞相的话让叶兰辰眼眸闪过杀气，这一瞬间他想冲出去直接将人给杀了。还是叶若曦感受到他的杀气，赶紧握住他的手，别乱来。在叶若曦的安抚下，叶兰辰身上的杀意才一点点退去。很好，左丞相，你的提议非常不错。朕听说你的嫡女琴棋书画样样精通，也是京城里数1数2的才女。左丞相如此为国为民，朕封她为公主，然后送去做漠北皇的妃子，这样便能更好的维护我们东来的和平。左丞相，区区妇孺送去漠北，你应该不会介意吧？皇上，这怎么行？那是我唯一的嫡女。左丞相，你是否老了，记性不太好？七王妃也是太傅唯一的嫡女，既然太傅的嫡女能牺牲，那朕送你的嫡女去漠北当妃子，又有何不可？听到这话，左丞相顿时脸色煞白。他从未想过自己只不过是提出一个建议，竟搬起石头砸了自己的脚。他自然不会同意皇上的说法，当即要开头反驳。好了，此事就按照朕的意思来。王公公，你旨。还有，朕看左丞相对嫡女如此疼爱，便让他出使漠北，亲自送女儿出嫁。皇上，不可呀，那可是为臣的嫡女，你怎么能？众人是怎么都没想到，风光了这么多年的左丞相，竟然就这样被舍弃了。此事可还有谁有异议？众臣早就吓破胆了，一个个都不敢多说。臣附议。既然众爱卿无异议，那继续参加宴会吧。皇上留下这话，便让叶兰辰移步他的寝宫，叶若曦也跟着去了。七皇兄，接下来你得做好准备。皇上，从漠北公主拿刀刺向西西的那刻开始，我便知道与漠北这一战无法避免。如今当着我的面，那漠北公主都敢直接刺杀西西，要是哪天我不在她身边呢，那漠北公主会嚣张成什么样？叶兰辰不敢想，所以他一定要杜绝这样被动的事情发生。叶兰辰，所以你打算出征攻打漠北吗？虽然东来处于昌盛时期，但周边的国家都对东来虎视眈眈，特别是漠北，多次挑战我们，简直不知好歹。没想到叶兰辰跟我的想法如此一致，他也跟我一样想要一统东来。既然如此，那我必定会全力以赴支持的。他刚准备说话，黄公公走了进来。启禀皇上，陆公子求见。让他进来。陆逸轩走进来，刚准备行礼。逸轩兄无需多礼，说吧，这么急着找朕，所谓何事？陆逸轩将一张纸递过去。皇上，这是在下研发了一种秘密武器，名为炸药。此炸药一点燃，20米内的人都会被炸死。这世间竟有这样的秘密武器？皇上，可否移步狩猎场观看？好，现在就去。倘若这秘密武器真如逸轩说的那般厉害，那待皇兄出征之时，必定如秋风扫落叶般顺利将漠北拿下。很快，几人去到狩猎场，陆逸轩让人将准备好的炸药包呈上来。这小小的一包东西，你确定20米内的人都能被炸死？皇上稍后便知。陆逸轩让人找好位置，埋好炸药，然后将引线埋在了皇上5米外的位置。皇上，小的开始点了。好，点吧。陆逸轩点燃引线。皇上，速捂住耳朵。皇上还是很听劝的，赶紧捂住耳朵。一声巨响，
犹如晴天霹雳，周围都跟着震动了起来，仿佛大地都被这声巨响给撕裂了。这炸药威力竟然如此厉害！逸轩兄，你简直就是我东来的救星啊！你这炸药还有多少？朕通通都要了，让皇兄带去，直接将漠北给炸个天翻地覆。皇上，这炸药制作麻烦，在下需要大量人员制作，目前只制作出这一包。好，需要多少人？需要什么材料？你告诉黄公公，让黄公公亲自给你安排，一定要尽快制出来大量的炸药。好，在下必定义不容辞。逸轩兄，你制作出这样厉害的秘密武器，朕必须好好赏你。朕答应你一个请求，你回去好好想想，想到立刻告诉朕。这时，陆逸轩跪下来：皇上，如此逆天的炸药，必定能让东来以后的地位更加稳定，所以在下想用此炸药换丞相之位。说完，陆逸轩有些忐忑，毕竟自己一开口就是丞相之位，确实有些狮子大开口了。可他没办法呀，他不想一步步往上爬，他如今只想做到他能爬上的最高位置，然后当若曦的靠山。然而原以为皇上会沉着脸拒绝的，却不想他直接将陆逸轩扶起来。逸轩兄，你终于想通，要来朕身边帮朕了。这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啊？逸轩兄，你忘记你从小就跟皇兄说过，你的梦想就是和皇兄一起成为未来天子的左右臂，皇兄主外，你主内。皇上一直记得小时候皇兄和陆逸轩那一次偶然的对话。皇上，没想到这么多年的事情你竟然都记得。逸轩兄，从小就你跟皇兄对朕最好，这么多年皇兄没在京城，朕无数次都想着，如果你在京城就好了，这样就有人在朕身边分担很多事。如今这个愿望这么轻易就实现了，这让朕很是欣慰。陆丞相，朕的右臂，以后你可要好好替朕分忧了。臣谢主隆恩。陆爱卿起来吧，将需要准备的东西清单给黄公公便可。皇上，臣有一个建议，便是制药人最好从军中挑选，找几名副将去学，学会后便跟着去军营就地取材制作炸药，这样不仅能减少运输的时间，还能节省很多费用，同时在战事起的时候能第一时间送到。陆逸轩说完这话，看了叶若曦一眼，眼里满是感激。炸药的配方是叶若曦给他的，而这建议也是他告诉他的。陆爱卿这个提议非常好，一切你交代好黄公公，让他全权配合你。那臣先下去准备。好，去吧。等陆逸轩离开，皇上便像个孩子一样分享叶兰尘。皇兄，太好了，有这炸药，你拿下漠北必定会轻而易举。真没想到陆逸轩竟还有这样的才能。叶兰尘征战多年，从未见过这么厉害的武器，刚才这炸药真的是让他震惊了许久。启禀皇上，麦兜小侍的求见。哦，小麦兜来了，他在哪儿？就在狩猎场外面。那将人带进来。小太监看了看叶兰尘跟叶若曦，硬着头皮说道：皇上，麦兜小狮子说想单独见你。啊，看来小麦兜有悄悄话要跟朕说呀。走吧，跟朕回养心殿。皇上离开后，叶若曦不知为何内心莫名的心慌，想到什么，叶兰尘，你快跟过去听听啊，这小麦兜到底跟皇上说什么呀？怎么了？我不知道啊，我总觉得小麦兜这突然求见皇上不对劲儿。放心，没事的，我跟着过去看看。养心殿，小麦兜跪了下来。皇上，这是我研发出来的毒药，一接触到这毒药，人便会失去意识。如果不及时吃下解药，人便会在睡梦中死去。而这毒药可以利用特殊的仪器向人群摄取，这么一小瓶便能让至少30个大汉倒下去。而利用特制的仪器，可以同时发射3瓶，也就是说，这小小的毒药能以1敌100。这毒药竟有如此威力！小麦兜，你可真的是皇叔的好侄子啊！小麦兜，这毒药制作的时间快吗？人手与药材足够的情况下，制作起来还是很快的。好，这下有炸药，有小麦兜你给的毒药，你爹爹将漠北拿下的速度必定能加快。小麦兜，你可真的帮皇叔叔一个大忙。你想要什么？只要皇叔有，皇叔叔都答应你。小麦兜闻言跪了下来。皇叔叔，我想跟爹爹一起出征。皇上本来还带着笑意的脸，听到这话瞬间就垮了下来。胡闹！你爹爹是出征，不是出游。你一个5岁的孩子怎么能去那地方？皇叔叔不同意。你想其他奖励？5岁的孩子跟着出征，这传出去，我这个皇上不得被老百姓骂死啊！别说百姓了，母后和太妃估计那嘴沫子都能给我给淹了。皇叔叔，你不同意我去，我也会偷偷跟爹爹去的。到时候爹爹要是知道，你也知道这件事儿，肯定会怪你的。小麦兜，这招可真的高明啊！可你皇叔叔才不会被你忽悠。我现在就派人去喊你爹爹过来，我看他同不同意你跟着。说着，皇上就要喊人，而小麦兜一个滑倒，抱住他的大腿。皇叔叔，求求你别告诉我爹爹，我想跟着出征，也是因为这毒药只有我会做，我不去的话，这毒药很难制造成功的。而且我想成为东来最小的战神，我要为娘亲赢得够命，
让他以我为傲。黄叔叔，我求你了，答应小麦兜可好呀？这么可爱的小娃娃，怎么舍得让他哭呢？这么小就想着为国效力，孝敬母亲，不愧是皇兄的儿子，跟皇兄一样，心中有大爱。想到这儿，皇上心一软，便答应了。小麦兜，你别哭，皇叔叔答应你就是了。谢谢王叔叔，我就知道你是最好的。我现在马上去准备，等爹爹出征，我便跟着一起。说完就迈着小腿跑了，那模样生怕皇上反悔似的。看到消失在自己面前的小身影，皇上感觉自己好像被骗了。一言九鼎，都答应了，总不能反悔吧？算了，既然答应了，那就派人暗中保护小麦兜好了。皇上，七皇子求见。听到小太监这话，皇上下意识觉得心慌，但很快他恢复过来，镇定自若地看向叶兰晨。皇兄，皇上，小麦兜找你做什么？皇兄，小麦兜真不愧是你的儿子，他竟然制出来跟炸药不相上下的毒药，一瓶就能毒倒好几十人。我已经让小麦兜去准备批量制作这毒药，然后让你带去，将漠北一举拿下。小麦兜竟如此聪慧。是啊，你这儿子真的是个智囊啊！皇兄，走，拿着这药出去狩猎场试一试。皇上成功隐瞒小麦兜跟着出征的事，叶兰晨并没有质疑。经过实验，小麦兜的毒药比他说的还要厉害。皇上高兴得合不拢嘴，直接给小麦兜打赏了不少东西。为了雨露均沾，他高兴地给叶兰晨和叶若曦都赏了很多宝物，连小桃桃都有。当然，小樱桃自然也不会落下。叶若曦看到叶兰晨从皇宫带回来的宝物，还有些不明所以。当听到叶兰晨说小麦兜竟然主动将制出来的毒药上交给皇上，这让他的脑子疯狂地转动起来。小麦兜把毒药给皇上，向皇上提了什么要求吗？叶若曦了解小麦兜，他做事从来都是计较得失的，他会主动将药物交上，没有他想要的利益，他是不会这样做的。皇上给小麦兜赏赐了很多东西，但并没有听说过还答应过小麦兜什么要求。闻言，叶若曦没再继续说小麦兜的事儿，而是从怀里拿出一叠纸递过去。那给你下毒的人查到了，你自己看着处理。叶兰沉重的傀儡箱早就被叶若曦给解了，这段时间他一直派人去调查这件事儿，今日总算是有了眉目了。叶兰晨翻看完，脸色铁青。难怪今日会刻意针对你啊！原来这左丞相竟然是皇爷流落在外的私生子，看来他一直在为造反做准备了。左丞相的大本营就在漠北，七皇子可以考虑一下，把他的大本营收入囊中。好，我将他的产业全部拿下送给你。嘿，这个可以有。那为了让你能安心打仗，你们军营的粮食我承包了啊，还有衣裳，你告诉我具体的数量，我让全国的成衣坊呢加班裁制，每人送2套。谢谢，我手下超过30万大军，你确定要将我们所有的粮食承包了？这可不是小数目。30万大军的粮食不成问题，不过呢，我有一个要求，就是你拿下左丞相的产业呢，得给我一半，相当于是我提前给你们提供粮食。叶若曦爱国也爱财，国家需要的时候，他可以不计成本的付出，但有左丞相这只大肥羊在，他这粮食出了，拿回一半不过分吧？就算左丞相那边有不少产业，但供应着30万大军的吃食可不是小数目。这样，粮食你按照成本价为军营提供，等拿下左丞相的产业，给你一半。叶兰晨知道自家王妃挥金如土，可也不能让他吃亏太多，所以想到了这个折中的办法。行，随你。叶若曦并不在意，只要能统一东来，他是肯定无条件支持的。你先回去好好休息，我去看看二哥。我跟你一起去吧。那我们一起骑马过去。叶兰晨的目光突然变得深邃起来。叶若曦本来想拒绝的，但看到叶兰晨的目光，突然一个坏坏的想法浮现。好啊，一起呗。听到这话，叶兰晨眼眸一亮，将自己专属的马匹牵来。七夕，可需要我抱你上马？不用。叶若曦直接飞身上马，他刚坐好，叶兰晨飞身到他身后。府上就剩下这一匹马了，委屈你跟我姐姐了。说着，抽着马鞭，飞快地奔腾起来。这家伙是当我是小孩子，有这么好骗？不过没关系，等会儿他就会后悔跟我一起了。接下来两人并没有说话，但叶若曦很不安分，而两人本就贴得很近。叶若曦这动来动去的举动，无形的是在给叶兰晨惹火。这家伙竟然这么容易就被撩拨了，就这点能耐，居然也敢跟我坐同一匹马。哎呀，叶兰晨，你放好你的剑，弄到我了。叶若曦假装不知道，随手往后面拍了拍，这一拍，叶兰晨直接倒吸了一口凉气，他将他抱得更紧了。谢谢，别闹。我没有闹啊，是你自己不放好你的剑，戳到我了。可叶兰晨直接将他给转了过来，与他面对面，然后将他紧紧揽住。不等叶若曦反应过来，他已经贴上他的唇，失控地吻了起来。天哪，这可是在马背上啊，他怎么敢的？这要是没拉住马摔下去怎么办？
然而他失控的吻让他根本无法正常思考。下一秒，那马居然停了下来。叶兰晨更加疯狂了。此刻两人的姿势几乎贴在一起，隔着那一层布，叶若曦都能感受到叶兰晨那随时要爆发的情绪。他用力的想将他推开，可是怎么都推不开。眼看叶兰晨要控制不住自己乱来，叶若曦赶紧用力咬住叶兰晨的嘴唇，这才将叶兰晨的理智拉了回来，并且将他给松开了。叶兰晨，你是不是属狗的？随时随地都想乱来。哎呀，这可是在外面，他真敢啊他！西西，是你先勾引我的。什么叫我勾引你啊？七皇子是不是想太多了？你还不承认是吧？叶兰晨拉着他想要贴上去，而叶若曦这会儿直接用力一推，将他直接推了下去。好在他反应相当迅速，即将倒地的那一瞬间，他半跪在地上。七皇子，你这会儿精力充沛，还是跑一下吧，等会儿见。叶若曦骑着马直接走了。这女人刚才就是故意的，为的就是将我推下来。难怪刚才那么轻易就同意骑一匹马，原来在这儿等着我呢。叶兰晨猜对了，叶若曦就是故意跟他坐同一匹马，因为狗男人嘛，都是下半身思考的动物，加上叶兰晨这么多年才开荤，对他还新鲜着呢。叶若曦骑着马直奔山庄，他都想好了，等会儿看完杨二哥就跑，绝对不跟他碰面。等叶兰晨赶到山庄的时候，叶若曦已经离开了，一时间气得他直磨牙，可又拿他没办法。看来这追妻之路还真的很漫长。七弟啊，不是二嫂说你隐瞒西西身份这事儿啊，真的是太过分了，而且连新婚夜都没告诉他。二嫂，我知道错了，刚才被西西踹下马，我这会儿是走路过来的。这是你活该，看你以后还敢不敢欺骗西西。二嫂，你给我支支招，要怎么才能让西西消气啊？还有几日我便要去漠北了，要是西西还在生气，我哪里能够安心出征？哎呀，七弟，你怎么这么蠢啊？直接给七弟妹送很多很多的黄金不就行了，投其所好，你不懂吗？三嫂，你怎么过来了？啊，我出镖回来路过，刚好看到你被七弟妹踹下马，然后我就一路跟着你过来了。所以三嫂你就这么眼睁睁地看着我一路走过来？叶兰晨借助轻功一路走来，也花费了差不多1个时辰。三嫂竟然告诉他跟了一路，而这一路他竟一点都没有察觉。所以是他的警惕性变弱了，还是三嫂的武功又变强了？不然呢，我就一匹马，总不能我们2个一起骑吧？哎，不过二嫂，你怎么会在七弟的山庄？你不是说去七弟妹的店铺研究香水吗？三弟妹，有一件事我一直想跟你们说，但那个时候吧，情况不允许，所以便一直没告诉你们。二嫂，发生何事了？二郎没死，他回来了。真的？那三郎呢？三郎跟他一起的。三郎是不是也回来了？二嫂跟叶兰晨心底一紧，见二嫂那表情，三嫂哪里不明白，但她还是很高兴。太好了，二嫂，难怪小月月念了这么久的爹爹，原来是他爹爹回来了。二哥现在就在山庄吗？我回去带祖母过来可好？祖母知道二哥回来，一定会很高兴的。夫君现在的情况，还是暂时不要让祖母看到，迟点等夫君好一些，我们一起回去看祖母。夫君的毒还没有解，不能随便接触，与他近距离接触的都还要穿防护服，而且夫君也不想让祖母担心，所以还是将毒解了再回去看他老人家是最好的。二哥受伤了吗？很严重吗？有点严重，不过有西西在，我相信夫君一定能痊愈的。二嫂没有细说夫君的病情，因为说出来的每一句话都是在挖他的心。那我方便去探望一下二哥吗？可以的，我带你去，但去之前，三弟妹，你可能要穿一下这个防护服。三嫂什么都没问，二话不说就穿上了。三嫂穿着防护服的时候，叶兰晨已经提前过去跟二哥说了三嫂要过来的事儿。二哥对此没有拒绝，因为他也有些东西要给三弟妹。三嫂见到杨二郎一身黑袍，连脸都捂住，只露出一双眼睛。二哥，你……三弟妹，我无碍，我这儿有份东西，是三弟临走之前让我给你的。杨二郎没多说，直接将一个锦盒拿出来。叶兰晨先接过锦盒，用叶若曦给的消毒水喷了喷，这才递给三嫂。三嫂眼眶发红，拿过锦盒打开，里面是一块玉。看到这块玉佩，三嫂直接崩溃大哭。三郎！二嫂将他抱紧，眼眶也溢出了泪水。三弟他们死了6年，而他们
们这些女眷也痛苦了6年。二嫂，这玉刻的小姑娘是我刚怀孕的时候三郎幻想着我们未来女儿的模样，没想到她竟然刻出来了。二嫂，是我没用，我没护住我跟三郎唯一的孩子，都是我没用。三弟妹，你别这样，这不是你的错。来，别哭了啊，你要好好的。三嫂的情绪来得快，去得也快，她擦了擦眼泪。二嫂，让你笑话了，谢谢二哥。这个玉是三郎留给我的念想。三嫂，时候不早了，我送你回去吧。好。叶若曦刚到万达商行，叶飞便找来了。长姐，总算找到你了。哎呀，娘让我问你，我婚礼的东西全部准备好了没有？娘让你盯紧一点。怎么样，马上就娶妻了，开心吗？嘿嘿嘿嘿，当然开心了。等成婚了，赵一鸣就要出征了，以后我要怎么样玩就怎么样玩，再也没有人管我了。唉，好后悔啊！早知道这弟弟这么傻，我就不该开口。哎呀，好了，我知道了啊，你可以滚了。不行，我暂时不回去，我要在这里看看。等会儿赵一鸣说是要过来，我看中了一个西洋怀表，我要让他送我。嘿嘿，张姐，还好我听你劝，娶了赵一鸣。这女人啊，可有钱了，我问她，她就给我。她还说这次出征如果有好东西，就给我寄回来。这人傻不拉几的，到最后被卖了还跟着数钱。不过叶飞，你一个大男人让女的给你银子花，你这是吃软饭呐。这有啥的？我的银子是我的，那我娘子的银子也是我的，哎，都一样的。软饭。不过长姐，你怎么知道我喜欢吃软的饭？赵一鸣很快过来了，果真帮叶飞买了一个价值不菲的怀表，然后那嘴里一直念叨着不喜欢赵一鸣的叶飞，这会儿就像一个傲娇的小夫君，要赵一鸣哄着他，妥妥的软饭男。叶若曦着实没眼看，转身去找掌柜，让他安排好30万大军的粮食，还有做成衣的事，安排好一切。刚准备回叶府，暗衣急匆匆找来。王妃，你快跟我回去劝一下小世子，他一直待在机械房里不肯出来，都1天1夜没休息了。怎么回事？在下不知道啊，小世子只说他要做一样神器送给王妃您，让我不准打扰他。我忍不住想进去喊他，都被他用烟雾弹给赶出来了。在下着实是没办法了，这才过来找您呢。带我过去。小桃桃有很多精灵古怪的东西，所以他在自己院子里弄了一个专门的机械房，里面的东西谁都不能碰，连门都不准别人随便进去，进去都得小桃桃带着，不然很容易被机关给伤到。小桃桃，很快里面便传来小桃桃的欢呼声。太好了，成功了！唉，看来是这个小家伙又钻研新玩意儿，真是成功了。阿姨，没事的，小桃桃里面有干粮，他不会饿到自己的。他喜欢钻研各种奇形怪状的玩意儿，下次他还是不出来吃喝的话，只要你还听到他在里面捣鼓的声音，你都不用理会他，让他安心的搞他喜欢的玩意儿。哎呀，那这样小世子的身体能扛住吗？哎呀，毕竟他还是个孩子呀。放心，没事的。后面呢，我也会叮嘱他以后注意休息。见叶若曦都这样说，暗一也不好再说什么。你先回去吧，这里我守着就行。等会儿小桃桃应该会出来找我。叶若曦并没有推门进去打扰小桃桃，她担心小桃桃的实验正在进行到关键的时刻，自己要是贸然进去打扰，将她的思路都给打散了，那就不好了。哎，好。果不其然，叶若曦猜对了。不一会儿，小桃桃便从里面冲了出来。阿姨叔叔，快，我们去找娘亲，我成功了。娘，你咋知道我找你呢？娘，你快进来，我有好东西要给你哦。叶若曦亦步亦趋的紧跟着他走进去。娘，你揭开看看。叶若曦嘴角含笑，就像揭开一个神秘的面纱一般，揭开那布。小桃桃，你竟然做出了缝纫机！咦，娘，小桃桃是不是全世界除了3弟最聪明的宝宝？我家二宝贝真的是太棒了，娘亲真的是超爱你的。叶若曦像一只欢快的小鸟，一把将他紧紧抱住，然后像陀螺一样转了好几圈。嘿，我就知道，我一定是娘亲最爱的宝贝。只要娘亲高兴，那他也高兴。只要娘亲想要什么，他想方设法也要制作出来。娘，你要不要试一试？好，娘亲试试。叶若曦强压着如潮水般汹涌的兴奋，坐下来将布轻柔地压在线下，轻轻踩住脚踏板，机械的声音响起，也就不到一会儿的功夫，2块碎布犹如变魔术般被缝了起来。哎
呀，二宝贝，你这缝纫机真的帮了娘很大的忙。有了这个缝纫机，接下来你爹那30万大军的衣裳制作起来可就容易多了。叶若曦真的觉得自己的几个宝贝是上天赐给她2辈子最好的礼物，一个比一个聪明，一个比一个懂事儿。叶若曦吩咐下去，日夜生产小陶陶研究出来的缝纫机。明日便是叶飞跟赵一鸣的婚礼，今日叶若曦亲自给赵一鸣送去定制婚服。赵一鸣进去试穿的时候，叶若曦便在外面喝茶，这茶还没吃进嘴里。哎呀，怎么了啊？长姐，这嫁衣我穿不进去，怎么办呀？哎呀，我看看，可是量错尺寸了。婢女一脸忐忑，硬着头皮道：小姐，尺寸没有错，是你胖了一点点。一鸣啊，你最近是在暴饮暴食吗？我也就吃多了那么一点点。你确定只是一点点？都是叶飞那家伙，他说我到时候出征就吃不到这些东西了，然后天天带我去吃各种美食。我看他那么热心，我又不好拒绝，就吃多了一点。叶若曦突然想到，有一日叶飞跑来问他，还知道哪里有美食，让他推荐一下。当时他随口问他跟谁去吃。当然是赵一鸣了，我要带他去吃胖点，军营里那么多男子，他胖了，那些男子就不会打他的主意了。虽然我不喜欢他，但他是我明媒正娶的妻子，怎么能让别人给窥视呢？当时叶若曦并没有太在意他这话，如今回想起来，他真的想一巴掌将叶飞拍在地上，狠狠地将他暴揍一顿。哎呀，这个王八蛋，真是成事不足败事有余啊！叶姐姐，怎么办啊？我现在该怎么办呢？这婚服我根本就穿不进去呀！早知道我就不吃那么多了。可是那些东西着实是太好吃了，我根本控制不住自己。哎呀，好了，没事，姐给你改，拿尺过来，我给你量一下。好在如今有了缝纫机，不然靠人工来缝制，这嫁衣必定是来不及的。真的吗？真的能改吗？哎呀，赶紧的吧，我给你量一下尺寸，等一下呢，我拿去给你改，保证让你明天当个漂漂亮亮的新娘子。赵一鸣不敢再多说什么，赶紧让叶若曦给他量尺寸。量好尺寸，叶若曦便回去改嫁衣了。叶若曦在改嫁衣的时候，才猛然的想到，现代是可以将衣服调成松紧款的。哎呀，太笨了，怎么就忘记把衣裙弄成可以松紧的那种呢？虽然说不弄那个松紧，衣服不合穿的话，客人会买新的，这样收入也会增长不少。但是如果有那种松紧的，说不定客人会更加喜欢呢。毕竟胖点的、瘦点的都能穿呐。他加快速度改好赵一鸣的嫁衣，然后将松紧设置画了出来。等天亮，就让小绿亲自给成衣铺的掌柜送去。做完一切，已经天亮了。叶若曦也顾不得疲倦，准备将嫁衣给赵一鸣送过去。然而他刚走出自己的院子，差点与一身喜服的叶飞撞到。张姐，你怎么走路没声的？吓死我了！叶若曦刚要说话，便看到叶飞眼底一片乌青，顿时蹙眉。什么情况？你昨夜跑出去做贼了，还是被人打了？哎，别说了，因为太高兴，我昨夜一直睡不着。张姐，你有什么能弄掉这无情的药吗？太难看了，要让赵一鸣看到嫌弃我，不跟我回来，那我到手的钱袋子就没了。放心吧，赵一鸣爱你这个人，不是你这张脸。哦，这样啊，不是，张姐，你这是说我长得不俊吗？叶飞后知后觉的反应过来，不错，孺子可教也，有自知之明。叶若曦，哎，行了，赶紧进来吧，我给你弄掉这乌眼青。好的，赶紧的。叶若曦用她特制的遮瑕膏帮叶飞遮好后，然后才拿着嫁衣匆匆赶去赵府。赵一鸣的丫鬟一看到她，便急着上前：齐王妃，您可算过来了，嫁衣可改好了？改好了。那太好了，齐王妃，麻烦您快点进去看看小姐。小姐昨夜一夜没睡，黑眼圈很厉害，胭脂水粉都盖不住，您看有没有办法遮一下？叶若曦进去看到赵一鸣那大大的熊猫眼，差点没晕过去。哎呦，祖宗哎，你昨天晚上跟叶飞去做贼了啊？你怎么知道？不是，张姐，我的意思是，我也不知道我昨夜跟叶飞去，不是，我没有跟叶飞出去见面呀，没做贼呀。赵一鸣对着叶若曦那双探究的眼神，莫名心虚起来。哎呀，我知道了，小祖宗，先坐下，我帮你这熊猫眼遮着吧先。这俩人怕不是疯了，今天都要成婚了，
这昨天大半夜干什么去了？这是。叶若曦内心的八卦之火熊熊燃烧着，遮好那熊猫眼之后，哎，二弟妹，你昨夜跟叶飞是去做了不可描述的事情吗？张姐，什么是不可描述的事情？就是亲亲抱抱举高高啊！听到这话，赵一鸣的脸顿时红得像熟透的大虾。才没有呢，姐姐，我们只不过是在研究娘给我的小人书。哟呵，会玩。成婚前研究小人书，这天底下呀，估计都找不出第二对这样的奇葩。张姐，怎么了？小姐，快穿上嫁衣，姑爷已经出门了。然后一顿忙碌，帮赵一鸣换上衣裳。上妆，叶若曦见没自己什么事儿，便离开赵家回叶家去了。因为接下来就没她什么事儿了，她准备回自己院子躺会儿。路过叶飞院子的时候，她想了想，决定走进去看看。经过一个假山，看到雪狐跑了过来。雪狐，你怎么跑来这里啦？说完便跟上前去，蹲下来将雪狐抱起来，摸了一会儿，刚准备离开，便听到一对男女在争吵。阿月，他都要成婚了，你不要执迷不悟。成婚又如何？成婚就不会娶小妾吗？我本就是他的通房丫鬟，只要他要了我，我便可以被抬成小妾。阿月，做小妾就这么好吗？你为何一定要做小妾呀？你看看外面的小妾，有哪个好的？谁说不好？只要我比正妻早怀上孩子，那我的地位一定不会低。你真是疯了！你知不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别说你就是一个小小的丫鬟了，就算你真的是小妾，你在正妻前面怀孕，那就只有死路一条啊！有哪个正妻会容忍小妾比她先怀孕？这个我自有我的办法。哎呀，你赶紧走吧，我的事不用你管。阿玉，你别这样，你大小姐。阿玉和男子吓得扑通一声跪在地上。哎呀，大小姐，你怎么会在这里？阿玉吓得脸色煞白，如今只祈祷着刚才他们的对话并没有让叶若曦听到。不在这里如何能听到你小小一个丫鬟竟然还有如此高的胆量，想先于正妻怀上孩子，可真的是好手段呢。大小姐饶命，我就是心里想想，奴婢不敢的，给10个胆子给奴婢都不敢啊！大小姐饶命啊，饶命啊，饶命啊！然而叶若曦一句话都没说，喊人将这2个送到叶腾的院子。叶腾正在整理宾客的名单，准备等会儿出去迎客。看到叶若曦扭送2人下山过来，顿时疑惑：张姐，这2人所犯何事？女的想今夜爬叶飞的床，然后先于2少夫人怀上孩子，而男的在一旁求我放过这女的。叶腾砰的一声，一掌拍在桌上，怒不可遏：放肆！区区一个贱婢，竟然敢做出这等龌龊事，简直无法无天！以后你就是叶府的继承人，这件小事儿你觉得该如何处理？一个贱婢，直接打死便是。饶命啊，大少爷，我罪不至死啊，我只是说了说，我根本就没有实行啊！大少爷饶命，大少爷饶命啊！是啊，大少爷，这件事都还没有发生，阿玉她什么都还没有做呢，你不该这样无缘无故将人打死呀！哪怕是贱婢，那也是活生生的一条命啊！阿玉她只是做了一个所有丫鬟都会做的美梦，她何罪之有？听到这话，叶若曦觉得自己的3观都被惊到了。既然你们都说到这个份上，那我也不好那么惨无人性。这样吧，你们2个都赐毒酒1杯吧，死了也能做一对鸳鸯。大少爷，你来人，将2人直接灌下毒酒，然后送去乱葬岗。叶腾懒得听2人多说，直接吩咐下去，将人押走了。叶腾，这2弟新婚之日赐死2人会不会不吉利啊？张姐，你何时变得这么迷信呢？这每日死去的人多不胜数，哪来那么多不吉利的？况且这种人不及时处理的话，只会给2弟和2弟妹留下隐患。2弟那小子头脑简单，被人骗了都跟着数钱，到时候2弟妹出征了，谁有那么多闲工夫去管他？能立刻解决的事情必然不能拖到第2天。不愧是你呀，年纪轻轻便坐上了大理寺卿之位，果然是有2把刷子的。多谢张姐夸赞。那张姐，等2弟成婚后，我是否可以到大理寺当值了？我这1个多月已经按照你的吩咐好好休息了，身体也没有什么不舒服的。回去当值呢，也不是不可以，但是你得先定下婚事，不然我担心你这身体未老先衰，以后连个媳妇都找不到。张姐，别啊，我一心只想晚安，儿女私情不适合我。如果我娶了人家姑娘，真是让人家独守空房也不好啊。
叶腾，如果你喜欢小年呢，那你就娶小年好了，我相信爹跟娘都不会反对的。张姐，你这一刻，叶腾只觉得自己的心如那蚂蚁乱撞一般，整颗心都要掉出来一样。怎么会啊？张姐怎么会说这样的话？小年可是男的，张姐怎么知道我？这件事儿他谁都没有说过，因为这件事儿已经超越了世俗的眼光，他的地位，他的家世都不允许他做出超越世俗的事情。你说你要不要娶小年？只要你回答一个要字，3日内我便能让你们2个订婚。张姐，莫要胡说，小年是男子。男子又如何？喜欢男子有什么错呀？人家也是有真爱的。叶若曦的话直接将叶腾给惊得说不出话来了。怎么不说话了呀你？哑巴啦？张姐，我……叶腾此刻真的想豁出去，将自己的心里话说出来，可很快想到小年并不知道自己对他的心意，就算退1万步，父母这边同意他跟小年在一起，那小年也未必能同意呀。不说他们还能保持着上下属关系，他还能每日看到他，可说了小年必定会离他远去的，所以他不敢赌。张姐，你别胡说，这话传出去，小年以后的名声可就被毁了。那如果小年也想跟你一起呢？不可能，小年最是羡慕那些情侣之间的情爱，他不可能同意的。小年曾经在他面前提起过周边的幸福的夫妻，看到他说那话的时候，脸上那羡慕的目光显然就是想跟那些人一样，想要正常成婚生子，过上幸福美满的日子。张姐，希望你能帮我隐瞒这事，我这已经超过世俗的认知，如果是娘知道，一定会被我活活气死的。一直以来我都是娘引以为傲的孩子，可我知道自己终须是让她失望。这几年他日日破案，除了真心想为更多的人伸张正义，还有一部分的原因是他怕母亲给他说亲，他不敢去面对。你不成婚，我才真的要被气死呢。我看人家小年那孩子挺好的，又乖又懂事，又会照顾你。如果你们能在一起，娘以后也就不用担心你了。娘很开明的，反正你以后有人照顾就好，其他的也都不是什么大事儿。哎，还有喜欢就去争取，你不去争取，你怎么知道人家小年怎么想的呀？争取了呀，说不定还有机会。这要是不去争取永远只能保持现状。而且你争取了，小年不同意，可能会离你远去。可是你要是不争取呢？小年要是跟别人成婚了，一样也会离你远去。所以有什么区别呢？一半的机会能成功，你为何这么笨呢？你看你二弟多聪明啊！为了多点零花钱，娶了一名，人生都少奋斗了10几年了。娘，你……叶腾瞪大了眼睛，不可思议地盯着突然跑出来的孙氏。娘什么娘啊？你还知道你有娘啊？等着等今日你二弟成婚，我便去小年家去提亲，你就好好的准备做新郎吧。听到这话，叶腾只觉得脑子嗡的一声，仿佛被电击了一般，整个人失去了反应。娘居然没有反对我喜欢小年的事，娘竟然对我这种超乎世俗的举动一点都没有抗拒，这怎么跟我想的不一样啊？若曦，你赶紧去休息昨夜做了一夜的嫁衣，要是累出个3长2短，我可没有媳妇儿配个养父。真是的，没有一个省心的，真不知道这都咋生出这些什么玩意儿。叶若曦刚想说自己不是她生的，虽然你不是我生的，但是也是我一把屎一把尿把你拉扯大的，我就是命苦养的一个个的就知道气我。走，赶紧滚去休息。张姐，你还是先去休息吧，等宾客全部来齐，准备开席的时候我再喊你。叶若曦这会儿也是真的累了，便不再多说什么，赶紧去睡了。娘醒醒，该吃饭了。新娘回来了，早回来了，都拜完堂了。怎么拜堂没喊我呀？爷说太累了，让你好好休息，然后二舅妈敬的茶她帮你喝了。这样也行。七七，先吃点东西吧。叶若曦一看才发现叶兰晨端着菜进来。叶兰晨，你怎么将菜端来了？不是要去吃席吗？岳母说你太累了，这席你去不去都没事，所以让我拿给你。哎呀，这娘们我看她是活腻了，居然敢这么说我。
弟弟的酒席我竟然没去吃，传出去外人该怎么说我呀？好啦，西西，岳母也是不想你太累，赶紧吃吧，都是你喜欢吃的。叶兰晨拉着他走到桌子旁，娘，你快点吃吧，我去找二哥了。小麦都很是懂事的离开了。等他吃饱喝足后，叶兰晨才看向他，西西啊，我们聊聊可好？看到叶兰晨那认真的模样，行啊，你想聊什么？西西，明日我便要出征了啊，这么早？虽然一直都知道叶兰晨要出征，但是如今真的要出征了，他突然觉得内心空空的。漠北公主已经被我的人秘密处理了，这件事儿左丞相隐瞒下来了，显然是要想直接回漠北准备造反事宜，所以我必须尽快赶过去。已经处理了？这么速度啊？他还活着一日，我都无法忘记二哥所受到的伤害。虽然让二哥亲自报仇会更好，但是他多活一日都太便宜他了，所以他必须死。传闻说你杀戮果断，果然是啊。伤害我在乎的人都该死。好啦，杀就杀了，你还有什么想说的吗？要是没有的话，就早点回去休息。你西西，别赶我走好吗？今夜陪陪我可好？叶若曦抿了抿嘴，其实她内心是答应的，毕竟这家伙要是去出征了，陪陪他也没啥。可想到自己前一秒还在跟他冷战，后一秒就答应陪他了，这样会不会显得自己很没面子呀？虽然我不是矫情的人，可是谁都有那么一点点自尊心的嘛。然而不等他说话，叶兰晨起身打开放在一旁的大箱子。西西，我们既然已经成婚，那我所有的银子跟产业都应该交由你来保管。这是我在钱庄存的银票，这个是我名下的所有庄子铺子，这个是这叶兰晨是将所有身家都给我了？这些东西啊，你好好守着。如果有一日我回不来了，当孩子长大之后，你就将一大半留给你自己，剩下的2个孩子分。当然了，你也可以再分一点给小樱桃，虽然她不是我们亲生的，但也是你认的干女儿嘛。我这个干爹的为她也留一份嫁妆，也是应该的。哦，还有，如果我死了，我的要求不高，你为我守寡1年便可。1年之后，你就可以拿着和离书离开杨府。哦，和离书我也写好了。哎呀，叶兰晨，你疯了你这是在交代后事吗？你还没死呢，谁让你在这儿胡说八道的？西西，我这是有备无患，我也相信我一定会平安归来，但我这不是担心万一。叶兰晨，我告诉你，你必须给我毫发无损的回来。要是你真的死了，我不仅第一时间改嫁，我还拿着你的灵牌摆在婚房，让你看着我嫁人，看着我在其他男人。不准，我不准你改嫁，也不准你跟其他男人。一想到自己要是真的战死了，她嫁给其他男人，她的心犹如刀割一般难受。不准可以啊，那你给我毫发无损的回来。我一定会毫发无损的回来，相信我。这还差不多，这些东西呢，我可以替你保管，等你回来的时候我再给你。叶若曦本来是见钱眼开的性子，可一想到这家伙给自己银子是在交代后事，她就不想要这些银子了。不了，我的银子理应交给娘子来管，反正我现在是身无分文，全靠娘子养我了。叶兰晨这会儿直接将他抱住，这狗男人没想到还有这个觉悟。那既然你这么执着的话，那我就勉为其难的帮你收了吧。哎，看你对我坦诚相待的份上，我送你2样好东西。你等会儿啊。叶若曦进屋拿了2个盒子出来，这是你织给我的衣裳啊。出征的时候呢，你一定要穿上这件衣裳，这件衣裳刀剑不入，关键时刻是能保命的。刀剑不入？这世间竟然有这样的衣裳？你穿上试试给我看看。闻言，叶兰晨3两下将衣裳穿好，然后看向他，是吧？你这家伙就不怕我骗你啊？叶若曦也是没想到这叶兰晨这么信任自己，这可是往自己身上捅刀子呀，他竟然也不怕。我相信你。叶兰晨也不知道自己是从何时开始便已经无条件信任叶若曦了，这3个字直接撞叶若曦的心窝，千言万语抵不过一句我相信你。叶若曦压下心底的情绪，拿起刀直接往叶兰晨身上捅去，他力度还蛮大的，因为他想让叶兰晨知道最真实的效果。这竟然是真的刀剑不入，怎么会有这么厉害的衣裳？当然有啦，这可是我在失败了上百次才做出来的防弹衣，自然是厉害的。娘子，谢谢你了，你跟孩子就是我的福星。等我一定会完成你的心愿，统一东来，到时候不用再出征了，我便带着你跟孩子一起周游世界。小涛涛告诉我，你最希望的就是盛世太平，然后乘着马车驶尽天下，看尽天下的风景。好，我等你，一定要保护好自己。叶若曦这会儿抱住他，拿了人家的全部身家，抱一下也是应该的，毕竟给的太多了。叶兰晨看到叶若曦主动抱住自己，内心欣喜若狂。还是三嫂有办法，果然给的够多，也能将西西给哄好。看来接下来得多存点战利品。
等凯旋归来便全部送给西西了。一夜缠绵，第二日醒来，叶若曦觉得自己腰酸背痛，转身一看，不知叶兰晨何时离开了。小绿，小绿赶紧走了进来。王妃，你醒了？你家王爷什么时辰出去的？王妃，王爷天未亮便离开了，30万大军昨日便已经开始从各地秘密启程，前往漠北了。好，边境有何消息，第一时间告诉我。好的，王妃。现在你是起来还是再睡会儿？如果要起来，小的伺候您更衣。叶若曦刚准备开口，门外就传来敲门声。娘，不好了，出大事了！赶紧开门！叶若曦赶紧吩咐小绿，而自己则快速套上衣衫。娘，你快看，这是三弟留下的信。叶若曦打开一目十行看完，哎呀，这个小混蛋真的是翅膀硬了他，居然还敢跟着去漠北！娘，那这下可如何是好呀？要不要马上联系爹爹，让他将三弟送回来呀？唉，早知道三弟会走这一步，就不该将新制作的毒药给他。如今好了，毒药的配方拿走了，人也跟着走了。没用的，你爹找不到他。以他对小麦兜的了解，他从来不做没把握的事情，他就是做好了所有人都无法将他抓回来的后路，所以他才敢直接留下一封信，便跟着去漠北。而且他有意躲起来，没有人能找到他。想到这儿，他猛然想到小麦兜私自见皇上的事情，看来小麦兜的倚仗是皇上，只有皇上的圣旨在，谁也不能将他送回京城。哎，大宝贝，娘跟着去吧，不然娘不放心呢。也许自己过去，小麦兜看到自己便会主动出现，同时自己在他身边，他才放心。好，娘，你去吧，京城的事交给我，还有二弟，你放心，我会照顾好他。大宝贝，还是你懂事，辛苦你了啊！有什么事儿呢，你就去找你干爹，或者是你皇上叔叔。娘，我知道的。你放心，你赶紧去收拾一下东西吧，我去将一些备用的药打包给你。好，叶若曦没拒绝，因为她知道小樱桃的药有多厉害。小绿一直守在叶若曦身旁，听到她要跟着去边境，她二话不说去帮忙收拾东西。收拾完，自己也简单收拾了一份。看到小绿背着行囊，叶若曦蹙眉：小绿，你不用跟我去，你在京城保护小樱桃，京城需要你。王妃，王爷派我是保护你的，我不能违抗王爷的命令，不然我以后便没有资格站在您身边了。小小姐那边您放心，在得知小小姐也是王爷的女儿后，我便第一时间安排我的师妹小青守着小小姐身边。小青的武功并不比我差。那你可有告诉叶兰晨？王妃，您放心，奴婢虽然是王爷派来的，但奴婢也知道什么该向王爷禀告，什么不该禀告。行，那个小青让她来见我，不，还是你带我去见她。好，小青这会儿在小樱桃的药房里，叶若曦他们来到药房门口，刚准备推门进去，便听到一个女声：小小姐，药全部包好了，还需要哪些啊？像那上面的药，1款拿50颗。说完不到一小会儿，小青的声音响起：全部拿好了啊，这么快？那里30几种药呢，你怎么这么快就装好了？小小姐，我的手呢一抓就知道有多少颗，这30几种药啊，自然也无需太多时间。还需要抓什么药吗？听到这话，叶若曦顿时对这个小青好奇不已。小青是因为做事反应快，被七爷收到名下的，而她的手如杆秤，东西一抓就知道多重了。有一次我看到小小姐还要爬梯子一点点称药材，太辛苦了，然后我就让小青过来小小姐身边了。听到这话，叶若曦顿时眼前一亮，没想到叶兰晨手底下竟然还有这样的能人。叶若曦悄悄打开一条门缝，便看到跟小绿一样衣裙的小青正在一把药一把药的装进棉袋里，那手速快到只能看到一丝残影。这时小樱桃在架子上不知拿什么，一个悬空差点摔了下去。叶若曦吓得刚准备冲过去，便看到小青飞身过去，一把将小樱桃给接住了。小小姐，你吓死我了！你以后想拿什么让我来拿，你这样可是很危险的。好，我以后高的让你拿。见这，叶若曦默默退了出去，离开药房。小绿才壮着胆子道：王妃，这下您同意让奴婢跟您一起出发了吗？既然小樱桃身边有小青照顾，那你便跟着我一起去漠北吧。叶若曦同意了，毕竟有个信得过的人在身边，很多事情他也能轻松点。而且小绿不仅听话，
武功还高，让他去做什么，他从来不会多问，这一点让他很是满意。3天了，叶若曦总算在徐州跟上叶兰晨的队伍，不过他并没有跟叶兰晨碰面，而是晚上穿着男装偷偷溜到万花楼喝酒。此刻万花楼门口，叶兰晨带着暗二前往包厢里见万花楼楼主。叶若曦所站的位置很好，将底下的情况看得一清二楚。当看到走进来的叶兰晨，他的手猛地顿住，此刻只想冲过去将人揪出来，直接暴揍一顿。好啊，这个叶兰晨竟然背着我来找花魁，还是万花楼的小贱人。叶若曦想走，可又不甘心，她想冲进去，可又迈不开脚，她怕看到自己不想看到的东西。在她还在纠结进去还是不进去，里面2个影子突然贴在了一起，那模样显然抱在了一起。叶兰晨竟然抱出来那女的，这个渣男他竟然也敢！气死我了，气死我了！我要杀了这对狗男女！叶若曦直接大步冲进去，暗二刚准备将他拦住，便被叶若曦一脚给踹开，倒下去的时候直接将门给撞开了。叶兰晨，你这个混蛋，你竟然敢！叶若曦冲进去，才看到那里坐着起码10几个人，他们不知道在商讨着什么，而叶兰晨坐在首位。至于他看到相拥的2人，只是2个唱戏的姑娘正抱在一起。抱歉，走错了。叶若曦赶紧脚底抹油，飞奔出去。然而刚到门口，就被人揪住了衣领。想走，我同意了。他猜到这叶兰晨10有8九已经猜到了，既然如此，他肯定是逃不掉了。那他转变一下方式吧。这般想着，他便转身一跳，抱住叶兰晨的脖子，双腿盘在他的腰间，不管叶兰晨的错愕，凑过去亲了他一口。哎呦，死鬼！人家都等了你这么久了，你怎么不来找奴家呀？你换嘛！叶兰晨既无奈又好笑，拍了拍他的屁股，说人话。陈哥哥，人家本来就是你的人嘛，说的自然都是人话呀。讨厌，晚上对人家那么温柔，这会儿又对人家这么粗鲁，你就是大坏蛋。里面的人集体惊得掉落了杯子。叶兰晨看了过去，那群人瑟瑟发抖，一个个纷纷起身冲出来。这会儿大家都离开后，叶兰晨气得掐了掐他的屁股。叶兰晨，你疯了，疼！还知道疼啊？说为何会出现在这里？叶兰晨这会儿表情看起来很是严肃。叶若曦本来还想着和稀泥将这件事情给过去的，可如今看到叶兰晨这表情，8成是没办法和稀泥了。小麦兜也来了，我不放心便跟着来了。小麦兜何时过来了？应该一直跟在你的后面。我来这里也是想引出小麦兜的，我怕他有危险。都是你突然出现，小麦兜肯定不会冒头了。娘子，好像是你自己出现的吧？真的是哪壶不开提哪壶。我有办法让小麦兜出现，不过可能要委屈娘子了。叶若曦只觉得有一股不好的预感。什么办法？话落，叶兰晨突然靠近，叶若曦一点点往后退。你想干嘛？不等他反应，叶兰晨突然拿开他的鞋，直接按在他的脚板上。惨叫声在整个包厢里响起。又一声比刚才的还要惨烈，下一秒窗户被踹开，一个小身影快速冲了进来，一个匕首也随之往叶兰晨的身上刺来。叶兰晨反应极快，拉着叶若曦一个漂亮转身躲过那匕首。小麦都冲进来，看到2人站在那里，这才发现自己被算计了。叶若曦不顾脚崴的酸，一把将小麦都抱住。哎呀，宝贝，你吓死娘了！你怎么能独自一个人跑过来呢？战场上刀眼无情，你还是个小孩子，你怎么能跟着去战场呢？小麦都无声叹了一口气，拿开面纱，露出那张跟叶兰晨一模一样的脸。哎呀娘，我又不在主战场，我在后方指挥。那也一样危险。你要知道你爹是什么身份，如果让敌军知道你是你爹的孩子，10有8九会将你抓过去威胁你爹。叶若曦说完，很快想到什么。对了，叶兰晨，要是敌方抓了小麦兜让你自枪，你会答应吗？娘，此时是问这个问题的时候吗？宝贝，你不懂，这个问题非常非常的重要，防患于未然，你懂吧？不然等事情发生了，人的头脑无法保持清醒，脑子可就毫无头绪了。叶兰晨，你赶紧的，给你3秒说出你的答案，不允许有任何的犹豫。无需犹豫，一同赴死。叶兰晨，你怎么能如此的绝情呢？竟然不救小麦兜！你难道觉得我死了，小麦兜还能独活吗？
有道理。那你可不能死，你死了的话，我们几个孤儿寡母的被欺负了怎么办？你放心吧，有我在，必定会护你们周全。还有小麦都会派专人保护的。你看看，给他个人皮面具，最好是那种扔进人堆里根本没有存在感的那种。爹，你看这个人皮面具，我可都准备妥当了。紧接着，小麦都熟练地将面具轻轻展开，并缓缓地戴在自己脸上。待到一切就绪后，一张平淡无奇、毫无特色可言的脸庞骤然出现在二人眼前，就如同千千万万普通人中的一员，平凡的不能再平凡了。哇塞，宝贝，你这制作脸皮的技术简直是堪称登峰造极呀！居然比我之前给你爹做的那张还要出色。一旁的叶兰晨听到叶若曦这番话，脑海里却不由自主地浮现出当初叶若曦顶着自己这张脸庞跑去参加科举考试，勇夺状元头衔的荒唐场面。状元之事一旦被拆穿，他都不敢想会引发怎样的麻烦和风波。这女人真是什么都干了。除了替我考了个状元回来，你还顶着我这张脸去做什么了？叶若曦莫名的心虚，在见到他之前，他一直都顶着他那张脸，因为着实是太好看了啊！自然是没有啊！我当时就想着呢，也不知道你是何身份，然后我们又打算回京城这边生活。你也知道的，京城都是达官贵人，我们孤儿寡母的又没有依靠，我又找不到你，便只能去参加科举了，看能不能考取功名，这样我们便有依靠啦。说来呢，还是你赚了，不仅白得了一个状元的名号，还白捡了2个这么大的儿子，还娶了我这么美丽动人、聪明绝顶的媳妇儿。你已经是整个东来最幸福的男人了，所以你就知足吧你。叶若曦成功的将自己的心绪给转移了，叶兰晨同样被叶若曦的话成功转移话题，这会儿对叶若曦满满的歉意。辛苦你们了，等统一了东来，我必定会好好陪在你们身边，弥补这几年对你们的亏欠。哎呀，好了，我们先离开这儿吧，这儿都不是个聊天的地方。好，我们先离开这儿吧。叶兰晨毫不犹豫地弯下腰去，动作轻柔而迅速地将小麦兜一把抱起。在他们刚刚迈出几步，距离万花楼的门口尚有一段距离时，一道艳丽的身影如疾风般从旁侧冲了过来，硬生生地挡在了这3人面前。呀，陈爷，真的是您啊！我就说嘛，我的眼睛绝不会看错的，您可算是过来找我了。这些日子以来，我茶不思饭不想的，心里头一直盼望着你什么时候才能回来找我。我就知道你一定会回来的。此人正是万花楼的楼主阿香。完了，要翻车了！不行，得马上把叶兰晨带走。哎，大姐，麻烦让让，你挡道了。阿香听到这话，才反应过来，叶兰晨身边还站着人。她瞳孔放大的看着叶兰晨手中的孩子。陈爷，你成婚了，你连孩子都有了。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不是让我在这儿等你回来吗？你怎能背信弃义呢？叶兰晨一脸茫然，心中暗自思忖着眼前发生的究竟是怎么一回事，正欲发声询问，却不想就突然感觉到一股力量袭来，低头一看，发现是叶若曦正在紧紧抓住他的胳膊。哼，我看你分明就是心怀不轨，妄图勾引我的夫君，识相点的赶紧滚开，否则休怪本小姐对你不客气。说罢，叶若曦也不等阿香有所反应，拉起叶兰晨转身就跑。由于叶若曦事先在暗中对阿香下了药，此刻药效发作起来，阿香只觉得浑身发软，四肢无力，整个人像被施了定身咒一般，定定处在了原地。陈爷，你娶的到底是什么女人？竟然做这些下三滥的事情，你怎么能这样对我？陈爷，我对你一片真心啊，你竟然这么对我。后面的话叶若曦并没有听到，几人早已经逃之夭夭，回到叶兰晨安排的院子。叶若曦一把抱过小麦兜。哎，王爷，你早点休息啊，明日一早还得忙呢，再见。然而叶若曦的脚刚踏出一步，便被叶兰晨揪住了后衣领。叶兰晨，你放开我，你捉着我做什么？叶兰晨没有回答他。小麦兜，你先回去休息，爹爹有话要跟你娘说。别，小麦兜，你别走，娘跟你一起去休息。娘也累了，叶兰晨，你放开我！小麦兜眨巴着那双犹如黑宝石般的大眼睛，看了看两人。爹娘完了。宝贝，我还是不是你的亲娘了？你居然抛弃我！叶兰晨如同一只凶猛的野兽，直接将他像猎物一样抱起来，扛在肩上。叶
兰晨，你要做甚呢？你快放我下来！闭嘴，否则再让你重温一下6日下不了床的记忆。一句话让叶若曦猛地睁大眼睛，捂住自己的嘴，瞬间安静了。兰晨看到安静下来的叶若曦，唇角微微勾起，总算是找到事情将女人给压制住了。回到屋里，叶若曦被粗鲁地放在床上。叶兰晨，你混蛋你直接把我扔在床上也不知道轻点儿，一点都不怜香惜玉。哼！叶兰晨欺身而上。那万花楼楼主怎么回事啊？什么万花楼楼主啊？我不认识啊。是吗？你确定不认识？说着，叶兰晨的手开始乱动起来，那大手触碰到他，让他整个人如触电般微微颤抖了下。不行，不能得罪这头狼，不然今天又不用起来了。我认识，我说还不行吗？你说，我听着。起来说，我不喜欢这样说话。见他愿意说了，叶兰晨也没再逗他，从他身上起来。这阿香呢，原本是这万花楼的花魁，可能万花楼的原主人不是人，为了讨好漠北的官兵，就想将阿香献给他们，被我给救了。当时阿香是中了药，醒来以为跟我发生了什么，便说以后就是我的人。我当时玩心重，就随意调戏了他几句，后来我就离开了。我真没想到，都3年都过去了，他竟然还一直在等我。叶若曦，你可真的好得很，什么人都敢调戏，所以我只是你众多调戏对象的其中之一吗？叶兰晨此刻觉得内心很受伤，娘子居然谁都会调戏几句。哎呀，你跟他们怎么能一样呢？你是我几个孩子的爹，也是我唯一一个零距离相处的男人，你的位置可是最高的。至于阿香嘛，她是女的，我调戏她几句又不伤大雅。但你顶着我的脸。前面的话对叶兰晨很是受用，但是后面这句他听着就被气得半死。哎呀，好了，我明天去找他讲清楚就好了。所以你还调戏了多少人？告诉我，我好心里有数。下次再遇到这种情况，我便该知道如何解决了。这问题直接将他给堵死了，因为他没有数过呀。哎呀，我忘了，我一般喝酒了才会去调戏人家，然后调戏完第2日我就不记得了。叶若曦决定装傻，反正打死都不能承认他调戏了很多个。是吗？真的忘了？那我要不要帮你回忆一下？叶兰晨再次凑过来，叶若曦下意识想将他推开，突然肚子一疼。等等，我肚子痛。叶若曦，你少给我装，今日不说清楚你就不用假装。叶兰晨还以为他在装，脸上很是淡定，然后下一秒看到叶若曦额角的汗都出来了，他整个人都被吓到了。怎么会突然肚子痛？安儿，喊大夫来。不用，我自己能治，你先离开。哎呦，我这是来亏水了，得垫上棉垫才行啊，不然等会儿血流成河就麻烦了。叶兰晨哪里会同意离开啊，直接将他抱了起来。我送你去找大夫。然而叶若曦被抱起来后，痛感更强了，突然一股暖流流淌了出来。放开我，让我下来！叶若曦也不知道哪里来的力气，挣扎下来了，然后用尽身上的力气将人给推出去。你先出去！叶兰晨在刚才叶若曦挣扎下来的时候，闻到淡淡的血腥味，这让他顿时瞳孔放大。西西，你开门啊！你怎么流血了？你哪受伤了？让我看看。而叶若曦这会儿疼得快要晕过去了，哪里还有力气回应啊？大夫，安儿，马上给我将徐州所有大夫请来，快！小麦兜匆匆赶来。爹，怎么了？你娘受伤了，还将我赶出去了。小麦兜，你先站好，弟弟要将门踹开。西西，我要踹门了，你如果靠近门就站远一点。闻言，小麦兜小小的眉眼皱起，想到什么？等一下！叶兰晨只见小麦兜靠近房门，轻轻敲了敲门。娘亲，是否肚子疼啊？如果是，你摇一下你的铃铛。叶若曦手上的手链有一个小铃铛，很快里面便传来铃铛声。爹，娘这是每个月都有的情况，过2日便好了。娘身上有止疼药，稍后她换好衣裳，我们再进去。还每个月都会肚子疼，为何如此？给我看大夫吗？爹爹，你是否忘记了娘亲的身份了？医者不能自医啊，我让去召集天下名医来。听到这话，小麦都没有拒绝，因为爹爹说的没有错，医者不能自医。而且每次看到娘亲这么痛苦，他的心也不好受。叶若曦换好干净衣裳，想到小麦兜他们还在门外，他便只能撑着身体出去开门。可刚打开，人就撑不住倒了下去。叶兰晨在叶若曦倒下的那一刻，他及时将她抱住。西西，他快速将叶若曦抱回床上。安儿，快让大夫进来。七爷，徐州城里的大夫都来了，让他们全部让他们进来。叶若曦虽然疼，但这会儿是有意识的。哎呦，这叶兰晨要不要这么夸张啊？我这是姨妈痛，根本没有正方。当初在华夏的时候，医学那么发达，姨妈痛不仅自己研究了很久，还去看了很多这方面的医生，都没有办法治愈。
如今在这个物质缺乏的古代更是不可能的呀！人家穿越不是带空间就是带异能，我呢，我穿越带了个姨妈痛。很快，几名大夫诊断出来，夫人这痛多长时间了？好几年了。大夫又问了几个问题后，几名大夫低声交流了一下，最后皆是摇头。七爷，夫人的病是月事痛，此痛开药也只能是缓解，无法治根。你是说每个月都要这样痛一次吗？叶兰晨听到这话，只觉得心里抽痛了一下。此痛至今为止都没有人治愈过。主要这关于女性的病，大夫鲜少去研究。听到这话，叶兰晨捏紧拳头，怒不可遏。你们10几名大夫，竟然连一个月事痛都治不好，我找你们过来有何用啊？众大夫瑟瑟发抖，一个个低垂着脑袋，大气都不敢出。叶若曦忍着疼痛，拉了拉叶兰晨的衣袖，示意他冷静。叶兰晨看向脸色发白的叶若曦，眼底满是心疼。谢谢你放心，我一定会找到能给你治疗的大夫，都给我去研究治疗利好，谁研究出来上1万两黄金。听到这话，几个大夫顿时两眼放光。1万两黄金呀，这要是得到了，那我下半辈子都不用愁了。有银子便有动力，众人纷纷告辞去研究药了。2去发通告，重金寻医治疗月事痛，只要治好夫人赏黄金1万两。是，小的马上去发。叶若曦没想到叶兰晨竟然会去发通告替自己寻医，而且这月事在古代对于男子来说都带着一丝嫌弃，而叶兰晨竟然直接寻医治疗月事痛，这通告一出，必定轰动整个东来。接下来的2日，叶若曦体验了一把7星级贵宾服务的待遇。叶兰晨寸步不离地守在叶若曦身边，他张张嘴，他就给他喂水，给他喂吃的，搞得叶若曦就像个残废一样。2日后，叶若曦总算是活过来了，一早起来精神抖擞，嚷着叶兰晨让厨房给他弄来很多生肉，准备烤肉吃。叶兰晨之前虽然一直在军队，但对于这个烧烤也是有所耳闻的。如今看到生肉都用竹签穿在一起，很是不解。这样放火里烤，不得变成灰炭吗？傻子，烧烤是炭烤的，不是用明火。来，小麦兜，教你爹烤。叶若曦直接指挥2人，而他则一旁负责吃。叶兰晨学得很快，小麦兜只教了1遍，他就学会了。烤了几串后，竟然比小麦兜烤的还要好。哇，叶兰晨，没想到你居然还有烧烤的天赋，那你会做饭吗？谢谢你想吃什么，以后我可以学的。夫人，烤肉这事儿可否让小绿来？还有，你想要吃什么，小绿也会煮的。七爷这么忙，还要来抢小绿的事情吗？叶兰晨看了小绿一眼，眼里满是不满。不满并不是因为他没大没小，而是他竟然敢跟自己抢事情做。这小绿怕是胆子肥了。感受到叶兰晨的眼神，小绿缩了缩脖子。小绿，你这是想好了要当我的6姨太啦？什么6姨太啊？就是当我第6个贴心丫鬟。既然夫人让你做6姨太，那你便答应吧。好的，小的遵命。明明在说以后做饭的事情，可怎么又说到了做6姨太的事儿了？主人们的心思真难懂啊。而一旁的小麦兜此刻眼瞳放大，心里默默为爹爹默哀。爹要是知道6姨太是何意，一定会后悔今日的决定的。就这么静静的等娘亲翻车吧。不知为何，竟有点期待呢。叶若曦要是知道小麦兜这个想法，必定会气得跳脚。叶若曦见叶兰晨主动让小绿答应，还好我是女的，也就喜欢看看美人儿，不然就叶兰晨说这话，就真的是主动给他自己戴绿帽子了。一顿烧烤下来，叶若曦吃撑了，高兴的想原地蹦迪。哎呀，可惜啊，没有音响。叶兰晨，我们出去溜达一下，消消神儿吧。好啊。小麦都找了个理由没跟去，他是个懂事的宝宝，自然不会打扰爹娘的2人世界，但他却直接背上了行囊，自己偷偷前往漠北。叶若曦并不知道小麦兜的想法，如今跟着叶兰晨正在集市上溜达呢。然而刚溜达了半圈，他们就被人给围了起来。你们是何人？陈爷，我们楼主请你上楼一叙。不见。叶兰晨的话刚说完，叶若曦就一把捂住他的嘴。不见是不可能的，我们陈爷立刻跟着去见你们楼主。叶若曦可不想动粗，毕竟她不想跟香香美人闹掰，而且她本来就想跟阿香解释清楚。前2日刚好月事来了，拖了2日，如今既然碰到，那就今日说清楚吧。叶兰晨想到叶若曦说会跟万花楼楼主说清楚她是女的事儿，这会儿便也没再说什么，跟着刀疤男人上了一旁的酒楼。
陈爷、姐姐，你们过来了，快坐！我让厨子呀准备了很多特色小菜呢，你们快尝尝。阿香这突然转变的态度，让叶若曦跟叶兰晨互相看了一眼，随后狐疑的坐下来。阿香，其实我呢，姐姐，我明白的，你不用多说。我都还没说完呢，你明白什么？姐姐，之前是妹妹不懂事，希望你别怪妹妹。现在妹妹想明白了，这男人嘛，3妻4妾是正常的，而我这个身份确实也当不了陈爷的正妻，所以陈爷、姐姐，我不怪你们，以后我们2个就好好的伺候陈爷，我一定会做好自己的本分工作的。我从来都不认识你，你要是再胡说八道，我直接让人缝上你的嘴。阿香啊，你真的误会了，当时救你的人是我，你等等啊！说完，叶若曦像变戏法一样将脸皮拿了出来，然后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快速戴上。当看到2张如出一辙的脸时，你们。香，你要好好的活着，好好的照顾自己，乖乖的等我回来哈。等我回来，一定要让我看到一个美丽大方、自信自强的阿香，可好？叶若曦伪男音将当年随意说的话一字不落的说了出来。听到这话，阿香直接泪目，直接将叶若曦抱住。你混蛋，你怎么能这样对我？你知不知道，这几年我多次想了结我自己的性命，都是你这句话在支撑着我。如今我终于等到你了，你竟然不理我。我这2日真的有想过把你们都杀了，然后我也跟着去的。阿香啊，这件事都怪我没及时跟我夫君说清楚，而且当时情况紧急，我也没有第一时间跟你说明我的真实身份，所以你也别难过了。能看到你过得这么好啊，我也就放心了。阿香哭了好一会儿，那情绪才逐渐平复下来。看来这件事是成功的解释清楚了。陈爷，不管你是男的还是女的，我跟定你了，以后我都是你的人，你休想再抛下我。娘啊，这为啥发展的跟想象的不一样啊？阿香，我是女的，我有夫君，我知道啊，有夫君又怎样？我要跟的人是你，又不是你夫君。叶兰晨脸色黑如锅底，他没想到自己有一日还得跟女子来抢媳妇。你想抢我娘子，何父有问过我？只要陈爷同意，你再反对又有何用？叶兰晨此刻想要暴走，如果对方不是女的，他这会儿必定一拳头招呼过去。阿香，我明日便要跟夫君去漠北了，我只喜欢我夫君，不会再接受其他人，哪怕是女的。如果你想跟我做好朋友，我定然是同意的。可如果你要跟着我做我的什么人，那我只能跟你说声抱歉。我给你1炷香的时间考虑，是做我的好朋友，还是以后咱们都互相不认识？那就做好友，你不能扔下我。好，那以后我们便是好友了。往后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只要我能做到，我必定会帮你。好，你也是，不管什么事儿，只要你开口，我下刀山上火海，我都愿意。阿香虽然不甘心，但很快也想通了。如今这情况，她只能以退为进。那倒不用，只要你好好的。好了，不说了，先吃饭吧。这些呀，都是我特意点给你吃的。叶若曦因为吃饱了，所以并没有吃多少，两人吃了一点儿便放下了筷子。阿香主动提出送他们回去，叶若曦想了想，并没有拒绝。阿香用马车送他们，而马车只能坐2个人，阿香硬要跟叶若曦挤在一起，叶若曦没办法呀，便只能让叶兰晨去另外的马车上了。然而马车走着走着，叶若曦察觉到不对劲儿，刚要揭开帘子，便被阿香用汗巾捂住了嘴。叶若曦心头一紧，手一伸，一根金针直接刺进了阿香的身体，一瞬间她定了下来，动弹不了。叶若曦直接拿出一把匕首，按着阿香的脖子。阿香，我说过我可以和你成为好友，但你为何要这么想不开算计我？陈爷，我没有算计你，我只是太喜欢你了，我想将你留下来，我有什么错？这世间怎么会有性格如此偏激的人？我夫君呢？陈爷，只要你愿意永远陪在我身边，我保证将他毫发无损地送到漠北。可如果你执意要离开，那我只能让他去死了。最后一次机会，我夫君呢？他手中的匕首已经刺进去了一点，阿香感受到一丝疼痛，但他并没有害怕。陈爷，如果不能跟你在一起，我活着毫无意义，能死在你手上，我这辈子也死而无憾。你我这个人最讨厌被人牵着走，我能救你，我也能杀你，而你如果想死，那我必定不会让你痛痛快快的死。最后一次机会，我夫君呢？陈爷，你杀了我吧，他抢了你，他该死！阿香的话还没有说完，叶若曦一匕首下去，
阿香3根手指直接被砍断。我说过，刚才那是你最后的机会。说完，叶若曦吹了一个口哨，很快一名黑衣人从屋顶跳下来，跪在他面前。爷爷，把他送进无极地狱。无极地狱？不要陈爷！我说，神被马车带去无望山的山崖了，你别送我去无极地狱，求求你了，陈爷，我错了，我真的错了，陈爷。我这个人从来不给别人第2次机会，你是第1个，而你自己不珍惜，如今知道后悔也已经迟了。叶若曦看都没有再看他一眼，任由黑衣人将他拖走，而他则骑着马快速前往无望山。无望山并不远，当他骑着马追上去的时候，便看到一辆马车横冲直撞的往山崖的方向跑，整个人惊恐万分，如飞鸟般轻盈地飞身过去，手中如利剑般射出一根钢丝，紧紧缠住马车，声嘶力竭地呼喊着：叶兰晨，叶兰晨，你回答我呀！然而他一个人宛如螳臂挡车，哪里拉得住一整匹如脱缰野马般的马车？人被绊倒后，直接如破布娃娃般被拖行了好几米。就在那千钧一发之际，只听咔嚓一声脆响，钢丝承受不住巨大的压力，骤然断裂开来，便迅速地用双手撑住地面，艰难地爬了起来，再次飞身冲过去。他咬紧牙关，使出浑身解数，拼命地朝着马车飞奔而去。终于在距离马车仅有咫尺之遥的时候，他奋力一跃，成功地飞身跃上了马车。进入马车，一眼便看到躺在马车里昏迷不醒的叶兰晨，看着他面色苍白如纸，双眼紧闭，毫无生气，他的心猛地一揪，来不及多想，就立刻冲上前去，一把将他紧紧地抱在了怀中。抱着叶兰晨，他转身想要冲出马车，可是一切都已经太迟了。就在这时，一阵强烈的坠落感突然袭来，马车像是失去控制一般急速向下坠落。他下意识地死死抱住叶兰晨，生怕会与他分开。小麦兜这边已经离开了徐州，突然天空中出现无数个娘亲特制的求救信号，让他整颗心如同被雷击打了一般，直接脸色煞白，毫无血色，给他名下的护卫下了死命令，务必找到叶若曦。而他并没有返回徐州，他前往漠北的行程直接加快了。如果娘出事了，那爹一定也是出事了。这个时候我更加要前往漠北，否则整个东来都会陷入万劫不复。没人看到看起来镇定自若的小麦兜，此刻小小的身体坐在马背上疯狂的骑行，眼里的泪水如那掉落的珠子，大颗大颗的往下掉。爹娘，你们一定不能有事，不然我们3姐弟便会成为孤儿了。京城，干爹，不好了，娘亲出事儿了。陆逸轩猛地睁开眼睛，看到眼里蓄满泪水的小樱桃，他整颗心都被揪住。发生何事了？娘亲发射了求救信号，娘说过，除非他是遇到了不可抗力的危险，否则他不会轻易发射求救信号的。如今他发射了，肯定是遇到危险了，怎么办？这会儿该怎么办呢？陆逸轩赶紧将他拥进怀里。小樱桃，别怕，你娘跟你爹在一起一定不会有事的，他们一个是战神，一个是天下第一机关大师级神医，不会有事的。我们现在马上前往徐州。好，干爹，那我们马上去。陆逸轩带上自己的精卫，并且问皇上要了上百名锦衣卫，数百人，连夜骑马前往徐州。中途还遇到即将出镖的三嫂，听闻这事儿，他二话不说，带着镖局的人一起前往徐州。小樱桃他们赶到的时候，小绿已经带领上千人上了无望山搜救。看到陆逸轩跟小樱桃，陆丞相，小小姐，你们总算是过来了。我带着人已经搜救了2天2夜了，可依然没有找到王爷和王妃。如今我们已经确定王妃他们是跌下了悬崖了。听到这话，小樱桃一个踉跄，直接摔了下去，这一摔便晕了过去。小樱桃，小绿、杨三嫂，麻烦你们带小樱桃回去休息，让人好好照顾她。我让人将徐州所有的绳子都买下来，将我放下去。陆丞相，我跟你一起。小绿，你将小樱桃带回去。
好，我带着小小姐回去，将小樱桃抱上马车。如今王妃跟王爷不知道情况如何，小小姐万万是不能再出事儿的。杨三嫂，你陆丞相，你什么都不用说，我心意已决。最后两人什么都没说，因为他们此刻只有同一个目标：活要见人，死要见尸。护卫很快找来了绳子，因为不确定山崖底下有多高，所以他们几乎将徐州所有的绳子都买来了，能绑多长就绑多长，这样才能机会大一点。抛下去后，不知过了多久，才听到砰的一声响，是水声，下面是水。既然崖底乃是水，那便意味着叶兰晨和叶若曦或许尚存一线生机。此时此刻，时间紧迫，分秒必争。三嫂与陆逸轩不敢有丝毫耽搁，他们迅速行动起来，将绳子牢牢地系于腰间。山崖底，叶若曦是被疼醒的，她揉了揉眉心，坠崖的那一幕浮现在她的脑海里。面对这陌生的环境，她顿时一惊，难道再次穿越了？但全身的疼让他无法继续思考，他赶紧看了看自己的胳膊和腿，发现都还在。还好，身体健全，那其他的都不是事儿。确定自己身体没有缺胳膊少腿儿，赶紧撑起身子来检查自己所在的位置。他撑起来，转过脸，便看到不远处安安静静的躺着叶兰晨。叶兰晨！然而他一连喊了2声，叶兰晨都毫无反应。他赶紧给他把脉，发现叶兰晨的内伤有点重，可以说是仅有一口气吊着。叶若曦不敢多犹豫，他拿着针在叶兰晨好几个穴位扎了几下，然后从戴在手上的铃铛里取出一颗芝麻般大小的药丸，塞进叶兰晨的嘴里，药入口即化。很快，叶兰晨的脉象便平稳了许多。叶若曦抹了一把冷汗，这才查看叶兰晨的身体情况。不过受伤的地方被包扎得挺好，看来救他们的人还是懂一点点医术的。这时门外传来脚步声。你好，谢谢你救了我们。男子只是微微点头，将手中的2碗药放下来，便转身离开了。对方难道是一个哑巴？叶若曦不再多想，拿起碗闻了闻，确定药没有问题。她先喝了一口，将药喝完，然后才喂叶兰晨。可叶兰晨昏迷了，根本吞咽不了。最后叶若曦没办法，只能自己嘴对嘴一点点喂他吃。喂完药，他便直接在隔壁躺下。接下来的2日里，男子都会准时给他们送药和送食物，每次都是放下便离开，一个字都没有说过。这让叶若曦几乎可以确定，对方不仅是哑巴，估计还是个聋的。叶若曦感受到自己的身体逐渐恢复，心里对那男子很是感激，已经在心底盘算着，等自己恢复后，便给那男子把脉，看能不能给他将病给治好了。今日叶若曦总算是能起来走路了，她得出去看看自己此刻所在的地方是哪儿，然后尽快回去。当时摔下山崖，她便将所有的求救信号发射了，小樱桃他们一定会知道的。如果自己失联太久，他们肯定要担心的。哇，没想到和叶兰晨的运气这么好，从那么高的山崖摔下来都没死，因祸得福，看到这样的世外桃源。很快他便看到那男子在摘花，而且不远处晒了很多花干。恩人，你做这些花干是来做什么的？是用来泡茶的吗？说完，男子并没有任何反应。叶若曦这才想起这男子是哑巴来的。见此，他想了想，到不远处生火的地方拿了一个木炭，在书页上写着：恩人，这是什么地方？我如果想离开这里，要怎么样离开？写完，将几片叶子递给男子。然而他做了半天，对方冒出来一句：我不知道。啊，感情这人会说话呀，这搞了半天我还以为是个聋哑人呢。恩人，原来你会说话呀，那我能再问你几句吗？男子只看了他一眼，并没有接话，但叶若曦则看出他好像并不反感跟自己说话，当即大起胆子来。恩人，你是怎么来这里的？也是跟我们一样从山崖上掉下来的吗？还有，你也不知道这里是哪里，那你在这里生活了多长时间啊？就你一个人吗？一样不知道，6年一个人。听到这有些艰难的语气以及6年2个字，这让他顿时明白了他为何一直都没有跟自己说话。不是他不说，而是他太久没有说话了，估计都有点忘记如何跟人交流了。叶若曦此刻真的是感慨万千，一个人独自在这样的地方生活了6年，这样的生活如何熬得住？恩人，那我该如何称呼你呢？不知道啊。你不知道自己叫什么名字？男子再次摇头。叶若曦顿时了然，想了想道：所以你这是失忆了，什么都不记得了。男子先是点头，随后又摇头。记得花
记得治病。叶若曦听明白了，她这些事情应该都是平常做习惯的，所以哪怕是失忆了，这些事情已经刻在脑海里，不会轻易忘记的。我是大夫，我可以帮你治好，让你想起以前的事情。好。叶若曦没多耽误，当即给他把脉。你脑子有淤血，只要将淤血清了，后续呢应该很快便会恢复记忆。对了，我掉下来的时候，你可否有看到我身上的金针？听到这话，男子转身，很快将一个包袱递给他。叶若曦打开一看，包袱里面全部都是他身上掉落下的东西，还有叶兰晨的，这让他顿时一喜。谢谢恩人，来。你躺下来，我帮你针灸，这样再配上药呢，那淤血呀很快就会消的。听到这话，男子毫不犹豫地在一旁的石块上躺了下来。叶若曦拿出金针帮他针灸，第一次针灸只用了1炷香时间，但效果还是很显著的。他给他把脉，发现脑部的血管都通了，这样下去，相信不用多久便会恢复过来。将针拿出来，男子已经睡着了。叶若曦并没有将人给吵醒，都2日了，叶兰晨还没有醒过来，这让他很是担心。除了担心他醒不过来，他还担心他醒来会失忆。山崖边上，杨三嫂跟陆逸轩足足往下爬了3个时辰，这才看到底下的湖泊，两人仿佛看到了曙光。杨三嫂，很快就到谷底了，我们坚持坚持，加快速度下去。好，两人往下爬的速度加快，很快便顺利落在地面。当他们看到这鸟语花香的地方，三嫂顿时一喜。这里明显有人居住过，看来七弟和七弟妹很大可能会被人给救了。如今两人都激动不已，赶紧一步步往前方走去。陆逸轩走在前面，他最先看到躺在石板上的男子，当即警惕地将三嫂拦住。杨三嫂，让我先过去查看情况。说完，陆逸轩拿出匕首，警惕地一步一步地靠近，三嫂则跟在陆逸轩后面。两人差不多到男子身前时，三嫂将摆在那里的竹篓给碰倒了。然而当看到散落一地的干花，三嫂目光顿住，瞳孔在一瞬间放大。三嫂，怎么了？三嫂突然像一阵疾风般猛地越过一旁的陆逸轩，径直朝着前面的方向冲过去。当他来到石板旁，看清眼前躺着的男子，他瞪大了双眼，难以置信地盯着那张无比熟悉的脸庞，嘴唇微微地颤抖着，却发不出一丝声音。三嫂，怎么了？你没事吧？你……然而当他看清躺在那里的男子，杨三哥，这杨三哥怎么会在这里啊？杨三郎不是死了吗？为何会出现在这里？三郎，你没死，太好了，三郎！他双手紧紧抱住男子的身躯，哭得肝肠寸断，泣不成声。三郎，三郎！一阵哭泣的声音打破原本的宁静，叶若曦心中一紧，没有丝毫犹豫地朝着声源处飞奔而去。她瞪大眼睛，难以置信地望着正在抱着石板上男子哭泣的三嫂。什么？他竟然是杨三郎？杨三哥没有死，而且还在这山崖底下生活了6年。哇，这会不会太玄幻了？然而在所有人都还未从惊喜意外中缓过来的时候，三嫂突然被一股强劲的内力打飞，人直接掉落在了一旁的湖泊里。这变故太快，打得叶若曦和陆逸轩措手不及。来者何人？说完，他看向陆逸轩，如疾风骤雨般动起手来。恩人，他们是来救我的，没有恶意。听到这话，杨三郎眉头蹙紧，抬起的手默默放下。三嫂，你没事吧？此刻的他已经顾不得回应叶若曦，风驰电掣地冲到杨三郎面前。三郎，是你吗？真的是你吗？杨三郎下意识后退一步，眉头皱得紧紧的。你是何人？夫君，我可是你的娘子啊！你难道不记得我了吗？绝无可能！夫君，你……三嫂，三哥他失忆了，他应该暂时还想不起来你是谁。失忆了？怎会失忆？三哥他当初应该是从山崖上掉下来，脑子里面有淤血，但你放心，等他头上的淤血清了，便能恢复记忆。原来是这样。如今三郎能活着已经是最大的恩赐了，我不求其他的。三嫂含泪地看着杨三郎，他这么丑，不是我娘子。杨三郎虽然不记得以前的事情，但他模糊地记得自己已经成婚了，而娘子是一个温柔的美女子。杨三嫂听到自己夫君说自己丑，她的心仿佛被雷劈成了2半，疼得自己要窒息了。三嫂崩溃地抽出鞭子，直接抽在杨三郎身上。
杨三郎，你还是个人吗？嫁给你还没有3日你就出征了，后来更是回家的日子10根手指都数得过来。哼，我为了你一个人在家里守着，每日都数着日子过，最后传来你的死讯，我差点都随你去了。如果不是七弟将我救回来，现在我已经是一堆黄土了。这6年里，你知不知道我的日子过得有多痛苦？睁开眼睛便是看不到头的日子，我不知道自己这6年是怎么活过来的。而你倒好，本来看到你没死，我很高兴的，可你看到我的第一句，竟然说我丑。杨三郎，你还有没有心？说完，杨三嫂像决堤的洪水一般，直接崩溃大哭。叶若曦见状，赶紧过去抱住杨三嫂。哎呀，三嫂，你别难过，三哥他只是失忆了。三嫂痛苦了这么多年，看到夫君还活着，本来很高兴的。可夫君不认识三嫂就算了，他杨三郎听到三嫂的话，眼眸暗了下来，但看到他那张脸根本和他脑海里的身影不能重叠，他内心坚定地认为自己的做法没有错。谁知道他们几个会不会合伙骗自己？不然为何他在这里这么多年都没看到过人，怎么突然就来了几个人了？是你带他们来骗我。三哥，我没有，我你昨日还不知道我叫什么，怎么今日又知道我是你三哥了？我只是失忆，但我不是傻。杨三哥，若曦在这之前根本没见过你，她不认识你啊，正常。你们的话我一个字都不信。叶三郎说完便要转身离开。杨三郎，你给我站住！杨三郎一个漂亮转身，将他挥过来的鞭子一把握住，随后一个闪身，直接将三嫂绑了起来。下次要再敢算计我，别怪我对你不客气。杨三郎再次一掌将三嫂拍飞，而三嫂此刻心如死灰，她根本没有想着游回来，就那么摔在湖畔里，让水将她给吞没。叶若曦赶紧跳下去将人给救了起来，然而被救上来的三嫂像个提线木偶一样一动不动，眼睛也是木讷的看着前方。叶若曦边给她换衣裳，边在一旁说道：三嫂，三哥他确实该打，等他恢复记忆了，我让叶兰晨打他好不好？他这次真的是太过分了，咱们看他这会儿还处于失忆的状态，就暂时不跟他计较了，等他恢复了记忆，你就直接让他在你面前跪个3日3夜可好？然而不管叶若曦怎样说，三嫂依然没有任何的反应。看到这样的三嫂，叶若曦心如刀割，她也没想到事情的发展会是这样的。换好衣裳后，三嫂就那样眼神空洞的躺在那里，如果不是感受到三嫂的呼吸，叶若曦都要吓死了。轩轩，你进来吧。叶若曦不敢离开三嫂，她怕她会做傻事。陆逸轩很快走了进来，一脸担忧的看着她。若曦，你没事吧？放心，我没事儿。这一刻，陆逸轩根本控制不住自己，一把将她抱住。若曦，你吓死我了，我真的以为我再也看不到你了。攀下山崖的时候，我想过无数次，要是看到真的是你的尸体，我该如何是好？还好你没事。好啦，我没事儿，我这不是没死吗？啊！我都已经想好了，如果你真的死了，我就直接跟着你去了。反正你说过，下辈子一定要嫁给我的。叶若曦失笑，刚要接话，你们这是在做甚？本王还没死呢。然而听到这声音，叶若曦赶紧将陆逸轩推开，然后冲到叶兰晨身旁。叶兰晨，你终于醒了。怎么，我醒来影响你们相约下辈子了？你胡说什么呢你？还说没有？你这就开始谋杀亲夫了？抱歉，我就是看到你醒过来太高兴了，所以我就一时忘记了你身上还有伤呢。叶兰晨没看他，而是看向陆逸轩。陆丞相，本王的王妃生生世世只能是我的娘子，你还是息了下辈子的心思吧。七王爷，下辈子的事儿不是你说了算的。当然不是我说了算，但西西最爱的人是我，不仅为我生了2个那么聪明可爱的孩子，还为了救我一起摔了下来。西西爱残我了，下辈子也一定是嫁给我，所以你以后别再有这样的心思了。是吗？你确定若曦爱残你？为何我觉得不太信呢？如果若曦真的没有那么爱他，又怎么会连小樱桃是他的亲生闺女都不告诉他？所以若曦必定是没有那么爱他，才会隐瞒这件事，作为自己唯一的后路。毕竟以叶兰晨的身份，以后要是想要娶妾或者侧妃，叶若曦一定会合理的。只要是让他知道3个孩子的存在，到时候叶若曦想要将孩子带走几乎不可能。叶若曦如果知道此刻陆逸轩的想法，一定想给他点一个赞。他之前确实是这样想的，但自从掉下山崖的那一刻，他就在心里想，如果2人还有幸活着，
他一定会告诉他真相。如今听到陆逸轩这话，叶若曦眉头微微蹙紧，生怕被叶兰晨猜到什么。虽然他打算告诉他真相，但是在这样的情况下知道，那情况又不一样了。哎呀，好了，你们两个别说了，下辈子的事儿谁知道呢？况且这辈子都还没过完呢，想那么长远做什么？娘子，我渴了。叶若曦觉得鸡皮疙瘩都要起来了。千王爷，若曦不喜欢娘娘腔的男人，所以我还是少撒娇，不然我担心你连这辈子都无法拥有若曦。陆逸轩，你敢再说一遍？我是……哎呀，好了好了，别再说了。叶3岁，陆4岁，你们加起来都多少岁了？别这么幼稚了好吗？若曦，我出去看看杨三哥。三哥？什么三哥？你三哥没死，当年掉到山崖下了，而你和若曦也掉了下来，你这也算是因祸得福。陆逸轩此刻感慨万千，叶兰晨跟杨三郎真的是天命之子，那么高的地方摔下来，竟然还活了下来。三哥没死，那可真的太好了。说着，叶兰晨便想去找杨三郎，然而他的脚刚一动，叶兰晨，你给我安分点儿！你要是再动，造成2次伤害，你这辈子就成瘸子了。那三哥呢？可否让三哥过来一下？你三哥已经不记得你了。七弟，你好好养伤，我爬上山崖跟大家报个平安。三嫂，你也在这儿？这到底怎么回事？我怎么就受伤了？还有，这是哪儿啊？叶若曦简单将事情说了出来。当听到三哥竟然2次将三嫂踹下湖畔，三哥他怎么能如此混账？他竟敢嫌弃三嫂！想当年是他自己追着三嫂几条街跑，这才追上三嫂的，三嫂都不嫌弃他，他竟敢嫌弃三嫂！叶兰晨的话让叶若曦猛地想到什么，然后眼眸深邃地看向三嫂。三嫂，你还记得你当年第一次看到三哥是穿什么颜色的衣服吗？三嫂蹙眉摇了摇头，当年她从不怎么跟男人说话，哪里还记得他们第一次见面穿什么颜色的衣裙？淡紫色长裙，荷花发簪，淡紫色宝石耳环。叶兰晨突然脱口而出，三人齐刷刷看向叶兰晨。西西，你别误会，我会记得是因为当年我偷偷带三哥去逛花庙，然后三哥碰到三嫂，对三嫂一见钟情，他想要把三嫂画出来，可他不会画，然后就天天缠着我帮他。那时我足足画了10几幅，而且画完后，三哥还要将三嫂衣裙的颜色、发簪颜色全部都要念几遍。哪怕这么多年过去了，我对这件事特别有印象。七弟，所以你三哥那么多年将我画得栩栩如生，都是你的功劳。叶兰晨莫名有些心虚，但对上叶若曦那打量的目光，他只能硬着头皮道：是的。难怪每次让他画画，他都说只画我一个人，而每次都不肯当我面画画。原来这根本就不是他画的。叶兰晨抿了抿嘴，他真的不是故意的。如果他不说出来，那他解释不出来自己为何记得三哥三嫂第一次见面穿什么。三嫂，咱不气，他失忆了居然这样对你，之前还骗你，那咱们就给他一个教训可好？看到这笑意，陆逸轩在心底默默为杨三郎点了根蜡烛。一般叶若曦笑成这样，准没好事。三嫂，你先去洗个澡。对了，你一定呢要拿点花干泡一下。要是我没猜错的话，你应该从小就用花干泡澡吧？对，七弟妹，你怎会知道？三嫂，你没有看到外面晒的那些花干吗？看到了。三哥昨日说呢，他只记得种花、晒花干，还有医术。想来呢，也是因为你喜欢，哪怕是失忆了，他都将晒干这件事印在了骨子里。是啊，杨三郎虽然失忆了，但是他心里还是有我的，不然哪里还会记得给我晒花干的事儿呢？虽然他2次踹我下湖畔，还说我丑，但是他失忆了，他什么都不记得了，还希望他一见到我就将我抱住吗？看到三嫂明显心软了。三嫂，想来三哥印象最深刻的便是他第一次见到你的样子，所以呢，我给你打扮成你第一开始的样子，然后呢，你就去他面前露一脸，想来他就认得你了。这样真的行吗？相信我，一定可以的。不过呢，咱们只露一脸，然后你就不管他，让他接下来心心念念的，这样连续露几次脸，我相信他自己就熬不住，主动去找你了。你确定？哎呀，啥都别说，你先去沐浴。轩轩呐，你帮我去看看三哥在做什么，等会儿回来告诉我。叶若曦当即拍板，准备实现让三哥追妻火葬场的第一步。叶兰晨，你还能把那天的衣裙和发簪的款式简单的画出来吗？自然是能的。
那感情好，你赶紧帮我画出来。因为记忆犹新，所以叶兰晨2-3下便画了出来。确定好款式，叶若曦直接将自己那件淡绿色衣裙染成淡紫色，然后裁制成跟三嫂当年那条差不多款式的衣裙。天啊，七弟妹，你的手艺怎么这么好啊？哎呦，真的跟我以前的一条衣裙很像啊！哎，西西，真的太像了。如果三哥看到，也一定能认出来的。像就好。那三嫂，你赶紧去将衣裳换上。刚才轩轩过来告诉我，三哥现在就在花园里面摘花呢，你就拿着手帕过去，假装路过，然后呢，就把手帕不小心的掉下来就行。记住啊，把手帕掉下来马上离开，一定不能让他拉住你，不然咱们的计划就实现不了了。好。换上一身淡紫色衣裳的三嫂，如叶若曦说的，去花园溜达了一圈。果然，杨三郎看到这样的杨三嫂，直接愣在原地。杨三嫂见真的如叶若曦所说的发展，赶紧故意将手帕落下，然后快速跑开了。娘子，然而还是慢了一步，并没有追上。躲在一座小山后面的三嫂听到这一声娘子，直接泪目了。我就知道夫君怎么会不记得我呢？不过七弟妹说的对，他踹我，还说我丑，哼。这件事儿不能这么轻易原谅他。这般想着，杨三嫂立刻飞身回了山洞。而此刻，杨三郎如遭雷击般，整个人都慌了神。那手帕上散发着淡淡的、熟悉的香气，犹如一把利剑，直刺他的心脏。是她，是梦里的那个女人。杨三郎此刻就像发了狂的野兽一样，顺着刚才三嫂离开的方向狂奔而去。接下来的3日，三嫂都在不同的地方露脸，她每露一次脸，不是掉手帕就是掉荷包，那几样东西都是杨三郎当年送给三嫂的小礼物。杨三郎看着那一件件熟悉的物件，脑海里好像有什么东西逐渐清醒，可他想深想，却怎么也想不起来。这几天他的魂儿都被每天露一次脸的三嫂给勾去了。这天，他脑子突然清醒了，大步往山洞里面冲进去。然而刚踏入门口，便听到里面的对话：“哎，七弟妹，你说我每次这样出现在他面前有用吗？这都3日了，他好像也没有什么大的反应啊。”三嫂，你放心吧，你今日出现在那里，故意让他抓住你。几人完全不知道杨三郎此刻正在洞口，将这话直接听得一清二楚。原来还带着期待的杨三郎，这一刻如一盆冷水一样将他从头浇到脚，眼底的愤怒几乎要溢出来。但很快他恢复一脸平静，然后悄然离开。三嫂算好时间走了过来，杨三郎一如既往地追过去，很快便将三嫂给抓住了。看到杨三嫂那张熟悉而又陌生的容颜，杨三郎有些恍惚。娘子，这声娘子又是下意识开口，但很快刚才在山洞里面的对话浮现在他耳边，也就一瞬间，他的目光变得清冷起来。夫君，你想起我了吗？我想起来了。太好了，三郎，你终于想起我了。三嫂的话才刚刚说了一半，甚至连那最后一个字还未完全从口中吐出。只见杨三郎猛地伸出手，紧紧地掐住了他那纤细的脖颈。出于本能的反应，三嫂开始拼命地挥动着双臂，用力地拍打杨三郎那粗壮有力的手臂，试图挣脱他那束缚。然而他无论怎么挣扎反抗，杨三郎的手却始终如同钢铁铸就一般纹丝不动。敢冒充我娘子，找死！下一瞬，杨三郎直接一掌过去，三嫂再次被拍飞到湖畔里。三嫂一口血吐出来。三嫂！叶若曦刚将叶兰晨扶出来，本还想着会偷看到一幅卿卿我我的画面，却不想会看到这一幕，吓得她瞳孔放大，毫不犹豫地纵身一跃，跳入湖中，奋力将三嫂给救上来。与此同时，不远处的叶兰晨目睹这一切，此时顾不上身体的疼痛，强行运起体内残留的内力，身形一闪，如同离弦之箭一般飞身朝三哥掠去。三哥，你疯了吗？你怎么能这么对三嫂？叶兰晨怒吼，声音震耳欲聋，其中饱含着愤怒与不解。杨三郎觉得面前之人异常眼熟，可任凭他如何绞尽脑汁的回忆，就是无法想起来一点点的记忆。就在这时，叶兰晨突然动了，他毫不犹豫地挥起手掌，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朝着杨三郎狠狠地打去。杨三郎自然不可能被动挨打，迎面抬手就将他的招式接住。这一来一回，杨三郎脑海里突然出现了一个又一个熟悉的片段。也就在那一瞬间，
他的动作慢了下来，被叶兰晨一掌拍飞。叶若曦刚将三嫂救上来，就看到摇摇欲坠的叶兰晨，然后飞身过去将叶兰晨给扶住。哎呀，叶兰晨！即刻给他把脉，这一把差点没将叶若曦气死。叶兰晨，我看你是疯了！谁让你挑衅运功的？你不想活了你！这陆逸轩溜达一圈回来，看到一个掉在水里，一个吐血，还有一个躺在地上，顿时瞳孔放大。这一家人是怎么回事？自相残杀吗？逸轩，你赶紧过来将叶兰晨送进去，我扶三嫂。陆逸轩赶紧快步走过去，将叶兰晨扶起。七皇子，你刚才强行运功了。叶兰晨只是扫了陆逸轩一眼，并没有接话。若曦，还将杨三哥他拉起来吗？拉什么拉呀？反正都死了6年了，就当他一直都是死人好了。是狗男人，去死吧他！他就不配拥有三嫂的爱。将两人送回去，叶若曦先喂了一颗药丸给叶兰晨护住心脉，然后去给三嫂换衣服。等叶若曦帮他换好干净的衣裳，三嫂直接扑到他怀里痛哭起来。看到三嫂哭，叶若曦心疼不已。这杨三郎真的是个大渣男。三嫂，不管他，你哭完咱们就离开这里，让他自己在这里孤独终老，咱们就当他死了算了。三嫂什么都没有说，痛痛快快地哭了一场。七弟妹，谢谢你，我没事了。既然如此，我回去便将和离书送去官府。祖母在6年前就将和离书给了我，让我何时想清楚了，便拿着和离书去官府登记便可。好，那咱们明日便回去。明日？可七弟的身体爬不上山崖上啊。三嫂，咱们回去自然不会爬上去，就算真的想爬，也不可能爬上去啊。那我们怎样回去？明天你就知道了。三嫂，等会儿呢，可能要麻烦你帮忙照顾一下叶兰晨，我跟陆逸轩去找出口。要不我陪你去找出口？三嫂，出口要靠我们自己去挖掘，所以得陆逸轩过去。你在这里呢，帮忙看着叶兰晨，顺便你好好休息。叶若曦没给三嫂拒绝的机会，转身便带着陆逸轩一起离开了。男女独处又怎样啊？在现代，妇科大把男医生看病，所以仅仅是男女共处一室，真的算不上什么。确定可以找到炸的洞穴吗？这2日我都有在看，侦查了许久才确定了位置。好，确定就好，因为我们就这么一个机会了。炸药是陆逸轩带下来的，仅有1颗，所以他们只有一次机会。这个山崖底下不算大，但周围都是高山，没有出口，所以他只能炸出一个出口来。陆逸轩很快带着叶若曦来到一处4、5米高的石墙旁。这里一定能炸出洞口来，我们快点行动。叶若曦一刻都没有耽误，跟陆逸轩快速将炸药放好。因为引线并不长，点燃引线的人如果不快速离开，很有可能会被误伤的。若曦，让我来，你到那边等我。哎呦，你怎么这么笨呢？咱们有剑呢，哪里需要我们自己守在这里点？看我这脑子，果真是太笨了。那是，我可是全天下公认的智商超过230的。两人走到20米外，叶若曦犹如一个熟练的猎手，小心翼翼地弄了一个防火小火把，将其稳稳地放置在剑悬上。只听嗖的一声，那火把犹如离弦之箭一般，急速射向炸弹。一声巨响，宛如晴天霹雳，震耳欲聋。很快，一阵惊天动地的响声响起。叶若曦和陆逸轩虽然站得很远，但还是感受到了碎石如雨点般飞了过来。哇，天哪，是羊群还有牛群，轩轩，好多好多牛啊！这该不会就是漠北的地狱吧？陆逸轩看着一河之隔的大草原以及那众多的羊群牛群，也是震惊不已。除了漠北，没有哪个地方能养这么多羊群还有牛。嘿，那挺好的啊，我们可以直接从这里过去。漠北可是我的大本营，这一次啊，一定让叶兰晨将漠北一举拿下。说不定我们从这里去漠北，比左丞相那老家伙还要快到。那我们先到山崖那里给小樱桃报平安，让他先回京城，我们直接去漠北。好，你现在呢就去给小樱桃报平安，我去溜达一圈，找好最近的屋子打点好，然后回来接你们。好。陆逸轩没有拒绝。至于叶若曦的安全问题，陆逸轩根本无需担心，因为漠北就是他的第2个家。叶若曦比自己还要熟悉得多，而且叶若曦还懂漠北的语言，他过去打点最好不过了。眼看就要天黑了，叶兰晨见叶若曦还没有回来，急得想出去找人。七皇子，你就别添乱了，你现在这情况不但找不到若曦，反而还拖累他。闻听此言，叶兰晨如遭雷击般紧紧攥起拳头。我回来了。
七弟妹，你回来了。回来了，房子租好了，我们现在走吧，不用等明日了。几人虽然在这里住了几日，但却没有任何行李。陆以轩背着叶兰晨，几人就这么离开洞口。而刚走出洞口，便看到一个熟悉的身影站在那里，是杨三郎。三嫂看到他先是一愣，随后脸色如常，目光移到一边。叶兰晨看了他一眼，想说什么，但最终还是什么都没说。叶若曦也看了他一眼，想了想，将身上唯一一盒金针递给他，这是送你的谢礼，你救了我和叶兰晨一命，这个恩我记得，我叶若曦欠你一个人情，到时候你有什么需要我帮忙的，随时找我，只要我能做到，必定会报答你这个恩情。杨三郎拿着那金针，眼神却看向杨三嫂，想说什么，却欲言又止，最后还是一个字都没说。目送几人离开，叶若曦看着三嫂离开的时候，眼神坚定，没有一丝的犹豫，心底感慨万千。哎呦，三嫂这演技比我还好啊，明明隐忍的拳头都捏紧了，可脸色还是如常。看来等漠北拿下之后，我得写一部女将军大战漠北的故事，一本三嫂是女一号，一本赵一鸣是女一号，2本漫画一起上线，一定再次大卖。到时候呢，再让三嫂去演戏。虽然在古代嘛，戏子身份不高，我一定要改变古代这种尊卑的看法。360行要尊重别人的职业，赚钱就好了，管那么多干嘛呢？西西啊，怎么啦？你刚才有打听到这里离漠北皇城有多远吗？不远，骑马的话呢，快马加鞭1天时间就能抵达，你就安心的先养伤，其他的无需担心。明天呢，我先到万达商行把一切都安排妥当，然后呢，咱们再一同出发前往漠北皇城。今天晚上呢，咱们就先好好的放松一下，舒舒服服的睡个好觉，再美美的吃上一顿丰盛可口的晚餐。对了，我给你们准备了香喷喷、外酥里嫩的烤羊。张虎跟杨青青当即跪下，叶若曦想着阻止，但两人却不肯。七爷，请你受我们这一拜，我们能有今日，多亏了你。也是你们自己争气。好啦，这一拜我接受了，赶紧起来吧，我这次过来可是有重要事情的。杨青青掏出一张地图摆在桌面上，爷爷，这是整个皇城的地图，我们派不同的人在整个皇城，包括皇宫，走了足足半年的时间。这份地图是按照你的要求，多少里啊都标出好了。看到那份详细的地图，叶兰晨几人全部惊得瞳孔放大，他们从未想到一张地图竟然还精准到连多少里都标注了，而且连皇宫都有，这得花多少人力财力啊！非常好，那所有卧底都安排好了吗？七爷放心，现在整个皇城包括皇宫都有我们的人，只要你一声令下，哪怕现在你要进宫门，都能随时帮你打开。好，简直是太好了！杨青青、张虎，你们真的是太棒了！等会儿呢，你们便到公账上取10万两作为你们的奖励。听到这话，杨青青跟张虎对视了一眼，欲言又止。怎么了？有什么事便说，不许纠结。那个爷爷，因为要打点的人实在是太多了，虽然咱们每个月呢都赚很多的银子，一半送回东来，剩下那一半倒是也还有不少，但是打点的人着实太多了，所以除了保持日常运作呢，钱就已经所剩无几了，公账就还剩下1万两了。你们说什么？一个月几百万两？你们全都拿来打点人了？七爷，你不是说能用钱解决的事情都不是事儿吗？说我们在漠北的任务就是让越来越多的漠北人当我们的卧底，等咱们东来的军队打来的时候，我们便可以直接打开城门迎他们，这样就可以不费吹灰之力将漠北拿下，这样也不会让老百姓们受到伤害啊。所以说，我们万达的卧底已经将整个皇城都浸透了，只要我们东来的战士兵临城下，便有人打开城门相迎。是啊，守护城门的都是我们的人，包括周边几座城池的守门都是我们的人，这些人都是东来的，就算不是东来的人，也是我们东来人的亲人。当年万达商行一成立，我们就从各个村子里面招人过来，他们在这里混得很好，都在漠北成婚了，现在他们的亲人都是向着东来的。连守门的人都换成了万达商行的人，这皇城怕不是已经穿成筛子了？张虎，你做的真的是太棒了。那左丞相他们这千达商行这边如何了？千达商行还是一如既往，我们制出来什么他们就模仿什么，价格还比我们的便宜，但是我们按照你说的，等他一出模仿品我们就出新品，他们一直在模仿我们的路上从未超越过，加上我们这边出新很快，所以啊，现在整个漠北我们的产业已经占6成，他们现在只有4成，而且我还听说左丞相跟他靠山闹掰了，如今好像认了一个新的靠山，听说是漠北公主。你确定是漠北公主？根据探子传来的消息啊，8成是漠北公主。
那感情好，叶兰晨拿下左丞相的事儿，估计就容易多了。爷爷，你要是想拿下左丞相，估计得注意一下了。听说啊，左丞相的身边有位能人，只要拿到对方的一根头发，就可以控制住这个人呢。而且据可靠的消息来说，左丞相不日便会到达皇城，八皇子已经吩咐下人明日设宴招待左丞相了。八皇子竟然是他。他是个怎么样的人？叶若曦一想到这个想要利用瘟疫害东来的人，就想直接过去将人给剁了。爷爷你放心，这个八王子啊，他头脑简单，喜爱美色，家里30个妾，有一半都是我们的人，而他现在却是漠北皇上最中意的继承人，朝廷上有很多的人上奏，还以死相逼呢。目的啊，就是让这漠北皇帝选择其他皇子继承储君。那漠北皇帝是如何选择的？叶若曦其实对这些朝廷之事并不感兴趣，但是眼下关乎到能不能拿下整个漠北，所以他还是八卦一下为好。漠北皇上啊，依然会选择这个八皇子，因为这个八皇子虽然头脑简单，但是呀，他杀伐果断，对待敌人毫不手软。而漠北皇上也是这样的性子，加上八皇子的外祖手握重兵，让八皇子继承大统，这漠北啊才能守住。战神将军，这接下来该如何打呀？既然守城门的都是我们的人，那等赵将军带着精锐过来，我便带着他们进入皇宫，将皇室的人全部暗杀，然后再举着漠北皇帝的狗头去漠北军营，让他们选择投降还是继续打。如今的局面已经很明朗，那他无需考虑太多，用最直接的方式便可。这么简单，仗还能这么打呀？娘子，这事看起来很简单，但做起来哪有那么容易啊？漠北骑马50万大军，而我们这次行动的只有30万大军，他们骨子里就有傲气，而且人多，不会轻易投降的，所以跟漠北必定有一场大战。反正呢，我相信你。齐王爷放心，我们还有秘密武器，他们手中还有炸药，还有小樱桃制作的毒药，这2样足以让他们东来有很大的胜算。爷爷，你们一路上赶路，应该也是累了吧？先去吃饭，好好休息一下可好？几人是连夜赶路的，这会儿确实是累了，当即点头答应了。然而吃饭的时候，爷爷啊，小小姐跟少爷他们现在可有长高？3个小桃桃跟小麦都自然是长高了。叶若曦阻止杨青青接下来的话，踢了踢陆逸轩。我闺女小樱桃也长高了，也越来越漂亮了。那真的是太好了，我已经很久没有见过他们了，等我这边空下来，一定要去看看他们。叶兰晨并没有从这其中听出什么来，更加没有留意到他们几个人的眼神交流。这会儿他正想着刚才的地图，计划着如何将漠北给拿下。晚上大伙儿都好好休息了一夜，第2日被打杂声吵醒。